正好，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寻找一下明刀的转世。陈兄，若有一日前往奉天皇朝，定要知会我一声。当年未能和明刀并肩而战，是我一生的遗憾。我会竭尽全力提升实力，到时候也好尽一份力。这是自然。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啊？南走。往南走？有线索？没有啊，不过是感觉罢了。总感觉在南方或许会有所收获，只不过陈家似乎并没有去过这个区域。你知道琅琊以南是什么地方吗？不知道，没去过。公子，我知道，我曾经听说过，琅琊以南乃是凶险之地，而且十分混乱，充满了杀戮，所以被称为混乱之区。琅琊的人，除非是有些人为了历练，否则绝对不会往南走。至于到底什么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我也是偶然之间听说过的。混乱之区有点意思，我倒要看看到底能混乱到什么程度。沈长安，你果然来过琅琊，这么多年，我终于找到你的下落了。南方，他去那里做什么？以陈长安的气息消失情况来看，应该是向着南方走了。姑娘回去吧，长安还有事情要做，如今不是你们纠缠见面的时候。长孙希雪见慕云瑶对陈长安的称呼如此亲近，不由得眉头一皱，心中更是出现了不悦之情。他有没有事情与我何干？我找不着他，自然也轮不到你来多管闲事。若没有这份执念，或许你如今的修为不止于此。以你的天赋，是有机会冲击大地境界的，不过是一场意外。至于如此念念不忘吗？长安如今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就算你真的见到了他，又能如何呢？要了他的命，还是让他为你负责。不管是哪一个，你如今都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如今乱世已起，还是先将心思放在这件事情上吧。若是你们当真有缘，自有相见的一天。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来过问，若是拦我，休怪我不客气。这丫头怎么如此不听劝啊？也罢，你若能接我一掌，我便不再过问；若是不能，从现在开始老老实实的回去，不要主动去找陈长安，你同意吗？一掌？我如今可是不死境巅峰境界，他就这么有信心，我连他的一掌都接不下来。究竟是对方故弄玄虚，还是有绝对的实力？天才往往都可以越级挑战，虽说无法抗衡大地强者，但交手一番应该也不难。不过是一掌，我绝对能够撑得住，就算是强撑也一定要撑住。我倒也想看看是否真的连你的一掌都接不住，若当真接不住，我现在就回去，绝无二话。好，你准备好了吗？来吧。实力倒是不错。慕云瑶随即一掌挥出，没等反应过来，下一刻长孙希雪发现自己竟然已经被击飞到了数十里之外。这究竟是多么强大的实力，随随便便的一掌便能够做到如此效果。最可怕的是，对方出手的分寸掌握得非常好，既能够让我招架不住，又没有伤害到5分毫。回去吧，愿赌服输。从今天开始，我不会主动去找陈长安。不过我想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如今认识我的人不多，但你长孙家有一位，回去问问长孙无我，或许他会给你一个答案。长孙无我？长孙无我可是长孙家族唯一的一位大地境界的强者，而他的存在知道的人同样不多。难道面前这个人正是长孙家这位老祖宗？长孙希雪刚想要说话，却发现慕云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不见了。此人和陈长安究竟是什么关系？慕云瑶此时也是无奈的摇了摇头。都是这个孽徒造的孽。好好的一个女孩子，平白多了一个数千年的执念，当真是害人不浅。孽徒真是个惹祸精。我的身体怎么会打喷嚏？难道是有人在说我的坏话？就这体格子还能打喷嚏？我看八成是你师父念叨你呢，可能是想你了。要不回去看看他？算了吧，他给我赶出来的，我回去做什么？再说我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等忙完了我再回去看看他。到时候我让他知道我的厉害。大黄，你说我这算不算是光耀师门？光耀师门？我看你是准备欺师灭祖。身为徒弟，不尊重师傅，爱护师傅，反而天天想着怎么教训师傅，此等孽徒，不是欺师灭祖是什么？也就陈长安胆子大，仗着慕云瑶拿他没有办法，整天可有胡说八道。大黄可是半句都不敢掺和。当初不懂事，跟着陈长安口嗨了几句，那后果大黄现在想想都是浑身发抖。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似乎躲过了一次危机。算了，不讲了，反正我也死不了，我还是先去混乱之区吧。
混乱之区是一个道德沦丧、人性扭曲、毫无礼仪廉耻的地方，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前提你需要具备相应的实力才可以。难怪这里会变成这个样子，常年吸收这样的灵气，能有好人才怪。就算是一个正常人来到这里，时间久了，怕也会变成一个疯子。星儿，从现在开始，不要吸收外界的灵气。你已经服用过仙灵果，体内蕴含的灵气就足够你修炼用了，屏蔽自身对外界灵气的吸收。是，公子。进入了混乱之区后，陈长安这一路当真算是开了眼界了。遍地尸体，血流成河，相互厮杀的情况更是随处可见。陈长安来到这不归城，手上不知道沾染了多少人的鲜血。这不归城啊，倒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外面竟然有一道结界，能够大量的隔绝这血煞之气。城门处站着一群人，看起来应该是守卫之类的。知道规矩吗？什么规矩？果然是个生瓜蛋子。那我就跟你讲讲这不归城的规矩。想要进入不归城，先交1000中品灵石，这是入城费。其次，想要在不归城之中生活，每天每个人还要交100枚中品灵石。这就是不归城的规矩。但我们并不提供任何的保护，想要在这里活下去，还想要活命，全凭个人本事。现在你们还想要进去吗？当然要进，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哦，什么问题？他收费吗？狗不要钱。好，那我就交我们2神的入城费。啊，对了，在不归城每天的费用要交给谁？入城之后，你有2种选择，一种是在不归城购买房屋宅院，这样可以成为不归城的固定居民，费用减半；另外一种就是正常交费，在不归城的城南那里交。不归城这地方生死难料，所以大多数人都是一天一交，毕竟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天是不是还能活着。交了入城费之后，便直接进入了不归城。你说这小子能活几天呢？活几天？我看他今天都撑不过去，也不知道这小子怎么走到这里来的，还真是命大。在这不归城，没有实力，身上又有灵石，他不被盯上才怪呢。算了，不管了，这种事情又不是第一次。公子，这些人似乎都在关注我们。很正常，毕竟稀少的总会引人注目，在他们眼中，其实咱们是异类。还真是长见识了，这样的人也敢跑到不归城，他们是真的不怕死还是无知啊？一个超凡境1重，一个神通境9重，还带着一条狗，真是一个奇葩的组合啊！我看这女子年纪不大，应该是某些大家族之中的天才族人吧？这样的人，身上的好东西应该不少。你小子不要命了？大家族的人你也敢动啊？有何不敢呢？这里是不归城，谁知道是我动的手啊？说的有道理啊！前面这家客栈看起来似乎安静不少，走，快去看看。我操，他们怎么跑去这家客栈了？妈的，完了，还不如刚才就动手了，这下没机会了。这家客栈可不是谁都能进去的，他们是真的不怕死啊！我看是无知，什么也不懂。算了，都散了吧，没机会了。进入客栈之后，并没有小二上前招呼，客人也是只有3个人。当陈长安他们进来之后，3人不约而同的向着陈长安和顾仙儿看了过去。公子，这3个人给我一种很强的压迫感。周围都在化神境，而且不是初入化神境，应该都不低于化神境5重。哟，真是没想到，竟然还有如此生面孔来到我这快活楼，稀客，当真是稀客。陈长安也向着对方看了过去，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中满是涟漪。哼，还真是个俊俏的后生，老娘我还真是好多年没见过如此俊俏的小辈了。快过来，让老娘好好的稀罕稀罕。无形之中，陈长安感觉似乎有一种奇怪的能量在牵引着自己。媚术，这种东西对于陈长安来说完全无用。你怎么确定我就真的只是一个小辈呢？说不定会大到让你想象不到也说不定。这后生看起来只有超凡境1重的修为，却能够挡住我的媚术，这个人绝对不简单。莫非是隐藏修为，连我都看不穿？那他的真实修为，恐怕要在我之上，此人不能得罪。哎，我倒是真想见识见识，究竟有多大呢？我是来住店的，可不是来干活的。你这里还算清静，还有房间吗？若是小帅哥你能干活，说不定这费用啊，我都可以给你免了。不过，说到这里，老板娘看了一眼顾仙儿，把顾仙儿看的也是脸色一红，有些不知所措。算了，我也就不强人所难了。这里1天的费用是2000中品灵石，你要住吗？一天2000，这个还真是不便宜。
这不归城每个人每天需要交的治疗费，也不过是100枚而已。不要觉得贵，我这里的环境可是不错的呢。而且我这里有一个特权，凡是在我这快活楼里居住的人，不需要再缴纳不归城的滞留费。怎么样，有兴趣吗？这快活楼竟然还有如此特权，看样子这老板娘和不归城的城主怕是有些关系。灵石这种东西，陈长安并不缺，毕竟当年为了能够让他修炼，慕云瑶可是足足找了3条极品灵丸，全部挖空带回去给了陈长安。这里是1万中品灵石，先住5天。陈长安直接取出来了1万中品灵石，交给了老板娘。见到陈长安出手如此大方，丝毫没有在意的样子，老板娘更加确认这个陈长安绝对不简单。而前厅的那3位客人看向陈长安的目光也发生了转变。看什么看？在我这快活楼，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客官，咱们里面请吧。看看我这里的环境，1天2000中品灵石，不亏吧？确实不错，物超所值。哼，在我这快活楼里面呢，没有人会对你们动手，这一点我还是能够保证的。但出了这快活楼，可就不归我管了。你们初来乍到，还是小心一点的好，不然的话，姐姐我可是会心疼的。那如果让你保护我们，需要多少价钱呢？哦，想让姐姐给你当保镖吗？姐姐的价格可是很贵的哦。我觉得你会物超所值的。真会说话，这小姑娘就是这么被你骗到手的吧？前辈误会了，我只是公子的侍女。侍女，这般人物竟然只是一个侍女，还真是艳福不浅啊！身边的侍女都如此绝色。好了，我就不多打扰你们了，有事去2楼找我。等一下。怎么不舍得我啊？我想打听一下，在这不归城之中，谁的消息最灵通，知道的事情最多？消息灵通，这是想要打听消息了？哼，这我当然知道。对不归城最清楚、最了解的，当然是这不归城的城主修罗。所以，想要知道我想要的信息，就一定要见到城主。如何才能够见到城主？哼，这还不简单，直接杀上门去不就行了？老板娘说笑了，我可没有这样的实力。况且，我只是来打听一些消息，还有别的办法吗？城主修罗十分的神秘，不会轻易召见任何人。如果你想要短期内见到他，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成为紫金勋章的拥有者。紫金勋章？这紫金勋章是什么东西啊？在不归城之中，勋章代表着实力和地位的象征，是由城主修罗制定的一个等级制度，分别是青铜、白银、黄金、铂金、紫金5个等级。但是由于紫金勋章的条件十分苛刻，目前整个不归城还没有一位紫金勋章拥有者。城主修罗曾经说过，谁能够成为第一个紫金勋章拥有者，便会得到他的召见。条件很苛刻，究竟是多苛刻的条件才会让人无法完成？究竟是什么条件？首先，对方需要是一个新人，一个从未参加过勋章等级战斗的新人。第2点，时间限定只有1个月。第3点，修为不得超过化神境，也就是说，化神境之下的一个新人要在1个月之内从青铜一路冲击到紫金勋章。还有，勋章的等级制度，你成为青铜勋章拥有者之后，需要战胜100名同样的青铜勋章拥有者，才会获得晋升的机会。晋升的要求是挑战白银勋章拥有者，战胜晋级。后续的晋级也是同理，但紫金勋章的晋级是在战胜100名铂金勋章拥有者之后，城主府会亲自派出10名化神境巅峰强者，你需要同时和这10人对战，要么战胜，要么撑过1个时辰。怎么看，这城主修罗都像是在挑选什么人才，但他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怎么样，1个月的时间，你有把握吗？应该问题不大，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多人让我挑战。当然有，这不归城之中的人口少说也有上百万，还怕没人吗？如果你想好了，可以前往勋章战场进行登记。大王怎么样？能够感知到这不归城主修罗的气息吗？我又不知道对方是谁，怎么感知啊？这不归城中太乱了，倒是有几个比较强大的气息存在，可是不确定哪一个是不归城的城主，甚至可能这几个人都不是，对方也许此时并不在不归城中。看起来只好去参加勋章战场的比斗了。公子，不如我去吧，我的实力不足化神境，没问题的。你虽然缺少实战，但在这里你不太适合出手，还是我来吧。哟，来新人了！这个人我昨天听说了，新来的，居然还活着呢。昨天新来的，有点意思呀。他不会是想参加勋章战场的比斗吧？年轻人还真是有胆量，就怕是不能活着从擂台上面走下来了。我要登记一下，参加勋章战场的比斗。
啊，我想问问，现在这里的青铜勋章拥有者有100位吗？这小子什么意思呀？这是想要晋级？放心，人绝对有，就看你能够撑到什么时候了。能不能安排他们一起上？我怕浪费时间。一起上？狂妄！你以为自己是谁啊？就这么瞧不起我们青铜勋章的人吗？你不也是青铜勋章？有什么好狂妄的呀？可以这么做吗？这小子是真的有本事，还是在这装叉呀？以前没有过先例，但如果你想的话，需要问问这些人同不同意。我们不会强制要求其他勋章拥有者进行比斗。如此看来，只要这些人同意就可以了。我一根手指就可以灭掉你们这里所有人，你们信吗？啊，一根手指？狂妄，简直太狂妄了！一个超凡境1宠，居然就敢如此狂妄，真当自己无敌不成？找死！谁也别跟我抢！这小子明明是我的。多点就多点吧，反正都是一个结果。随后伸出一根手指，随手一挥，一道剑气死了，全死了！居然真的只用了一根手指！怎么晋级？这是你的晋级证明。谢了。我明白了，他是奔着紫金勋章去的。这小子是打算在1个月之内冲击紫金勋章。紫金勋章？就那小子？妈的，紫金勋章可是要同时面对10位化神境巅峰，这怎么可能完成啊？别说是晋级紫金勋章，在铂金勋章之中，能够完成100连胜都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要不然去看个热闹？哎，走，这种热闹可不多见。这个陈长安是真猛啊！1天之内直接晋级到了铂金勋章。这算什么？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一路秒杀晋级啊！也就是说，铂金之下没有人是他的一合之敌。哟，这不是咱们不归城如今的风云人物吗？回来了。你对我的事情还挺关心啊，有想法？哟，你现在才看出来吗？怎么样，今天有没有时间？要不要我陪陪你？陪？算了吧，这娘们可不像什么好人，就算没有坏心思，但绝对另有目的。有件事情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今天我想要继续挑战的时候，勋章战场的负责人不允许？当然不会允许，你这1天时间就把整个勋章战场搞乱了。况且铂金勋章的战斗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安排的，重点是你现在可是一个香饽饽，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奔着紫金勋章去的，这个时候开个盘口岂不是大赚一笔？而且那些铂金勋章拥有者也不会经常留在勋章战场，需要提前去跟他们打个招呼。我估计3天的时间应该就可以接到通知了。你对这些情况这么了解，你和这不归城的城主关系匪浅吧？想要打探我的情况吗？只要你乖乖的从了我，我保证什么都告诉你，好不好？只可惜这种诱惑对于陈长安来说实在是没有用处。想当年慕余瑶为了锻炼陈长安的意志力，那可是用尽了手段。同样陈长安也在这个过程之中吃尽了苦头。唉，真是可惜，我师父已经好久没有再锻炼我的定力了，真是怀念。说起来，那段时间的日子真的很精彩，虽然每天不是在挨揍，就是在挨揍的路上，可过程是美好的。这小子就这么看不上我？我的魅力就这么差，你居然还有功夫去想其他的事情？哼，不知好歹，真以为老娘看上你了不成？女人果然都是神奇的生物，这就发脾气了。这个陈长安，你们调查的如何了？回禀城主大人，陈长安此人来历不明，我们只调查出他是最近才出现在混乱之区的。此人不管是身份还是实力，都让人捉摸不透。但听说他来到这里，似乎是为了打听什么消息，所以才想要获得紫金勋章。打听消息？我知道了，你们下去吧，继续调查，并且关注陈长安的一举一动。是，城主大人。就在他离开不久后，陈长安带着大黄出现在了这木屋前。大黄，就是这里吗？应该就是这里。我怎么感觉这个地方有些不对劲儿？住在这种地方，刚才确实有人在这里，不过应该已经离开了。看起来咱们来晚了一步。你说这个人会是不归城的城主吗？他就是陈长安，居然真的如此年轻。没错，而且他的修为测试是超凡境1宠。超凡境1宠，以无敌姿态晋级铂金勋章，这简直恐怖啊！就是你今天在勋章战场耀武扬威吗？不错，有点本事。只可惜想要成为紫金勋章的拥有者不是那么容易的，我这一关恐怕你就过不去。这是严雄，他回来了！完了，这严雄都出现了，看样子这个陈长安的好日子
真的是走到头了。洞虚境，这还玩个屁呀！谁能打得过这种境界的铂金勋章拥有者？10年时间才从化神境9重巅峰突破到洞虚境，你也不怎么样吧？好狂妄的口气！就算我真的不怎么样，也不是你能够应对的。今天不与你一般见识，我在勋章战场等你，我会让你知道嚣张的下场是什么样子。那你可得好好见识一下了。你不去的话，我会赢得很轻松，很无聊的。好，我记住了，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连一场战斗都撑不下来。这人有病吧？过来就是为了装个逼，还是为了告诉其他人他严雄回来了？是不是脑子里面血煞之气太多，变成了傻逼了啊？大黄在一旁十分认同的点了点头。傻子，来给爷磕一个，磕一个我就给你东西吃。对，用力用力！那傻子目光浑浊，脸上带着傻笑，完全不懂别人的恶意，只知道别人说什么自己就做什么。好熟悉的一副面孔啊！这不会这么巧吧？真的这么快就找到了？当真是转世吗？当陈长安出现的那一刻，那几名少年也是一愣。您有什么事情吗？你们认识他吗？我问你们啊，你们认识他吗？我们也不认识他，就知道他是一个傻子，每天没事的时候过来逗逗他。大人，我们没害过他，而且我们每天都会给他吃的。我们最多就是戏耍了他一下而已。不认识？难道他不是这不归城土生土长的人？可如果是这样，一个傻子怎么可能进入不归城啊？愿意跟我们走吗？有衣服穿，有东西吃，以后不需要再受欺负了，愿意吗？也不知道是因为有衣服穿有东西吃，还是不需要受欺负的原因，少年竟然对着陈长安傻笑着点了点头。既然愿意，那就跟我走吧。出去一趟还收了个乞丐，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情？哦，你这大名人也有麻烦我的事情吗？说说看。你在这里比较熟，能不能帮我调查一下他的身世？调查一下他的身世？陈长安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难不成和这个傻子还有什么渊源？可以，我会帮你调查一下，但不保证能够调查得出来。多谢。行，用不用我让人给他买几件衣服，准备些热水啊？好，零食一会儿我会付给你。不用了，这也不需要多少零食。公子，你这是？我怀疑他是无名刀的转世之人。转世之人？这也太巧合了吧？因为长得很像吗？可是这世上相似之人应该也有吧？大黄，能不能看看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或者有什么办法能够辨别出他和无名刀之间是否有联系？无名刀当时是不死境的修为，按理说这样的修为的人转世之后，有一定的几率会觉醒前世的记忆，就算是没有觉醒，也不应该变成这痴痴傻傻的模样才对啊。要不然出生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问题，还有无名刀死前灵魂受到重创，所以想要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无名刀，需要先将他治好才行。我刚才检查了一下，这小子确实灵魂受损，而且这么多年来，他一个毫无修为的人，也受到了很重的血煞之气影响。你不仅仅要修复他受损的灵魂，还得排除脑子里面的血煞之气，你有办法吗？陈长安眉头微微一皱，随后开始翻找自己手上的存货，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修复灵魂。真是奇怪，怎么会没有这方面的东西？自己这么多东西，怎么会一个修复灵魂的宝贝都没有？慕云瑶曾经说过，陈长安的灵魂十分强大，精神力更是达到了变态的程度，所以他毫无修为的时候便能够使用纳戒这种东西。也正是因为如此，慕云瑶从来不担心他的灵魂受损，也没有给过他相关的宝物。啊，你什么时候过来的？你还真不怕有危险？你究竟是心大还是无所顾忌？我死不了。陈长安很认真地说了这么一句实话，但是老板娘却是并不相信，只认为他在开玩笑。你让我调查的事情已经有消息了。啊，这么快？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想要调查一些消息，还需要几天时间不成？这小子是不归城出生的，挺可怜。他父母被杀这一天，也是他出生的一天。因为不归城有新生儿保护的规矩，所以他留下了一命。但随着年龄增长，收养他的人发现这小子痴痴傻傻，就给他赶走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不归城之中流浪乞讨，能活到这么大也是不容易啊。至于他痴傻的原因，有可能是在娘胎里面受了重创，加上这么多年血煞之气的影响。你想要治好他的痴傻？不过我手上并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啊。这样啊，那我倒是可以给你想想办法。啊，你有办法？
这个女人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她难道还有其他的目的？不归城的城北有一个拍卖场，那里或许会有你想要的东西。不过最重要的是，他脑子里的血煞之气，这东西可不容易清除。想要彻底清除的话，你需要找到一个东西——生死林中的青煞草。青煞草？难道是这混乱之区中特有的存在？这青煞草是生死林独有的东西。生死林之中，血煞之气冲天，一般人进入其中根本就无法活着回来。大多数人都会因为这冲天的血煞之气变得疯癫，加上里面危险重重，所以很少会有人去那种地方。青煞草在这种环境之中生存，却不会受到一点的影响。所以青煞草拥有一种特殊的功效，那就是服用之后可以将身体之中存在的血煞之气完全清除吸收。这还真是一个不错的东西，可为什么一定要去生死林？难道拍卖场没有啊？这青煞草拍卖场没有？看来你对这血煞之气真的还有些不太了解。这些东西虽然对人的意志有影响，对身体也有一定的危害，但不可否认，血煞之气也能够提升部分的战斗力，只要合理的运用得当。但是青煞草会彻底清除身体之中的血煞之气，且生死林危险重重，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搞到这么一个东西。就算放在拍卖场，也不会卖得出好价钱。所以为什么要弄这东西呢？生死林距离不归城有多远啊？速度快一点的话，1天的时间就能赶到。只不过进得去，多久才能出来，这恐怕就有些不好说了。你真的要为了这小子去生死林冒险吗？那地方普通的洞虚境都不愿意去啊！你才超凡境一重，当真不怕死？就算陈长安真的有隐藏实力，可为什么要为了一个毫无关系的人去冒险呢？这是我欠他的。欠他的？陈长安这样的人，怎么会欠一个傻子这么重的债啊？大黄、星儿，你们两个留在这里吧，帮我看着他点。我先去一趟拍卖场，再去一趟生死林，争取3天之内赶回来。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不拦着你们公子，就不怕他有危险吗？公子的决定，我一个侍女只有遵从。况且，我相信公子。生死林不管多可怕，也拦不住此时的陈长安。他想做的事情，谁也拦不住。拦不住就不拦。那，这狗说话了？你竟然会说话？你不是普通的狗？当然，我大黄前辈是狗王。狗王吗？还真是没有听说过。不过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就是不知道这位狗王你是几阶妖兽啊？几阶妖兽？你他妈才是狗王！你全家都是狗王！马老，陈长安想要见你，好像是有事儿。陈长安，带进来吧。是。这就是如今闹得沸沸扬扬的风云人物，超凡境1重，身上却带着铂金勋章。不得不说，这太过于引人注目了。你就是陈长安，找我有事？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拍卖场之中可有修复灵魂的宝物？修复灵魂的宝物？你不了解拍卖场的规则吗？所有物品不允许私下交易，都要通过拍卖的形式获取。虽然你是铂金勋章拥有者，拥有特权，但也没有私下交易的权利。我问的是有没有？你听不懂人话吗？果然是个狂妄的小子，真以为自己有点潜力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不成？好，好，好，传闻果然不虚，陈长安，你果然够狂妄。但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你还敢在这里撒野？我只知道这里是拍卖场，是做生意的地方。你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吗？这就是你们这里的待客之道。你想要的东西，我们这里有，不过此时恐怕已经开始拍卖了。近期这样的东西就这一个，能不能够买到手，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没什么事就出去吧。已经开始拍卖了。哼，狂什么狂？有你哭的那天。要不是因为3天后的事情闹得这么大，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一下不可。5万中品灵石，现在有人出价5万中品灵石，还有没有继续出价的？诸位，这捕灵草虽然并非什么至宝，但对于灵魂的修复可是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要知道我们修炼之人，如果灵魂受损，恐怕终其一生都无法再寸进半步。这东西可绝非无用之物呀！本拍卖场如今只有这一株捕灵草，机会难得，错过了可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6万，我出6万中品灵石。7万，我出7万。哼，我出10万中品灵石。就因为他短短的几句话，如今价格不断的攀升，此时已经达到了20万中品灵石的价格。20万中品灵石，还有没有要出价的了？真的没有人再出价了吗？20万中品灵石1次，20万中品灵石2次，20万中品灵石1万啊！1万，这他妈是故意来闹事儿的吗？
在这拍卖场闹事儿，这可是不归城城主麾下的拍卖场，在这儿闹事，不想活了吗？这么年轻的铂金勋章拥有者，此人是谁啊？好大的口气啊！我去，陈长安啊，他就是陈长安。这小子越来越狂了，在这种地方都敢捣乱，不知死活罢了。我倒要看看他最后如何收场。这位客官，刚才我们这捕灵草的价格已经拍到了20万中品灵石，你这1万恐怕是不够的。如果真的想要购买的话，可以重新出价。就1万，不过我说的是1万上品灵石。1万上品灵石，这小子是疯了不成？这也太卖价了吧！这可是1万上品灵石，兑换成中品灵石的话，那可是100万呢。100万就买这么个破玩意儿？您确定是1万上品灵石？我确定。好，1万上品灵石1次，1万上品灵石2次，1万上品灵石3次，成交。这株捕灵草就属于这位客官了，还请您支付一下灵石。好。对了，由于您是铂金勋章拥有者，可以享受2成的减免，所以只需要支付8000上品灵石即可。妈的，他居然有这么多灵石啊！这小子到底懂不懂什么叫低调呀？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就不怕死吗？哼，最近风头正盛，怕是有些飘飘然了。等到他冲击紫金勋章失败之后，会有大把的人对付他。让他先得意得意吧，以后他就会知道自己的下场会有多惨了。按照老板娘所说，青煞草通体白色，在这生死林之中算得上是一个异类，应该不难寻找。啊！突然就在陈长安前行的时候，数道红色身影出现，围绕在了陈长安的四周，竟然完全和这里的气息所融合。陈长安发现这几道人影出现之后，又再度消失不见，而且他们的颜色和这里完美的融合，就连气息也是如此。陈长安猜测，这恐怕是血尸，那些生前进入到生死林的人类，死了之后，慢慢的被这里的环境所影响，最终变成了这副模样。真是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血尸？真那么多人进来找死吗？陈长安发现，越往后血尸的数量居然越多，从最开始一次会碰到3、5个，如今变成了10多个的一起出现。粗略的估算了一下，陈长安这一路飞过来，杀掉的血尸数量恐怕也有数百个了。只不过这青煞草真的存在，为什么一直都没有看？就在陈长安思索之际，突然发现前方有些不太对劲儿。什么情况？难道是已经走出这生死林了？穿过一片血红色的林海，陈长安发现这是一个十分正常的区域。陈长安，你怎么也来了这里？师傅，你怎么在这儿？你还好意思问？还不是因为你们陈家这位才神通境9重，就敢跑到这生死林之中。陈家的这位啊，云轩什么时候来中天域啊？还跑到了这混乱之区。如果我没有记错，按照时间来推算，陈云轩如今刚刚参加完4域会武吧。凭借他的实力和速度，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出现在这里。你们两个到底是谁啊？陈长安，有本事了，现在连你师傅都开始怀疑了，是不是还要我跟你解释一番？如果能够解释，是自然再好不过，否则的话，我真的不相信你。你这个孽徒！也罢，那我就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你的仙灵果，这小子修为直接突破到了神通境9重，根本就不在意什么4域会武了。他一心一意就想着要来中天域，结果被人骗到了这混乱之区。我原本跟着你在不归城的附近，因为发现了这小子的气息，所以跟了过来。也好在是我过来了，否则你们陈家这位天才就要变成这里的血尸了。所以师傅，你真的一直跟着我？废话，从未离开过。师傅，那这里是什么情况？生死林之中还存在这样一个平静之地？当然不是生死林之中存在的，是我开辟出来的一个临时空间，也就你小子体质特殊能够进来，换了别人看得见却进不来。哦，原来是这样。他的情况怎么样？有我在，死不了，不过需要恢复一阵子，血煞之气对他的影响太大了。这里的青煞草应该有用，不过我还没找到。确实，青煞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只不过……陈长安看了一眼陈云轩，找不到就不找了吧。不找了？你有其他的办法？当然有，我现在就可以帮他。一道剑气没入到了陈云轩的额头之上。你做什么，陈长安？你疯了！这是你陈家后人。我陈家后人这么多，死一个算得了什么呀？我看他也很痛苦，就帮他一把。况且，他真的是我陈家后人吗？陈长安，你认为我是在骗你？你在胡闹什么？你连师傅都不信？我当然相信我师傅，只可惜你不是。
我都已经解释清楚了，这小子竟然还敢如此对待我，当真是要大逆不道不成？陈长安，你当真要欺师灭祖不成？但你也别忘了，我究竟是什么样的实力，你这是在找死！我当然知道我师父是什么实力，只不过你们，那就要试试看了。他也不再废话，直接出手。好，差点忘了，这里是你的幻境，想要在这里杀了你，太不容易。你究竟是怎么发现的？你的解释其实都还说得过去，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你知道你错在了什么地方吗？什么地方？我师父从不解释，他只会回我一记飞脚。什么？从不解释？就算被你发现了又怎么样？你以为自己还能够从这里走得出去吗？进入到我的幻境之中，只有等你死的那一天，你才能够出去。死的那天，你能够将我带入你的幻境之中，你已经很厉害了，但也仅此而已。想杀我，你还不够格。这怎么可能？你的灵魂……陈长安的灵魂十分强大，当他想要从这个幻境之中离开的时候，对方根本就拦不住，反而对方的灵魂受到了极大的重创。当幻境破灭的那一刻，陈长安发现自己面前的是一棵巨大无比的猩红树，看起来这棵猩红树应该就是这生死林之中最恐怖的存在了。能杀就杀，杀不死的就带入到幻境之中慢慢耗死。不得不说啊，你的想法不错，只可惜这一次你遇见了我。别杀我，我还不想死。不想死也可以，我来这生死林也不是为了杀你而来。青煞草在什么地方？我需要青煞草。我知道，这生死林之中的一切我都知道，我现在就帮你找青煞草。算你识相。不一会儿，一个血尸带着几株青煞草跑了过来，放在陈长安面前，直接转身离去。这生死林之中的一切，你都能够控制命令？是，这些血尸都是我的控制，其他的猩红树也听我的命令。很显然，这一棵猩红树应该就是这生死林之中的王者了。我进入幻境多久时间了？不到1天的时间。啊，这么久？我现在就走，给我让出来一条路，别浪费我时间。走？这就走了？猩红树王巴不得陈长安快点离开这里，否则的话他总是提心吊胆啊。好，我这就安排。走了，我们应该没有再见之日。好。嗯哼。不好，我会想念您的。陈长安笑了笑，也没有继续吓唬猩红树王，身影一闪，直奔不归城的方向飞去。你们下注了吗？这是当然，你们没下吗？下了，而且我押的是陈长安灵胜，赔率很高，我感觉自己发财的日子要到了。你就这么瞧不起这个陈长安？自然不是，陈长安能够在1天之内冲击到铂金勋章，那必然是有他的过人之处的。不过我和刘岩说好了，他先动手，给陈长安一个下马威，让他第一场就输。你应该知道刘岩的脾气，陈长安输了就等于是死了。一个死人还会有胜出的机会吗？啊，刘岩第一个出手吗？可是陈长安倒是危险了啊！不行，我也去压一下。那个陈长安还没到啊？还没有消息，不知道这小子为什么突然要跑去生死林，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够回来。事情闹得这么大，要是不回来，这可如何收场啊？城主为什么一定要闹得这么大？城主对这个陈长安如此有信心吗？城主的事情也是你能够多嘴询问的，让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又没有规定今天什么时候开始。等。是，魏大人。快活楼，大黄前辈，听说不少人都已经去了勋章战场，公子怎么还未归来？慌什么呀？陈长安一定会回来的，等着就好。会回来的，等着就好。你这小子，若真是无名刀，等你恢复记忆的那一刻，知道了自己这般模样，会不会直接再死一次？要是我可是有点接受不了。再死一次，再死一次！我靠，这话可不能说，忘掉这句。忘掉这句，忘掉这句。都已经傻了，哪里还知道什么是生死呢？尿尿，我要尿尿！这小子还真是不讲卫生，比我都随意。你给我去茅房去。算了，还是我送你吧。啊？你怎么来了？陈长安要不在，我不吃你那一套。送东西的，刚才有人让我将这2样东西送过来，说是陈长安让你先将那少年治好。啊？陈长安回来了？陈长安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勋章战场，你不打算过去看看吗？看，我看了没什么意思，反正结果又不会有什么悬念。你对他就这么有信心？关你屁事！你要想看自己去，别打扰大爷办正事儿。好，
那就不打扰苟言，你办正事了。陈长安，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不是说陈长安回来了吗？人呢？对啊，陈长安的速度怎么也会比消息传递的速度快才对。难道是有其他事情耽搁了？不清楚，但既然回来了，总会过来的。等吧。谁也没有想到，陈长安居然是没有跑去参加比斗，而是先去了勋章战场的盘口。现在还能下注吗？赔率这里都有，想要下注自己选择一个，零食交上来就可以了。陈长安晋级紫金勋章，1赔1万，这赔率还真不错。确实不错。怎么，你有兴趣？有兴趣就下注。好，那我就买陈长安晋级成功1万，极品零食1万。行了，自己随便填个表吧。要我说，你这1万……说着说着，管事的突然是察觉到了不对劲儿。1万什么？1万极品零食？你确定要押注1万极品零食买陈长安晋级？没错，就是1万极品零食。这些零食你收好了，希望你们不归城有这么多的极品零食支付。牛呀，这也太牛了！你就这么确定陈长安一定会晋级？我相信的，就好像相信我自己一样。好，这单我接了，1万极品零食，而且还是稳赚不赔，这样的买卖怎么可能会不做呀？如此年轻的铂金勋章拥有者，这个人是……你是陈长安？陈长安这是自己压自己赢，难怪他会说出刚才那一句话，他确实相信自己啊。告诉你们撑住，把极品零食准备出来，我一会儿会来收债的。他就是陈长安，看起来好年轻啊，如此年龄就有这般实力了吗？好戏终于要开始了，我真的很期待啊！陈长安究竟能不能晋级成功啊？虽然我觉得此人十分嚣张吧，但是我更希望亲眼见证一位紫金勋章拥有者的诞生。是啊，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严雄，你当真不先出手吗？如果你不出手的话，恐怕就没有机会教训这小子了。对付这种人，还需要我出手？你想出手，尽管出手便是，不过最好不要直接杀了，戏耍一番，岂不是更有趣？好，那我就好好的戏耍他一番。时间不早了，那就开始吧。是，魏大人。我操，怎么会是刘岩？第一场留言就上了。刘岩是谁啊？刘岩你都不知道，这可是铂金勋章之中的一位佼佼者，修为已经到了化神境7重，实力十分可怕。我去，第一个就是化神境7重，那陈长安不是输定了？这还用想吗？这些人压根儿就没打算让陈长安笑得太久，这是要第一场就直接将他扼杀呀。那我下注陈长安今天能够10次胜出，岂不是没什么希望吗？啊，你对陈长安就这么有信心啊？还10次胜出，他能不能从刘岩的手上活下来都是一个未知数啊！完了完了，我可是把所有的家当都押上了。刘岩的出场让不少人都是欲哭无泪。能够走到这里，闹出来这么大的动静，你很不错。可惜你的人生也只能够止步于此了。年轻人，我很看好你，但你也不过如此。可我觉得你不怎么样。小子，蹬鼻子上脸是吧？老子跟你客气客气，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本打算留你一命，既然你这么不知好歹，那你就去死吧。刘岩目光一冷，身上的血煞之气突然暴增，整个人的气息都变得恐怖了起来。不是吧？这刘岩上来就这么认真，这是打算直接秒杀陈长安啊？居然连血爆都用了出来，陈长安危险了。想不到刘岩竟能够如此熟练的运用血爆，天赋果然不一般。是啊，这血爆要是修炼不好的话，可能会遭到反噬的。这刘岩对于血煞之气的控制一定是有某种办法，没想到叫血爆，看起来应该算是一种特殊的功法，专门针对血煞之气的。血爆有点意思，短时间内爆发血煞之气，提升自己的实力吗？我倒要看看这能够让你变得有多强。见陈长安如此无视自己，刘岩的眼睛开始慢慢的变得通红，心中的愤怒让这血煞之气变得越发狂躁。果然，这种功法一定存在着缺陷，那就是所有一切的负面情绪。当负面情绪出现的那一刻，血煞之气就会受到影响，从而让原本冷静的自己变得冲动起来。我杀了你！我操！我看到了什么？妈的，我不是眼花了吧？陈长安竟然真的这么恐怖！只见陈长安站在原地不动，任由刘岩疯狂地对自己进攻。最可怕的是，不管刘岩如何攻击，陈长安一动不动，更是毫发未伤。有趣呀！这小子肉身的抵抗能力，恐怕普通的洞虚境都伤不了他。难怪他这么自信，单凭借这个本事，就算不赢，
但也会立于不败之地啊。魏大人，这陈长安的肉身当真如此强悍？可就算如此，如果他的实力不相符的话，他也很难完成百连胜吧？毕竟战平可不算数。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肉身既然这么强，那攻击力绝对不会差。但是陈长安从来没有近身战，看他上一次的战斗情况，他似乎主修剑道。放着强大的肉身不用，主修剑道，这不是本末倒置吗？按理说，陈长安这种体质属于是天赋异禀的，如果走的是肉身修炼之道，应该会事半功倍。怎么偏偏选择了剑道？还是说他依然有所隐藏？谁都不知道陈长安的肉身强，那是扛揍，谁都没有办法对陈长安造成任何的伤害。同理，他的肉身也无法对别人造成伤害，否则的话，陈长安不需要修炼便可以无敌于世间了。混蛋！混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血煞之气在这一刻彻底将他反噬，整个人充满了戾气，理智也已经完全消失。很好，保持这个状态，继续。我看看陷入疯魔之后，你的战力会不会提升？狠，太狠了！陈长安这是在攻心呐！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刘岩已经完全被血煞之气侵蚀，完全没有了再清醒过来的可能。差不多了，你可以去死了。与此同时，一道剑气突然出现，直接刺穿了刘岩的脑袋。第一战，陈长安胜。胜了，陈长安竟然胜了！对于那些看客来说，最大的伤害无非就是压住的问题，输多赢少，但不致命。可对于铂金勋章拥有者来说，接下来的比斗，他们又应该如何面对呢？怎么没人上去了？不是吧？这些铂金勋章拥有者就这么怕了？不对吧？应该还有比刘岩强的人吧？难道他们也担心不是陈长安的对手？我靠！不会打了一场后，所有人都认输，陈长安直接100连胜？那他妈我可赚大发了！我压了陈长安50连胜，我这是要发呀！我操！你他妈压了50连胜，你就这么有信心？没有呀，赌博嘛，胆子大一点，说不定就翻身了，不是吗？事实证明我没有压错。这些铂金勋章拥有者，平时一个个都嚣张的不行，天不怕地不怕，都觉得自己不输给任何人。怎么事到临头，反而一个个都怂了？第二场比斗，难道就没有人敢上去吗？魏风堂的一句话让众人都是心头一震，谁都听得出来，这位的语气可很是不善啊。妈的，死就死吧，过来！陈长安这个王八蛋，他就是一个畜生，胜了，连胜，他他妈都已经80连胜了，势不可挡，势不可挡！我所有家当都没了，我连明天的滞留费都交不起了，我他妈要流浪了！80连胜，你去的是80连胜？这怎么可能？陈长安就算再变态，可这才多长时间，怎么可能80连胜啊？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陈长安，你什么手段让这群心高气傲的铂金勋章拥有者纷纷认输？无敌之资。无敌之资？哼，有意思。这陈长安，我是越来越感兴趣了。看样子，能够阻挡陈长安获得100连胜的只有严雄了。你说他有这个能力吗？这属下不知。算了，你先下去吧。这么久了，陈长安应该连胜的次数更多了吧？第99场，陈长安胜。严雄此时也是倍感压力，他怎么也想不到陈长安竟然真的可以走到这一步。陈长安，真没想到你居然可以完成99连胜的成就。其实，如果我想的话，我也可以，只不过我已经没有了冲击100连胜的必要，所以才让你成为了第一个。你明白吗？你这么说，是不是想要告诉别人，你并不比我差？其实你心中正在害怕会输给我。你之所以会这么说，就是想要告诉其他人，虽然你会输，但你依然有99连胜，甚至是100连胜的实力，为自己挽回一些颜面，对吗？这小子怎么会通过一句话就能联想到这么多的？你他妈就不能简单一点，善良一点吗？陈长安，我承认你是个妖孽，战力逆天，肉身惊人，但你的修为毕竟只有超凡境。你知道什么是洞虚境吗？你知道洞虚境有多么强大吗？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无知才会让你无畏。奉劝一句，若是想要活命，最好老实低调一点。严雄怕了。真的有实力，就不会这么多废话。别浪费我的时间了，动手！陈长安，你给我去死！严雄怒吼一声，直接就要施展血爆来提升自己的战力。然而这一次，陈长安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轰的一声巨响，
一道道金色剑气从他的身体之中迸发而出，最终整个人四分五裂，死无全尸。秒杀，竟然是秒杀！陈长安以超凡境一重的修为秒杀了洞虚境一重的严雄，这……下辈子一定要记得，这种需要时间蓄力的招式，没有人会选择等着你，要么提前施展，要么不用，不然的话，你还会死得很惨的。第一百场，陈长安胜。当结果公布的那一刻，整个勋章战场都沸腾了起来。陈长安，恭喜你获得了铂金勋章战场百连胜，你的天赋，你的实力，足以惊艳整个太玄境。这一点，我相信在场的所有人都会认同。听到这句话，不少人都赞同的点了点头。你们记得人榜排名之上有陈长安这个名字吗？不记得，超凡境排名太靠后了，谁会记得这么清楚？这倒也是，虽然排名不靠前，但是陈长安的实力绝对可以登顶第一名。啊，若是陈长安3年之内修为不断突破，人榜第一，必定非他莫属。唉，我可以继续完成晋级吗？不是说只要挑战10位胜出，或者撑过1个时辰就可以？不错，这就是晋级的条件。只不过这件事情，我还需要和城主汇报一下。至于什么时候安排你进行最后的晋级挑战，我们会再通知你。不在同一天进行吗？你不用多想，只是因为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我们真的没有准备。好吧，那我就等你们的消息。啊，对了，我参加比斗之前，在你们的旁口下了注，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结算？这个很简单，马上就可以。你下了自己百连胜？当然，难不成下自己输吗？我可是下了血本了，1万极品灵石，你们可不能赖账。放心，我们不归城绝对不会。等等，你说什么？你下了1万极品灵石？1万极品灵石，这可是1万极品灵石啊！这他妈要赔多少呀？整个不归城加起来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的灵石吗？不知道你压的是？哼，我压了我成功晋级紫金勋章，这可是他们的1比1万的赔率啊！这样的赌注你们也敢接？1万极品灵石，你们脑子冲了！1亿，这他妈可是1亿极品灵石啊！我的乖乖，我这辈子还没见过极品灵石什么样，陈长安这场赌注就赚了1个亿。完了，这不归城以后不会改姓了吧？1亿极品灵石，这城主不得赔的裤衩子都不剩了？我这要怎么交代啊？这城主还不得扒了我的皮？1亿极品灵石，这他妈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啊！啊，不对，陈长安，你刚才说你下注的是自己晋级紫金勋章对吗？不错。好，那就好。你如今还不是紫金勋章拥有者，你还没有完成最后的挑战，所以这赌注嘛，自然而然也就不能现在赔付给你。等你成功晋级，我们城主府自然会将赌注支付给你。多等几天也可以。这一下，我觉得最终的晋级赛恐怕会变得更加有趣了。为什么呀？你想啊，城主想不想赔1亿极品灵石啊？当然不想，傻子才想。所以想要不赔，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陈长安无法成功晋级。虽然有些可惜，但这可是1亿极品灵石啊！你的意思是说，城主府恐怕会派出来实力更强的人来对付陈长安？没错，必是如此。恭喜恭喜，陈长安，你如今可是这不归城之中当之无愧的传奇了，以无敌之姿完成铂金勋章百连胜，你还真是个变态啊！现在恭喜为时过早，我并没有晋级成为紫金勋章拥有者，也只差最后一步了。东西送回来了吗？我朋友的情况怎么样？你自己回去看看吧。好。公子，成功了吗？还差最后一步。大黄，那小子呢？灵魂修复成功了吗？成功了，血煞之气也成功清除了。不过，可能他需要沉睡2天才会苏醒，但我不确定他是否能够想起来曾经的事情。或许会，或许不会。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希望一切能够如我所愿吧。若此人真的是无名刀，我会让他恢复从前的一切，天赋、实力、自信。我要让他亲眼看到奉天皇朝的灭亡。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奉天皇朝啊？现在还不是时候，时机成熟的那天，我定然会去。会喝酒吗？喝酒？为什么听到对方说出这番话之后，我的内心有了一种冲动，我想痛饮300杯。果然是你。听到这话，陈长安可以肯定，这少年应该就是无名刀的转世之身了。
或许因为当初灵魂受损太严重，加上转世之后的经历，让他已经无法去记得太多上一世的事情。但有些特别深刻的记忆，似乎还会影响到他。星儿，公子请吩咐。准备酒菜。是。有名字吗？没有，我的记忆之中并没有名字，但是我记得一个刀字，不明白什么意思。刀字，无名刀的刀吗？我给你取一个怎么样？好。少年点了点头，不知道为什么内心深处就是莫名的信任陈长安。无名刀，你觉得如何？无名刀，亲切，熟悉，似乎这本应该是属于我的名字。好，我以后就叫无名刀。不多时，快活楼将酒菜送了过来。陈长安和无名刀两个人也是推杯换盏。陈兄，能再见到你，真好。在无名刀不省人事之前，他说出了一句潜意识里面的真心话，或许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这句话从何而来。是啊，能够再见到你，真的很好。有些事情没有必要说，或许让他自己去寻找曾经的记忆才会更好。无名刀这小子应该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你觉得呢？确实如此，无名刀的路应该要让他自己去走，让这小子走一条新路，还是旧路？新人走新路，这样才合理。他是无名刀，但不是曾经的无名刀了。或许他自己也会做出一个选择。明天问问这小子不就好了？明天问问他。啊，对了，你晋级紫金勋章的事情还没有消息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能不能晋级紫金勋章，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别忘了，我的目的是见到城主，询问消息。我不相信他真的就会一直躲着不出来见人。就在陈长安和大黄聊天之时，快活楼的老板娘又一次的找了过来。我说老板娘，你们这里就我一个客人吗？哎，你不会真的喜欢我吧？暗恋我啊？陈长安笑着调侃了一句：老娘还用暗恋吗？只要你愿意，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推倒办了你。我又不是你的那个小侍女，天天扭扭捏捏的，喜欢也不敢说。你以为谁人都如你一般啊？说吧，这次过来又有什么事情？哼，我这般又如何？陈长安，你瞧不起我啊？这娘们闹着玩怎么还认真了呢？她竟然真的有些生气了。绝无此意，不过是句玩笑话罢了。若有冒犯之处，还请老板娘见谅。算了，懒得跟你计较这些。城主府的人来消息了，3天之后城外进行紧急战。城外？这是担心殃及池鱼啊！看起来这一次城主府那边派出来的10名选手，恐怕实力都不会太弱。你消息这么灵通，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没有？内部消息？我怎么可能会有城主府的内部消息呢？你太看得起我了。是吗？看样子只能够等到那一天，才能够知道对手都是什么实力了。这城主府真的如此行事啊？不是吧，派了这10人出战，这真的是脸都不要了。哎呀，没办法，在人家的地盘就得听人家的安排，妖孽如陈长安也不例外。看起来这城主修罗果然看得起我陈长安，这样的阵容确实不错。陈长安，这一切都是城主的安排，我们也没有办法选择。你想清楚了吗？如果一旦接受，你将会面对我们10个人的联手进攻。你已经博进勋章100连胜了，说在这里也没有人说什么。你现在如果想要放弃，还来得及。放弃？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城主1个时辰应该也算通过吧？城主1个时辰。威风堂突然心头一震，他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难不成陈长安有信心凭借着肉身就能够扛得住他们10个人联手进攻1个时辰？但我今天真的没有什么心情慢慢的浪费时间。正好我也想知道我真正的实力究竟到了什么地步。诸位准备好了吗？什么意思？陈长安之前从来都没有动用过真正的实力，他一直都有所保留。好生狂妄，不过超凡境1宠，还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不成？不可大意，别忘了严雄可是被他秒杀的。哼，不过是秒杀严雄罢了，我也能做到。所以这不等于他的实力和你相差无几了吗？就算是这样又如何？他面对的可是我们10个人，他还能一击将我们10人全部击败不成吗？相比较其他9人的愤怒，威风堂就显得兴奋了起来，因为他在这一次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试探出陈长安的真实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陈长安，出手吧，让所有人看看你究竟有多强。好。话音未落，一股恐怖的剑意从陈长安的身体之中迸发而出，
我操，怎么会是建议？陈长安什么时候领悟的建议啊？大黄此时也是一脸懵逼。他虽然并没有过来，但是以他的感知力，这边发生了什么，跟亲眼所见并没有什么区别。大黄前辈，怎么了？你知道陈长安什么时候领悟的建议吗？我才跟着陈长安多久，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算了，问你也是白问，你怎么会知道？或许，对于有些人来说，根本就不需要领悟。我好像又犯病了。在无名刀看来，自己总是会莫名其妙地说一些话，这就是之前的痴傻症并没有完全治好的原因。大黄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认为无名刀说的很有道理。行了。赢了，这么快？而此时，陈长安虚空而立，下面以魏风堂为首的10人，此时已经倒地不起。刚刚那直冲云霄的剑气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出现了一道刺眼的光芒之后，胜负就已经分出来了？除了魏风堂他们10个亲身经历者之外，其他人都是一脸懵逼。赢了，陈长安赢了。我以为陈长安会陷入到苦战之中，结果就这么赢了。啊，陈长安果然乃神人也。不过，你们难道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吗？什么事情啊？陈长安修的是剑道，可谁人见过他用剑啊？啊！此话一出，周围的人都是一愣。难道说，他竟然还隐藏了部分实力？现在可以带我去见你们的城主了吗？你赢了，你是不归城唯一一位紫金勋章拥有者，你有这个权利去见城主。你现在就要见。这陈长安怎么会这么着急去见城主啊？难道是有什么事情？莫非是……陈长安，你不会是怕城主大人不陪你的赌注跑了吧？啊！你别管我找他干什么，带我去就是了。他在不在不归城？在，不过我需要先去汇报一下，看看城主愿不愿意今天见你。你可能需要等一等。就能等？这见个城主还真是够费事的。不过这么多天都等过来了，也不急于这一时。好，那我先回快活楼，尽量快一些。就说我有事情要向他打听。打听事情吗？我会将你的意思传达给城主的。这小子还真是洒脱，说走就走。那个魏大人，结界好像没开。没打开就打开呀，这还用问我？不是，我的意思是结界没开，这陈长安是怎么走的呀？啊，对呀，这结界没打开，陈长安怎么穿过结界离开的？要知道这结界可是为了防止他们的战斗波及太远，乃是城主亲自出手布置的。可陈长安呢，来去自如，完全不受任何的影响。这结界对他而言形同虚设。这陈长安究竟还有多少手段没有施展出来？他还是人吗？每一次见到陈长安，都会被他的手段所惊艳，似乎他的身上还有着无数的秘密啊！这小子紫金勋章不要了？哎呀，算了，等见了城主之后，让城主亲自给他吧。他回到了快活楼，第一个见到的依然是老板娘。你这是真没生意吗？你这么悠闲。什么生意？能够有你这么一位客人重要？快让我见识见识紫金勋章长什么样子，还没有见过呢。勋章我没要，你喜欢的话，到时候送给你。送给我？这算不算是定情信物啊？定情信物？你做梦呢啊！你是不这样就没法说话了啊？好，这样不好吗？你们男人不都喜欢女人如此吗？别装正经，嘴上不愿意，心里怕是巴不得吧？哪有什么正人君子，不过是装模作样罢了，毫不动摇，不过是诱惑不足罢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你这么说也并无大错。但你不会觉得很累吗？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不是吗？就在两人交谈之时，魏风堂走进了快活楼。我说魏大人，这小店怎么说也是我的地方，你来不先跟我打声招呼，不合适吧？我找他有事，要不然谁愿意来你这破地方？这是什么情况？有故事。陈长安看着老板娘问道：“吹过老娘，不过我没同意，别以为我外表浪荡，便真是那随便之人，我可是有自己底线的。”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老板娘这毫无顾忌的将魏风堂心中的痛楚给说了出来。魏风堂也是不免老脸一红啊。我当年是年少无知。年少无知？你还真好意思啊！当年你追我的时候，怕也是近100岁了吧？这也叫年少？算了，懒得跟你这妇人一般计较。陈长安，城主已经同意见你了，跟我去城主府吧。
城主府，城主修罗一直都在城主府吗？城主府确实有不一样的气息存在了，不过很快就消失不见，我也捕捉不到。这个城主太过神秘，要不就是大地境界，要不然很可能拥有一些隐藏自身气息的宝贝，又没有我陪你去啊。就在这时候，陈长安的脑海之中传来了大黄的声音，他并没有回答，而是看向了魏风堂。城主一直都在城主府吗？城主的事情我不方便透露，如果你好奇的话，可以当面询问。好，那就请带路吧。这城主府十分的气派，面积也很大，只不过陈长安总感觉到这个地方少了点人气，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活人太少了。前面那座假山之中有一个通道，你进去之后走到头就可以看到一间密室，城主就在那儿等你。这么隐秘啊？你们城主做人挺心虚的吧？修罗，不错，是我。你想要得到紫金勋章，就是为了见我。对方的声音很低沉，是那种刻意控制之后发出来的。这是做了多少亏心事，害怕成这样，就这么不敢见人吗？有必要如此遮遮掩掩吗？其实我对你的身份多少有了一些猜测，要不然咱们敞开天窗说亮话，如何？好，整个不归城之中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你才来到这里不久，竟然就有所猜测，我倒真的想要看看你的猜测是什么。你在不归城这么久，一直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份，这一点你做的确实很好。可人总有疏忽的时候，不经意间就会露出马脚，是吧，老板娘？你到底是怎么发现我的？跟了我这么多年的属下，都从来没有发现我的身份，为什么你才来了几天就有这样的怀疑？我到底什么地方露出了马脚？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去快活楼只是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安静吧？这不归城之中，安静的地方很多，没必要一定要选择快活楼。这话什么意思？陈长安从进入不归城的那一刻就已经发现了快活楼有问题？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陈长安那个时候连城主是谁都不知道，就连一些消息也是从我这里打听出来的，他为什么会怀疑快活楼呢？我不信。我身边跟着的大黄你知道吧？他的感知力很强，在进入不归城的时候，他就已经将整个不归城感知了一遍。你的快活楼看起来和城主府之间相隔甚远，但彼此之间却有暗道相连。这个暗道错综复杂，很隐秘，但还是被大黄强大的感知力给发现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快活楼和城主府有关联。你知不知道你身上自带一种奇特的香味，并无任何胭脂水粉，而是你身体自带的香味？就因为这些？当然不止，不过都是一些小事情加在一起，加深了我的怀疑而已。不管是什么，事实证明我猜的没错。这小子怎么那么多心眼子？你很聪明，你也猜中了很多。只是要见你的时候，我就没想过继续隐瞒我的身份，只不过是想先看看你见到我之后的反应。不过嘛，你虽然聪明，但也有没发现的事情。陈长安，你还是太小瞧别人了。没发现的事情吗？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是我没有发现的呢？你的姐姐或者妹妹吗？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怎么会连这件事情都知道呢？怎么还不打算出来吗？另一位老板娘，果然双生姐妹花。你怎么猜到的？你怎么猜到的？果然连说话的声音都是一模一样。其实如果仔细一些，是可以发现你们两个人的区别的。我最先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依旧是在那个小木屋。我曾经让大黄感知过你在不在快活楼，得到的答案是你在，而且从没有离开过。那个时候我就在怀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接下来我们每一次的交谈之中，我都会刻意的说一些话，然后注意观察你的神情和态度。你们两个人尽管已经模仿对方模仿的很像了，可脾气却略有不同。还记得你上一次生气吗？喂，上一次生气的是我，不是我妹妹。不好意思啊，一时之间没分清楚。就是因为生气，你觉得我们是两个人？因为如果是妹妹，她会以一个调侃的方式去回复。性感妩媚是你们的天赋，但外表放浪却都是你们两个人的伪装，是你们做给其他人看的。妹妹应该是大多数时候以老板娘的身份示人，所以她更习惯这种人设。但是姐姐不同，姐姐应该大多数时候都在以修罗的身份行事，所以对于和老板娘的人设融合的并不是很完美，这才会出现破绽。我想你们的属下恐怕曾经也怀疑过你们的身份，可他们都没有想到城主修罗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也正因为如此才打消了他们心头的怀疑。我说的对吗？这个陈长安，
观察细微，思维敏锐，实在是太恐怖了。精彩，说得非常精彩。陈长安，我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重新介绍一下，我叫慕容清柔，这是我妹妹慕容清武。父姓慕容，原来是2位慕容姑娘。我当初也认识一位姓慕容的，好像叫慕容天海，没准儿你们祖上还有点关系也说不定。你认识我慕容家先祖？我去，不是吧？我就开个玩笑，还真他妈的是一家人。你们真的是慕容天海的后人？这没有这么巧合吧？我们确实是慕容天海先祖的后人，可是老祖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离世。你怎么会认识他？你究竟是什么人？啊，有过数面之缘，算得上是朋友吧，但交情不深。既然真的认识先祖，晚辈见过前辈，先前失礼之处，还望前辈见谅。就算是认识你们先祖，也没有必要下跪。难道你们好这口？你们这是做什么呀？既然前辈和我慕容先祖有交情，还请前辈出手相助。出手相助？你们先起来再说。前辈若是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啊，这怎么还耍上无赖了呢？那你们要是喜欢跪着，就一直跪着吧。乖，跪好了。前辈现在有话要问。他的反应让慕容清柔2姐妹着实是没有想到。他怎么会完全不受影响？这是正常人应该有的反应吗？现在怎么办？站起来不合适，不站起来，真就这么一直跪着不成？前辈有何想问，尽可直言。我来这混沌之躯目的只有一个，寻找一样东西。你们知不知道，有一颗珠子，晶莹剔透却没有任何气息，也没有任何能量波动，而且无坚不摧，不管用什么办法都无法伤害分毫。珠子？前辈，你说的珠子可是这般大小？你知道？如果真的是这般大小的话，我确实知道。不过前辈，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个珠子的话，还希望您能答应我们一个要求，可以吗？这么一会儿又改威胁了，你们就不怕我直接动手抢夺吗？我相信前辈您一定不是这样的人，对吗？哟，居然还挺相信自己的人品。看来我应该没有猜错，陈长安应该是一个正直的人。你的眼光真好，看人真不准。真不准是什么意思啊？我这个人很讨厌别人威胁我。前辈，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实在是对不起。我现在就将珠子拿出来。当他将珠子拿出来以后，陈长安一眼便认出来，这确实是自己需要的胎珠。前辈，是他吗？不错，是他。你从何而来？这是当初有人想要追求于我，送给我的一个小玩意儿。我看它比较特殊，就收了起来，一直并未在意。啊，自己这宝贝胎珠，就让人家这么当成一件小物件，哄女孩子芳心去了。啊，东西我先收着了，你们2个先起来吧。是前辈。你们2姐妹的修为应该是至尊境才对，而且修为也控制到了同等境界，好好的跑到这混乱之躯做什么？还成了这不归城的城主。既然前辈认识先祖，应该知道我们慕容家原本在中天域的忘川地界，只可惜当年先祖被小人所害，慕容家几乎惨遭灭门，死里逃生的族人不得已离开了忘川，流连辗转，便来到了这混乱之躯。而这不归城并非我们2人所建，乃是我们父亲的手笔。这里虽然混乱，但也能够很好的培养人才，为我们日后的报仇增添一份实力。可混乱之躯并非只有不归城这一个势力，不归城的出现让其他几大势力虎视眈眈，最后的结果，父亲虽然抵挡了他们的围攻，却已经回天乏术。从那以后，他的父亲死了，但是外人并不知道。为了不让不归城出现问题，慕容清柔2姐妹便接任了这城主之位。前辈，若是您愿意，从今以后这不归城就是您的。我们的请求不多，只希望前辈能够带领我们姐妹为我慕容家报仇雪恨。不归城城主？哎，当城主就算了吧，我没什么兴趣。啊，对了，赌注的事咱们是不是得先算一算？亲兄弟明算账，就算我跟你们先祖认识，那也不能赖账不是？赌注的事，前辈，1亿极品灵石我们确实拿不出来，要不然我们以身抵债如何？啊，以身抵偿，肉偿？你们这1斤肉还挺贵啊！这叫什么话？什么叫1斤肉还挺贵？这陈长安到底懂不懂得什么叫怜香惜玉啊？况且他竟然就真的一点不动心。罢了，本钱还我，赌注的事情就一笔勾销吧。前辈，我们姐妹2人当真就这么差吗？这么多年来，我们姐妹2人在这不归城苦苦支撑，若不是因为这女儿身，我们也不必隐藏起来，不敢示人。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您真的不肯帮帮我们吗？能够帮到自己的，从来都是自己，而非别人。
你们为何要轻视自己女儿身这个身份？强者从来不分性别，而是看实力。若你们实力足够，就算是女儿身又如何？敢问这天下人，谁敢小瞧了你们？如今在这不归城之中，男儿郎这么多，又有几人是你们的对手？不要因为自己的性别局限住了自己，你们不比任何人差。这一刻，两个人感觉茅塞顿开，似乎整个人的灵魂都变得不一样啊！突破了。陈长安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番话竟然让两姐妹一起突破了。两人的修为停滞在了至尊境3重已经许久了，没想到这一刻突然突破到至尊境4重。多谢前辈开导。不用谢我只是说了几句话而已。没什么事情，我就先回快活楼了。前辈，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很好奇。什么事情？勋章战场的修为测试应该不会出问题才对，为什么您的修为测试出来的是超凡境呢？您的实力已经达到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境界，就连测试也无法看穿的地步了吗？有没有一种可能，我真的只有超凡境的修为？前辈，您是在开玩笑吧？超凡境怎么可能活得那么久啊？实力如此强悍。可我确实就是超凡境。陈长安的真实修为恐怕深不可测，就算不是大地境界，只怕也达到了不死境巅峰。怎么有人闯下来了？来人是不归城的3大统帅之一梁月。你的手下这般没有规矩？从未有过，恐怕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属下梁月有事禀报。何事？嗜血盟派人前来送信，要邀请咱们不归城参加封王大会。封王大会？这什么？这嗜血盟到底想做什么？就这件事情？是。就因为这点事情，你就敢私闯密道？属下知错。身为不归城3大统帅之一，你就这点胆量吗？一个嗜血盟带来的消息，就让你乱了阵脚。这，城主息怒。下去吧。是。好一个嗜血盟，原来是这样。慕容轻柔看完了信件之后，便明白了对方的打算。嗜血盟想要一统整个混乱之区，所以举办了这个什么封王大会。目的很简单，将混乱之区其他势力的人都召集过去。明面上的意思是推举出来一位，可既然是嗜血盟发起，很显然是他们自己想要获得这个位置啊。混乱之王，嗜血盟的实力很强吗？很强。嗜血盟盟主的修为很早之前就已经到达了至尊境巅峰，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是否有所突破。但通过这一次的情况来看，嗜血盟盟主怕是成功突破，所以才想要举办这封王大会。姐姐，如果参加封王大会，父亲的事情恐怕要瞒不住了，甚至于就连咱们2个人的身份也会暴露，这对不归城没有任何的好处。前辈，这事儿跟我可没有任何的关系，我又不是不归城的人。前辈，您可是紫金勋章拥有者，您不能光享受不干活啊，怎么也得动一动吧？这话听起来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劲啊？什么叫光享受不干活，还得动一动？前辈，您和我们先祖乃是旧相识，而且众所周知，您是不归城的紫金勋章拥有者，而且是唯一的一位。如今不归城有难，您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主子，我们无条件奉上，您身为前辈，也总该有所表示才对吧？这个我考虑考虑。好，那前辈，你考虑清楚了吗？这叫考虑吗？你是不是太心急了一些？这两姐妹还真够难缠的。算了，看在胎珠的面子上，帮一次又如何？好，我答应你们，会帮你们解决封王大会的事情。但是以后我和不归城之间就没有其他关系了。多谢前辈。前辈，从今以后，您不会和不归城毫无关系，您就是不归城真正的主人。我去，搞什么呀？怎么又变成真正的主人了？怎么样？和你猜测的一样吗？差不多。你还记得慕容天海这个人吗？当年跟在咱们屁股后面想要拜大哥那个人。对，就是他。这不归城的城主慕容轻柔两姐妹是他的后人。原来如此。那珠子呢？找到了吗？陈长安点了点头，随后将刚才发生的事情简单的跟大黄说了一遍。所以咱们还得在这混乱之区待一阵子，等你参加完这个封王大会。不过也好啊，我倒也是想看个热闹，希望这个封王大会能够有趣一些吧。明道这小子干什么去了？怎么不在？去勋章战场了，说是要磨练一下实战能力。无名刀已经开始了修炼，有了陈长安赠送的仙灵果，修为自然提升得很快。加上他虽然转世重生，但是他的天赋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比当年更胜一筹。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接下来就让他在这混乱之区好好的历练一番吧。你是不是打算融合胎珠了？既然已经得到了胎珠，自然是要融合呀。那你快点，我这2天已经打探过了，这地方
有青楼。啊，青楼！我操，这王八蛋还记着这茬呢，怎么还这么念念不忘的？陈长安无奈地看了一眼大黄，从一条狗的脸上，他看到了猥琐两字。太他妈猥琐了！这不归城的青楼能有什么质量？以后带你去个好的。你能不能把这事给忘了？你不懂那种快乐。滚蛋！要去你自己去。见到陈长安不搭理自己，大黄也有些无奈。我自己去，那他妈也不太合适吧？仙儿，要不你带我去啊？大黄前辈，要不您还是自己去吧。实在不行，等无名刀回来了，您让他带你去。李乔乔，是让你带我去，又不让你回青楼。哎，算了，无名刀那小子回来了，我问问他去。是个大好少年，就这样误入歧途。陈长安没想到自己这一次的如何居然过去了一天一夜。大黄，你做贼去了？没，我有点累，我先去休息一下。对，我去休息一下。有点累？这是什么屁话？你还能累？星儿，我刚才修炼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公子，大黄前辈先前带着无名刀去青楼了，刚回来。胡说！明明是无名刀带我去的，你家徒可不敢乱说啊！你快闭嘴吧！无名刀知道什么是青楼啊？你回来了，他人呢？一会儿可能就回来了吧。看到大黄这心虚的表情，陈长安就知道这王八蛋绝对是惹祸了。前辈，你们家这位狗王还真是够可以的，逛青楼点了10个姑娘作陪不说，好酒好菜好吃好喝，最后居然不给钱，他自己倒是跑了，把这小子扔在那儿了。如果不是我赶过去，这小子都容易被人打死。怎么一条狗会如此热衷于青楼呢？陈长安看起来也不像是深谙此道之人，偏偏身边跟着一条色狗。我这不是忘了还要付钱这一说吗？况且这事可不赖我呀，陈长要是给我钱，我哪里会跑啊？无名道你也是，我都跑了，你不跑留在那里做什么呀？你小子怎么就不能多长个心眼儿？要是陈长安，他跑的绝对比我还要快。可是他们认出来你了呀，不归城谁人不知，这里唯一一条大黄狗是紫金勋章拥有者陈长安的，要不然他们怎么会这么热情的招待你啊？我要是跑了，他们不就找过来了吗？哎呀，那你倒是还手啊！你悄悄让人打成这样子，丢不丢人呢？打不过，而且不占理儿。你行了，太他妈丢人了！他们一共在青楼花了多少钱？不用了，我们已经支付过了，他们不会再过来找你。大黄，记住了，不许再有下一次。就算你要跑，你也得带着无名刀啊！这不是留下了把柄了吗？不然的话，是不是可以死不承认？你出门都不带脑子的吗？原来你们是这种教育模式啊！难怪会把这个大黄培养成这个德行。你倒是教点好的呀！我咋没想到啊？还是你考虑的周全。下一次我那什么，我这么正直，怎么还会去青楼呢？我这一次是受了小人蒙蔽，不去了，不去了。让你见笑了，平时大黄不这样，受了小人蒙蔽。小人蒙蔽？慕容清武笑而不语，但那眼神懂的都懂啊。前辈，您来了，我听了您的话，如今已经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不过目前知道的也不过是城主府的一些亲信罢了。大家似乎有些惊讶，但你说的对，实力才是一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们虽然有些不适，却也不敢怎么样。这样不是挺好？你过往的神秘确实可以让人心生畏惧，但凝聚力不够。如今身份公开，或许有些人心中会有落差，会有不甘。但与此同时，你可以用雷霆手段，好好的整治一下自己的手下。若有二心，当斩不赦。重质不重量，这很关键。确实如此啊，早发现早解决，否则到了关键时刻反水，后果会更加严重。慕容清柔两姐妹一左一右的坐在陈长安的两边，一人倒酒，一人夹菜。突然之间，陈长安似乎明白了大黄的乐趣，这种感觉确实挺不错的。酒过3巡，陈长安面色如常，倒是这两姐妹脸上多了一层红晕，眼神也变得有些迷离。两个至尊境，喝酒能喝到多，开什么玩笑？有问题！你们叫我过来，不是想谈一谈凤凰大会的事情吗？如此良辰美景，多看看我们不好吗？就是这凤凰大会的事情，什么时候不都可以谈吗？果然酒无好酒，宴无好宴，这两个人居心不良啊！你们是至尊境，寻常的酒不会影响到你们，为什么你们现在的状态如此古怪？酒是普通的酒，并没有任何的不对。我们也知道前辈您实力逆天，不可能有什么药物为难到你，但我们可以给自己下药，不是吗？啊？给自己下药？我操！你们两个是狼灭吧？
见过狠人，没见过这么狠的。你们给自己下的什么药啊？不会是春药？果然，这个男人神秘强大，而且给人一种可靠的感觉。既然遇到了，两个人就不想要放弃这个机会。你们就不怕我转身离开？或者，我并非一个负责任的人？他原来也并非真的不近女色，我们愿意。说罢，两姐妹同时贴向了陈长安，而陈长安的耳边传来了两人的喃喃细语：“要了我们吧。”这般美味，确实令人回味。我真是两个要命的妖精。陈长安的体质特殊，强悍的一批。尽管如此，却也是被这两个磨人的小妖精给折磨的不行。若是换做旁人，只怕是招架不住。真他娘的过瘾！自己这1万年还是错过太多了。若是师傅知道了，该死，坏我道心！陈长安连忙摒除杂念，稳住心神。他也没有想到，只不过一次而已，竟然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啊！笑个屁呀！你看看你这德行，哪里还有半点麒麟的样子？越来越狗。不是因为你，我会是现在这个狗样子吗？你开心了快乐了，就不管我的死活了。我不管，我要上青楼，我要上20个，我要上50个，你付钱。陈长安这一夜未归，发生了什么事情？大黄用屁股想都想得出来。为什么老子不是人呢？行，下一次再说。这还差不多。对，跟我说说，你怎么想的？这么简单就被这俩姐妹给拿下了，这可不是你的作风呀。我是个男人，正常的男人。啊？啥意思啊？以前不正常吗？那你以前咋不这样？废话，这么多年来，咱们认识几个女人啊？哎，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啊。陈长安打交道的大多数都是男人，不对，有一个，哎，长孙吸血，她不是女人吗？你有病吧？她特么的是天天追杀我，不是天天追求我。哦，对，有道理。不跟你废话了，我先回去休息一下。哎，甚是乏累。还甚是乏累，炫耀，太他妈能炫耀了。陈长安刚回到房间没多久，顾仙儿便敲门走了进来。此时的顾仙儿表情似乎有些纠结，也有些落寞。怎么了？公子，我也可以，为什么不是我？啊，这丫头，你和他们不一样。不一样？哪里不一样？说着，顾仙儿还挺了挺自己的身板，仿佛是在说：他们有的我都有，为什么不一样？就因为他们是2个人吗？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年纪还小，况且你现在应该努力修炼，其他的事情等以后再说，先不要想着这些。原来是这般，那日后我是否……我这样会不会显得过于轻浮了？公子会不会以为我是个坏女人？我今天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说出这些话？完了，公子不会轻看我吧？他也不知道自己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可昨天陈长安一夜未归，他同样是一夜未眠，那种伤心失落的窒息感让他痛苦不已啊。日后的事情还是等到日后再说吧。是公子，对不起公子，是我。不用对不起，去修炼吧，你的修为已经很久没有突破了。是。顾仙儿离开之后，陈长安也是松了一口气。自己这该死的魅力，真是无处安放。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顾仙儿离开还没有一炷香的时候，又有人来了。我去，不是吧？你也来？那个明刀啊，虽说我这个人的魅力确实很大，但是你要想清楚，咱们2个都是男人，男人你懂不懂？你从小也没有什么人教过你一些事情，你要是有些懵懂，那我也不怪你，可你不能误入歧途，知道吗？你要控制住你自己。那个，确实有些不太好意思。不好意思就别说了吧。可是，可我真的很想要。啊，很想要？完了，我去，这小子绝对误入歧途了。领导，男人要有意志力，要克制自己不应该存在的欲望。你未来的路还很长，你可不能从一开始就走入歧途，明白吗？多谢陈兄教诲，我明白。可是我真的有些控制不住，而且这怎么能是走入歧途呢？我是真心喜欢。停，打住！真的说出来了，那这朋友可就没法做了。这还怎么见面？多尴尬呀！好吧，那我就不打扰陈兄了。我可真的很喜欢。算了，以后有机会了我再去买吧。
什么玩意儿？你要买什么？我想要去买一把刀，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零食，所以想要过来和陈兄借些零食用用。你要买刀，你就说买刀的事情，你说那么多没用的干嘛？可我一直都在说买刀的事情啊。哎呀，好尴尬。陈兄以为我说的是什么呀？没什么，我以为你说的就是这件事情。那为何要让我控制控制？我是觉得吧，普通的刀可能配不上你。这样，我送你一把怎么样？哦，陈兄有更好的刀。这是自然。此刀名为寒龙，乃是黄阶兵器，以身养刀，说不定日后便可进击地兵。怎么样，喜欢吗？陈兄，如此贵重的礼物，这得多少零食才能够买到啊？价格只是一个衡量标准，并不能够代表什么。合适的东西送给合适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把寒龙尘封许久，或许你才是最适合他的人。拿去吧，这本就是为你准备的。这把寒龙是陈长安在认识无名刀之后偶然获得的。当初他的想法就是，等有朝一日见到无名刀，将此物送给他。可没想到千年未见，却早已经物是人非。多谢陈兄，那我就不客气了。诸位，今天叫你们过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城主，可是封王大会的事儿？不是城主一位的事情。我们姐妹两人决定，从今天开始，不归城的城主交给陈长安。什么？陈长安？可陈长安不过刚刚成为紫金勋章拥有者，直接成为城主，这未免不太合适吧？城主，属下并非质疑您的决定，可陈长安当这个城主，当真合适吗？你觉得不合适？陈长安的实力虽强，可毕竟还无法和真正的强者对抗。若是让其他人知道咱不归城的城主换成了他，恐怕不会有安稳日子过了吧？陈长安压不住混乱之躯的那些人。你们呢？还有谁有意见？城主，我觉得梁统帅说的也并非是一点道理也没有。陈长安不错，潜力无限，但时机不对。若是等陈长安再成长一些之后，再让他当这个城主，我觉得更合适一些。虽然我赞同陈长安当城主，可我同样认为时机不对。你们所有人都认为陈长安的实力不够独当一面，可你们是否知道，我们姐妹两人联手，也不是他陈长安的对手。两人联手都不是陈长安的对手，这怎么可能呢？城主可是至尊境级别的强者，陈长安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啊？竟然逆天到了这种地步！敢问城主，不知是何时与这陈长安切磋的？为何我们都不知晓？怎么，我做什么事情一桩桩一件件，还要跟你梁统帅汇报不成？属下不敢。我看你没有什么不敢的。告诉你，就在昨夜，我们姐妹二人和陈长安大战一场，双双败下阵来，你满意了吗？昨天慕容轻柔邀请陈长安共赴晚宴的时候，城主府还是有不少人知道的，可他们不知道，原来在这场晚宴之中，竟然还大战了一场。难怪一夜过后，两位城主会有如此决定。看起来应该是被这陈长安的实力深深的折服了。真是没想到，昨天夜里两位城主居然和陈长安有过交手。看起来这战况应该很激烈，可惜啊，无缘亲眼见识一下这种境界的强者交手。是啊，如果陈长安真的有如此实力的话，那当这个城主倒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确实，陈长安潜力无限，说不定日后会带领不归城称霸整个混乱之区。混乱之区，就以陈长安如今的表现来看，在这太玄界之中，必有他一席之地啊。城主，那陈长安同意了吗？所以，我今天叫你们过来，就是希望你们和我一起前往快活龙，迎接新任城主，接管不归城。什么意思？这是先斩后奏，让陈长安骑虎难下。这也罢，既然城主如此吩咐，我等听命便是。从今以后，我们二人便不再是城主。记住，不归城的城主只有一位，那便是陈长安。是，遵命。出去吧，都是来接你的。你看看这两个多体贴，城主之位都送给你了，可真是将一切奉献给你啊！唉，他们俩还真是。算了，当城主也不是不可以，反正谁也没规定城主就一定要留在不归城，对吧？城主，既然诸位盛情难却，我陈长安便接了这城主之位。不过，既然我当了这城主，诸位可就要守我的规矩。从今以后，不归城之内不许私斗，不许随意闹出人命。若当真不死不休，大可以出城决战。放心，若是生死斗的情况之下，可护卫说明，
进出不需要再缴纳入城费。还有，不归城要成立执法队，负责维护不归城的秩序，混乱将从我这里终结。多谢城主大人为我们考虑。这样一来，我们的安全可就有了依靠了。好了，大家都散了吧。汇丰堂，关于这执法队的事情，由你来负责。记住，挑选一些可靠之人。还有，若是执法队的人犯了错，他们会受到更严重的惩罚。记住了吗？是，城主。其他人都走吧，你们两个留下。陈长安平退了其他人之后，将慕容清柔两姐妹留了下来。毕竟封王大会的事情还没谈呢。多年不见，诸位都还活着呢。你都活着，我们为什么不能活着？咱们这些人之中，我看这最容易死的人，怕就是你吧？你们黑水潭那个鬼地方也是人住的，臭不可闻，臭不可闻。哼，牙尖嘴利，希望你的实力也如同你这张嘴一般厉害。还在等什么？不归城的人还没到。不归城？哼，你不说我都快忘了，在咱们这混乱之区还有这样一个势力存在了。不过他们有胆量来到这里吗？就算来了又能如何？还是直接开始吧，有没有他们都一样。既然如此，那这一次的封王大会就由我们三大势力来决出胜负了。哎，这几人是谁呀？不想活了吗？居然跑到了这里来。众人的议论也落入到宏源三人的耳朵中，他们也是十分的意外。怎么还会有人跑到这里？看样子我们应该没有来晚吧。啊，对了，忘了自我介绍，我是……陈长安的话还没说完，突然一道人影直接冲到了陈长安的面前。您可是陈长安？我并不认识眼前的这个男子，他是从什么地方认识的我？晚辈宏源见过陈长安前辈。宏源？绝对不认识。可此人为何见到自己如此的激动？你如何认得我？我之前可从未来过混乱之区。晚辈当年也不是混乱之区的人，前辈可还记得盘龙峰？盘龙峰？这个地方陈长安倒是记得，这都应该是将近3000年左右的事情。说起来这件事情还和玄武道有关系，当初就是玄武道邀请自己去的盘龙峰，也就是在这里让玄武道当了3000年的乞丐。难道说这个宏源当年也在盘龙峰？前辈这般人物自然是不会认识我这种小人物的，但当年前辈的风采，晚辈可是亲眼目睹。当初我不过是跟在师父身后的一个普通弟子，而您是可以和那些大人物谈笑风生的存在，只是没想到今日居然可以在这里遇见您，真是晚辈的荣幸。你是何人弟子？晚辈师尊名为骆明礼，前辈不知可还有印象？骆明礼，好像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这位前辈说的对，确实是书生模样。陈长安出现在这里做什么？这样的大人物也会来到这混乱之区？不知前辈为何会出现在此地？我是来参加封王大会的，嗜血盟邀请的。啊，参加封王大会还是嗜血盟邀请的？不归城，前辈是不归城的。不错，我就是不归城的新任城主，有问题吗？陈长安竟然是不归城的城主。既然前辈成为了不归城的城主，那这封王大会自然由你来做主。依我看，这混乱之王的位置只有前辈来做才是最合适不过的。宏源对陈长安的恭敬着实是让慕容星柔两姐妹有些不懂了。你为何对我如此恭敬？师尊曾经说过，前辈，你如同那无边大海深不可测，就如那浩瀚星空高不可攀。世间风流人物无数，却都不如前辈这般风采。我师尊对前辈您极为崇拜，十分的推崇。这宏源的师尊怕是陈长安的小迷弟，所以呢，导致了这宏源对陈长安也是异常的崇拜敬重。宏源虽然如今变成了这个样子，没想到却是个尊师重道之辈啊，这也让陈长安对他高看了一眼。变成如此，或许是人生际遇坎坷，但尊师重道，说明此人内心还有一丝可取之处。罢了，不知者无罪，饶你们一命。但从今以后，混乱之区再也没有血魔宗和鬼影门了，你们可有意见？前辈，嗜血盟从今天开始也会解散，不知前辈可肯收留？前辈，请你也收留我们吧，我们加入不归城。对，还有我们鬼影门也投靠不归城，希望前辈收留。收留？不归城如今虽然没有达到饱和，但如果同时接纳这三大势力的话，似乎有些不太合适。况且一时之间，这磨合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可以同意你们加入到不归城的阵营之中，不过以后混乱之区
只有不归城一个势力。不过，你们依然生活在原本自己的活动区域之内，帮我好好的看管混乱之区。现在开始，嗜血盟改名嗜血堂，血魔宗改名血魔堂，鬼影门同样如此。你们3人担任堂主之位，他们2个是不归城副城主，见他们就如同见我一般。你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让混乱之区稳定下来。至于其他的事情，后续如何发展，稍后会通知你们。是，张城主。行，既然如此，那这封王大会就这样吧。慕容轻柔2姐妹知道陈长安出手，这封王大会或许会很轻松，可是完全没有想到竟然会这么轻松。来了之后什么也没干，直接收服了混乱之区另外3大势力。离开？什么时候啊？不能够留在这里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可能一直留在这里，所以你们2人就要好好的帮我看着这里了。等到时机成熟，我会通知你们的。趁着这个时间，一边整顿混乱之区，一边好好的修炼。放心，总有重聚之日的。既然一定要走，能不能答应我们一个要求？什么要求？这几天你是我们2个人的。啊？什么意思？还装呢，轻舞，别放过这次的机会，累死他。是，姐姐。时光如梭，一晃便是7天的时间。慕容轻柔2姐妹带着城主府的人站在城门外，看着渐行渐远的陈长安，眼神之中满是不舍。陈兄，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这一刻，所有人的内心深处似乎都出现了一种力量，一种不断拼搏的信念。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啊？这一次你有什么想法吗？不知道，走到哪算哪吧，随缘。公子，这样不好吧？怕什么？没事的。可是，我还是有点紧张。第一次都是这样。可是我怕。不要怕，这不有我了吗？只要尝试过之后，你就会爱上这种感觉的。那种刺激兴奋的感觉会让你痴迷。别怕。可是，可别他妈可是了！你们到底压不压？就是赌个大小，你们至于那么磨磨唧唧吗？妈的，小小这说的是什么话？我都出现幻觉了，还以为来错了地方。谁说不是？我他妈差点以为这不是赌坊，而是青楼。那就压大。买定离手，开！4、5、6、15点，那怎么会是这样？我明明控制了点数，应该是小才对，怎么会是大呢？公子赢了，我赢了！你看，我说了吧，有我在，没事的。公子真厉害。赢了？废话，我什么时候输过？10万两黄金够你挥霍的了。嘿嘿嘿，好，好，好，上青楼，上青楼！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玄武道，先找个地方好好吃一顿再说。为什么是这里？为什么不是青楼？我不管，我要去青楼。大黄，青楼毕竟是烟花之地，切莫留恋。呸！我就留恋，我天天留恋。没有小娘子作陪，食之无味，食之无味啊！陈长安笑着摇了摇头，其实他很清楚，大黄喜欢去青楼，并非真的全都是为了贪图享受，因为他实在是过于无聊了一些。若是有事情做，大黄是从来不会嚷嚷着要去青楼的。啊，有趣啊！想不到这里竟然还有熟人。哎，这不是方云熙那小子吗？他怎么在这儿？不知道，不过很快就可以知道了。在下方云熙，敢问？许久未见，方兄别来无恙。真是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见了陈兄。陈兄一别多年，风采依旧呀。你们方家距离此地应该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吧？你怎么会在这里？有人邀请，况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闭关修炼，也是时候出来转一转了。若非如此，恐怕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到陈兄你呢。能够见你一面，这一趟还不值吗？对了，陈兄你怎么也会出现在这里啊？也是有人邀请吗？我不过是四处游历，偶然来到此处罢了。能够邀请得动你，对方恐怕也非等闲之辈吧？确实不是等闲之辈，是青云宗的太上长老亲自邀请，这个面子不能不给。你知道青云宗吗？青云宗？你说的青云宗，不会是陆青云当年创建的宗门吧？没错，青云宗的创派祖师便是陆青云。皇兄为何如此啊？陆青云这小子当年死乞白咧想要成为陈长安的仆人，陈长安被他烦得不轻。为了打消这小子的念头，陈长安就给他一个任务，让他创建一个宗门，并且将宗门打造成为超级大宗门，方才考虑收他当一个仆人。这小子当时就发誓，
回去之后就要创建青云宗，直到达到陈长安的要求，在此之前绝不打扰，所以就有了如今的青云宗。什么情况啊？青云宗的创派祖师居然想要成为陈长安的仆人，那可是陆青云呐，不死境9重巅峰的老牌强者，只差1步便可以成为大地境界的强者啊！陈兄，你究竟是何方神圣啊？5000多年前你就和陆青云相识？我呀，活得比较久，认识人自然就多了一些。不过这并不妨碍你和我之间的关系，都是朋友。朋友？能够让陆青云死乞白赖求着的人和我是朋友？妈的，这可是陆青云呐，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呀！这么算起来，我和陆青云也算是朋友了。啊，那你可以看见陆青云之后试试。陆青云会不会同意我不知道，但是青云门的其他人，我估计未必能同意。你小子还怪会想好事儿的。听到大黄的话，方云溪也是尴尬的笑了笑。他也知道这件事情的可能性不大，不过是口嗨幻想一下罢了。哦，对了，青云宗邀请你，为了什么事情啊？一共有2件大事。第一件便是因为这人榜，青云宗广邀年轻一辈的翘楚前往青云宗进行会晤。听说这一次青云宗邀请了不少人，不管是各方势力的天才弟子，亦或者是些无背景的人，都可以前往参加。以青云宗的底蕴和实力，必然会吸引很多人前去。可我有些搞不懂，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青云宗宗主之子要和凤鸣曹家的大小姐成婚。这凤鸣曹家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居然巴结上了青云宗。哎，我方家的女子怎么就没有这种好运呢？不过我听说这凤鸣曹家的大小姐在之前似乎与人有过婚约。这情况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呢？和曹家大小姐有婚约的那个小子好像对于这件事耿耿于怀，甚至放下狠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真是年少无知啊！就算给他30年又如何？那可是青云宗啊！星儿，想要去和这些青年才俊比试一下吗？他们会不会太弱了？化神境。陈兄，这位是？方前辈，晚辈是公子的侍女。侍女？陈长安怎么会在身边留一个化神境的侍女？这和他的身份不匹配吧？陆青云要当仆人都不行，这个女子又有何过人之处？莫非就是因为她是个女人？顾仙儿，今年20岁。20岁，竟然这般年轻，不对劲啊！20岁的化神境1重，顾仙儿，不对呀，人榜之上并没有这个名字。若是化神境的修为，岂不是和聂昊天等人相同，而且还要年轻几岁？这样的人物怎么会没有出现在人榜之上？人榜出现了问题，很显然这并不可能，毕竟这人榜乃是天道所化。那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人榜出现之后，顾仙儿的修为才开始突飞猛进，达到了如今的境界。还未交手，怎么知道是强是弱？天下之大，妖孽之人层出不穷，切不可小瞧了所有人。是公子，是仙儿自大了。正好最近也没什么事情，既然知道了，那便去青云宗走一趟吧。是公子。好，这样我们正好同路。那陈兄我就先不打扰你了，我那边还有些带来的晚辈，我去瞧瞧。好，你去忙吧。可刚走一步，突然发现大黄拦住了自己的去路。黄兄可是有事？你爱去青楼不？青楼？我这般的人物，怎么可能会跑去青楼这种地方？侮辱！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黄兄，你为何要如此侮辱于我？我可是有得罪过你的地方。你急个屁呀！就是问问你去没去过？没去过，从不曾去。哦，那你想去不？不想。哎，可惜了。那你方家人有去过吗？黄兄，自重吧。行，知道了，你走吧。真是的，想找个人陪我去青楼都不行，扫兴。哎，要是无名刀，算了，还是玄武道在比较好。陈兄，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爱好蛮特别的，有人现眼的东西。食色性也，人之常情。你他妈是人？原来是方前辈啊！您怎么来的这般晚？怎么了？应该没来迟吧？不是，只是今日前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而我们青云宗又是一视同仁，自然不能够看人下菜碟，所以这居住之处就所剩不多了。若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方前辈见谅。原来是这样，大家都是修行之人，并没有那么讲究，谁没过过那种天为被地为床的日子？我们都不是那讲究之人。方前辈，如今只剩下小云凤还有位置，我这就让小云凤的弟子带你们前去。好，
有劳了。大黄前辈，公子这是在做什么？这少年有点意思啊，天赋不错，毅力惊人。陈长安比较欣赏这样的人，虽然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动作，但这少年却是练到了极致。出鞘、刺剑、收剑，动作一气呵成，连声音都没有发出来。若是对敌，可出其不意。莫非公子起了收徒之心？收徒？这么多年来，想要当陈长安仆人的有，当小弟的有，拜师的同样有，但陈长安呢，却一直无动于衷。他以前是因为他出来的时间短，很快就要离开，可如今并没有这样的限制了。说不好，陈长安还真的有这样的心思。你是何人？方式不错，世间所有剑法，归根本源都是基础剑法。你的出发点没错，将基础剑法融会贯通，确实可以大大的提升剑道感悟。但一味的追求极致，对也不对。不对？有何不对啊？你也修炼剑道？略懂一二。略懂一二，不过是神通境一重的修为，还不如我的修为高，竟然在我面前装高人。想要切磋一番吗？正有此意。好，那我倒要看看你的剑道修为如何。然而就在这少年的剑快要刺中陈长安的时候，突然身体一顿，少年发现自己的剑竟然被定住了。这是为何？为何我的剑会不受控制？想知道吗？意念一动，少年的身体便向后退了数步。你认为我刚才用的是剑道还是修为？不是剑道，也不是修为，而是某种能够控制人的功法。我说的对吗？错，就是剑道。啊，剑道？我不明白。听说过剑意吗？剑意？只有领悟了剑意之人才能够称得上是剑客。你确定刚才是用剑意拦住了我的剑？不是剑意，是领域。啊，领域？剑道领域？他竟然领悟到了传说之中的剑道领域。只有将剑意融会贯通，提升至大圆满，才有机会参悟领域。少年在疑惑，可远处注视着这一切的大黄此时已经彻底懵了。先是剑意，然后又是剑道领域，陈长安究竟是怎么修炼的？奇怪，当真是奇怪，从未见过陈长安修炼剑道，为什么不声不响，连领域都领悟出来了？哎，仙儿，你见过陈长安修炼吗？大黄前辈，您都不知道，我就更不知道了。我怎么感觉好像回答过你一次这样的问题了呢？算了，他是变态，变态的事情总是不符合常理的。你当真领悟了剑道领域？陈长安并没有回答，而是直接释放出剑意。剑意？这是剑意？感受到什么了吗？听闻此讯，少年慢慢的闭上了眼睛，仔仔细细的感受着陈长安所释放出来的剑意。陈兄这是怎么了？看上这少年了吗？竟然亲自出手指点。不清楚啊，他想要做什么，有些时候我也猜不到。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确实对这少年有些兴趣。哎，这少年好悟性啊！突然方云溪察觉到，在陈长安的剑意之中，这少年居然领悟出了自己的剑意。剑意？我竟然领悟出了剑意！你原本就已经碰触到了剑意的边缘，不过是缺少一个契机罢了。就算今天没有我，不出1个月，你应该也可以领悟自己的剑意。多谢兄台相助，真是没想到，兄台在剑道上面的成就，居然真的已经达到了如此地步。先前多有得罪，希望兄台不要介意。无妨啊，可有师承？并无师承。并无师承，也就是说，这少年一直以来都是自己修炼的。一个人修炼无人指导，便能够修炼到这种地步，此人不管是天赋还是悟性，都十分难得。若你愿意，我可以收你为徒。陈长安居然真的要收徒？哦，这小子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呢？我就知道他不会那么无缘无故那么好心，果然是想要收徒了。拜师一个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人，而且这修为神通境1重，也太低了吧！我去，这小子还犹豫什么呢？这样的好事，别人求都求不来，他还犹豫啊！见少年一直犹豫不决，方云溪恨不得冲过去给这小子一个大逼斗。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竟然还在考虑。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问。我为何要拜你为师啊？因为我比你强，而且我能够让你变得更强。好，学无先后，达者为师，我愿意拜你为师。弟子叶知秋拜见师傅。叶知秋？原来这少年名为叶知秋。叶知秋，这名字怎么好像听过呀？我去，怎么会是他呀？他真跑到这青云宗了？叶知秋，怎么会是叶知秋啊？那曹家大小姐退婚的人，不
不就是叶家的叶知秋吗？这小子居然真的敢跑到青云宗，他不会是来闹事的吧？我去，他疯了！小芳，你认识此人？就是我先前跟你们说的那个事情，曹家大小姐退婚的那个。哦，就是那个说出30年河东30年河西还没有被嘎那个。对，就是他。我操，这下有好戏看了。陈长安这个徒弟收的妙啊！这哪里妙了？陈长安和陆青云有些渊源，这新收的徒弟和青云宗之间多少也有些恩怨，这不是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吗？你懂个屁！陈长安就不是那种左右为难的人，借陆青云100个胆子，也不敢对陈长安怎么样，他有恃无恐。当年陈长安到底做了什么，居然让陆青云这般死心塌地，甚至满心敬畏？皇兄，陈兄当年到底做了什么？能说一说吗？当年有个初入大地境界的人，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和陈长安有些矛盾，陈长安让对方出手3招，3招之后，陈长安毫发无伤，对方心生胆怯，直接认输。陈长安也是不战自胜。陆青云当时亲眼目睹，顿时惊为天人。这陈兄的实力竟然如此逆天，他是大地强者，我居然有幸能够结识一位大帝，老子是大帝的朋友，老子能跟大帝称兄道弟，这他妈也太过瘾了吧！想不到，当真是想不到呀！皇兄，当年究竟是哪位初入大地境界的倒霉蛋惹到了陈兄啊？好像是叫什么风无量，哦对，是叫风无量。风无量，竟然是鼎鼎大名的逍遥封地风无量。此人5000年前突破至大地境界，向来喜欢独来独往，逍遥自在。据说1000年前，风无量曾挑战过一位大地强者，但胜负不得而知。真是没想到啊，陈兄居然和风无量还有这等往事啊！妈的，叶知秋到底是什么狗命，居然拜了大地巅峰强者为师？难道他来到这青云宗，当真是为了和青云宗算账？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得不说，这小子的修炼天赋不错，悟性也不错，但有点虎。你就是被曹家退婚之人，此番前来青云宗是有目的的吧？不错，我便是被那曹锦绣退婚之人。不过此番前来青云宗，只是为了要证明自己，而不是报复谁。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吗？这奇耻大辱，不报了。师父，我虽年少，却并不愚钝。青云宗与我之间并无恩怨，况且青云宗向来不会仗势欺人，素有仁义美名，当得起名门正派这4个字。归根结底，无非是曹家想要攀附青云宗所做出的一个选择罢了。但退婚之事毕竟闹得沸沸扬扬，我需要为我自己证明，为我叶家证明。曹家退婚是他们有眼无珠，我叶知秋不属于任何人。我就是要让大家看看，不是我叶知秋配不上他曹锦绣，而是他曹锦绣配不上我叶知秋。还好，并没有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不错，你能够有这样的想法，非常好。我能够收你为徒，你自然不会比任何人差。虽然只有几天的时间了，但这几日你就跟着我修炼吧。青云宗的会武之日，便是你叶知秋的扬名之时。多谢师父，不过我还未请教，师父尊姓大名，可是这青云宗之人？陈长安。陈长安？至于这青云宗，和我之间倒是有些渊源，但我并非青云宗的人，以后你就会知道了。今日你先回去好好休息，明日一早我在这里等你。是，师父。陈兄，你真的就这么收徒了？这小子到底什么地方打动你了呀？认真毅力，我很欣赏他。最关键的是，你们难道都没有发现？啊？发现什么？还有什么秘密不成啊？不管怎么说，也是个不死境级别的人，就不能认真一点？这小子是至尊剑体，你们都没有发现吗？什么？这小子是传说中的至尊剑体？至尊剑体之人，修炼剑道便如同水到渠成一般，只要不夭折，未来必定会成为一代剑帝。这个叶知秋可是未来的剑帝强者呀！而且众所周知，剑客的战斗力十分恐怖，如今整个太玄界似乎还没有一位大帝级别的剑客。不对，陈长安似乎用剑。陈兄，你是剑帝？我怎么从未听说过太玄界之中有一位剑帝存在啊？这样的存在不可能无人知晓才对，除非陈长安早在数万年前便已经成就剑帝。时光流逝，故人已逝，所以知道他的人才会越来越少，甚至是无人知晓。陈长安都这样，那大黄呢？这条与众不同的狗，难道也活了这么久？狗帝？皇兄，你为何不化形？为啥不化？妈的，你说老子为啥不化？你以为老子愿意当狗吗？如果可以，我他妈早就化形逛窑子去了，还有你他妈在这问？
大黄瞪了方云熙一眼：“这皇兄这是怎么了？”说到他的伤心处了，大黄呢，憋得慌。啊？憋得慌？啥意思？对不起，师傅，我来晚了。不是我来早了，今日便是你跟随为师第1日修行。我且问你，何为剑？何为剑？归根结底，何为剑由人来决定。若是用来守护，剑便是守护；若是用来杀人，剑便是杀戮。想着想着，叶知秋突然感觉茅塞顿开，似乎进入到了另外一种境界之中。顿悟。陈长安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便让叶知秋进入到了顿悟之中。这就顿悟了，羡慕呀！当叶知秋再次睁开眼睛的那一刻，眼神之中似有一道剑气飞出，眼神也变得更加锐利。多谢师傅指导，我的修为突破到了神通境5重，更是提升了5成剑意。这都是靠你自己的悟性。接下来，我便传授你为师修炼的功法——无上剑地诀。多谢师傅。接下来的2天时间，叶知秋一直都没有休息，但陈长安却并没有让他练剑，不是在修炼无上剑地诀，而是先让他静下心来，一动不动地盯着手中的剑。叶知秋不懂啊，但依旧照做。居然这么多人啊！陈长安在看，叶知秋同样在看，不过他看的是陆云身边站着的曹锦绣。怎么还很猜忌啊？不，我和曹锦绣之间并无任何情感，我只是一直想不通，这青云宗会武目的究竟是什么？若只是为了促进弟子之间的竞争，宗门内部比试就好。可如今闹得这么大，总感觉哪里有些问题。确实有问题。青云宗宗主之子陆云年纪已经超过了人榜的范畴，但是曹锦绣可没超过。看得出来，青云宗宗主对自己这个儿子十分宠爱。这场会武是在为一个人造势。曹锦绣想要做到门当户对，想要做到让所有人都真心祝福，如何能够让人刮目相看呢？那便是展现出优秀的实力和天赋，让人们知道曹锦绣配得上陆云。此番会武意在交流切磋，只要是年龄不满30岁，谁都可以参加。比武切磋，受伤在所难免，但若是有人心存不轨，伤人性命，也别怪我青云宗对他不客气。擂台已经备好，诸位可以开始了，自由切磋，无需有太多顾虑。没有人上去吗？那我先来。我叫马虎，同样是神通境1重，就让我来领教兄台的高招。好，行。有了第一个，很快就有第二个，越来越多的人上台比武。第1天的比斗很快就结束了。既然是比斗切磋，青云宗自然也不会吝啬，凡是能够一路晋级进入前50的名额，都有青云宗准备的宝物赠送。这也是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前来的原因。我看到他了。谁？叶知秋。不用怕，这里是青云宗，他不敢怎么样。若他只是老老实实参加会武，无需理会。若是他胆敢闹事，真以为我青云宗是好欺负的不成？希望如此吧。可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去帮我查一下叶知秋住在什么地方。是，少宗主。月上枝头，小云峰之上一片寂静。叶知秋正在修炼，突然听到脚步声传来。谁？陆云。陆云，青云宗宗主之子。陆公子此番前来，可是有事？你就是叶知秋吧？我知道你。当初锦绣做的事情确实欠缺考虑，我也是事后才知道。但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且马上就是我们成亲之日，我不想节外生枝。若你心生不悦，我可以代为道歉。或许你想什么补偿，我也可以弥补你。你觉得如何？我不需要任何的补偿。我此次前来青云宗，也并非要做些什么，我只是想要在会武之中证明自己，仅此而已。你这么做虽说并无恶意，但却打了曹锦绣的脸，同时让我这个青云宗少宗主也脸面无光。不如各退一步如何？各退一步？你不参加此次会武，等到我大婚之日，我会派人亲自登门叶家，为你们叶家挽回颜面，如何？我只是想要证明自己，并不比任何人差。至于其他的事情，我不关心，也不想去关心。你和曹锦绣之间的事情与我无关。况且，青云宗宗主都说了，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我觉得陆公子与其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不如回去多陪陪未婚妻吧。你当真不怕？为何要怕？好，叶知秋，我记住了。明天我会让你知道，你想为自己证明，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哼，这小子的性子还真是够强硬的。陆云也算是有礼貌有涵养了，这小子居然一点面子都不给。陆云的家教确实还不错，看得出来，
青云宗的门风不错，但叶知秋也并没有错。这种事情换了是你，你会答应吗？方云溪摇了摇头。这就是你不如他的地方。叶知秋不会犹豫，更不会妥协，他只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仅此而已。不管是谁，都不会让他退缩。也只有保持着这样的心性，才能够勇往直前。话是这么说没错，可你就不担心这陆云会对叶知秋不利？无妨，就当是磨练了。胜负本就是常事，输了就当是磨练。况且我也不认为叶知秋会输。修为不一定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实力。回去吧，明天或许会有一场好戏看。少宗主，你说的那个人今天来了吗？来了。恰逢此时，叶知秋也向着陆云看了过来。这小子难道是想要上擂台了吗？就是那个人吗？没错，就是他。如果他上了擂台，你就上去好好的教训一番。记住了，不要坏了规矩，将他击败，打下擂台就可以了。放心，这点分寸我还是懂的。好，辛苦你了。少宗主说的哪里话？说起来，您还是我的师兄，为师兄分担本就是师弟的分内事。想上就上吧，不用再等了。师傅，那我上去了。去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天塌不下来。是。叶知秋，妈的，这下才是真有好戏看了。青云宗的人居然没有拦着他呀！你在说什么屁话？青云宗岂是那种小人呢？说了谁都能来，便是谁都能来。我去，青云宗的弟子果然上场了。他怎么上去的这么早？父亲，确实是我让孙师弟出手的。不过您放心，我只是让他出手教训一番，将叶知秋击败，不会伤他性命。也不知道这叶知秋有什么奇遇，修为已经突破到了神通境5中，这对锦绣有所影响。这叶知秋的天赋不错，不要伤了和气。若是能招揽加入我青云宗，也是件好事。招揽？陆云，你记住，你是青云宗的人，胸襟开阔一些，凡事以青云宗为重，不要因为儿女私情影响到青云宗。别以为你是我的儿子，下一任宗主就非你不可。咱们青云宗从来都没有这样的规矩。你若真有这样的心思，就要做好自己的本分，让所有人服气，懂吗？是，父亲教训的是，孩儿记住了。真的记住才好。叶家，叶知秋。青云宗，孙鹤年。请。什么情况？怎么都不动手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两人如今在进行气势的比拼，或许两人都没有表现出破绽，谁也不敢轻易出手啊。原来你的极限在这里。不好，这小子要出手了。下一刻，一股滔天剑意从叶知秋的身体之中爆发而出。不好，我的剑不受控制了！此子天赋悟性竟然如此逆天！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怎么没看到？怎么回事？孙鹤年就飞下擂台了。很多人都没有看到叶知秋究竟是怎么胜的，但不代表所有人都不知道。人剑合一，快到了极致。这个叶知秋在剑道方面的天赋简直是逆天呢。难道他的体质特殊，是某种剑体？宗主，这个叶知秋不简单，适合我大云峰。放屁！什么就适合你大云峰了？我们青冈峰才更适合才对。你们的天才弟子都已经很多了，这一次就不要跟我们小云峰抢了。笑话！难道你们没有将我红鸾峰放在眼中？你们红鸾峰都是女弟子，他叶知秋可是一个男人。我不管，这样的弟子，我红鸾峰也不是不可以破例。陆云，这怎么办呀？难不成真的要让叶知秋加入到青云宗吗？没事，我见过这个叶知秋，他有自己的主见，我觉得他未必肯加入青云宗。再等等。好。宗主，就这么让叶知秋下去了？你真的不打算招揽他吗？是因为陆云？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会武还没有结束，等到结束的时候招揽也来得及。啊，这样也好。不过陆云那边是不是还得开导一番？若是连这点事儿都容不下，他这少宗主不当也罢。这会不会太严厉了一些？身在其位，便需要有所承担。他虽然是我的儿子，便更是青云宗的一份子，万事当以青云宗为重。还是过于保守了。师父，我只是不知道对方的极限在什么地方，想要试探一下。毕竟我觉得一击秒杀的情况会更有震撼力。我说的保守，是你对自己的实力过于保守。别忘了，你修炼的可是无上剑地诀，乃是地阶功法，又领悟了5成剑意，
论战力，神通境9重巅峰也不是你的对手。你在试探什么？我真的有这么强吗？你呀，太缺乏实战了。明天的战斗，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吗？师傅，我懂了。叶知秋，你真该死！为什么你要崛起？为什么你要来青云宗？你是故意的，你就是想要让我难堪，对吗？你不让我好过，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好过。哼，身为少宗主，居然连这点事情都处理不了，真是个废物。不行，不能坐以待毙。若是叶知秋真的被青云宗收为弟子，必定会成为亲传弟子，而且会重点栽培。以叶知秋目前所表现出来的天赋，只怕就算是陆云的少宗主之位都会有危险。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让他得逞。叶知秋必须死。大小姐，这么晚了过来我这里，可是有什么事情？主伯，你从小就跟在我身边保护我，今天我有件事情求你帮忙，你可一定要帮我。大小姐，这是怎么了？我的责任就是保护您的安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会是你是想让我杀了叶知秋？你可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到时候青云宗宗主怕不会同意你嫁给陆云。大小姐三思啊。屠伯，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也知道叶知秋若死，所有人都会怀疑到我的头上，所以这件事情能不能成功全靠您了。屠伯，为了我恐怕要委屈您了。曹锦绣不仅仅是要让自己杀了叶知秋，还想要让自己将所有的罪名背在自己的身上。哎，罢了，老夫这条命本就是你爷爷救回来的，这一次就当是还给你们曹家。大小姐放心，杀了叶知秋之后，我会将一切承担在自己身上，绝对不会让人知道是您的手艺。只希望大小姐日后能够安安稳稳，有个美满的人生。那老奴就算是丢了这条命也值了。计谋得逞，曹锦绣终于松了一口气。主播，我对不起您，如果有别的办法，我是绝对不会让您去做这些事情的。可您也知道，在这青云宗之内，我能够信任的就只有您一个人了。大小姐不可，这万万不可呀！您快起来。大小姐，一会儿离开的时候注意一点，不要被其他人发现。剩下的事情就交给老奴吧，您多保重。哼，叶知秋，你凭什么跟我斗？你也配？可惜了，屠伯对我还算是忠心耿耿。唉，日后看来需要再让家族派个人过来了。屠伯一路隐藏行踪气息，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小云峰。来到木屋之前，直接冲了进去，一掌结结实实地打在对方的胸口上。屠伯脸色一喜，随后突然一愣，不对劲，自己这一掌虽然打中了对方，可为什么？等你半天了，好玩吗？你是谁？刺杀失败，我要做的应该是逃走。想到这里，屠伯转身就要离开，却发现自己竟然被完全禁锢住了。来都来了，着急走什么？不会真的以为你走了，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吧？好年轻的一张脸，可他究竟是谁？此人不是青云宗的人，难道是叶知秋的人？屠伯，你还真是曹锦绣的忠仆，这种事情你都愿意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曹锦绣，曹家的大小姐，我和此人并无任何关系。你有点脑子，但不多。青云宗这么多人，难道就没有一个知道你身份的吗？你是不是想得太天真了？哼，就算知道是我又如何？叶知秋此番前来青云宗，故意羞辱我们大小姐，我也不过是想给他一点教训罢了。教训？你猜大家会不会相信这件事情真的和曹锦绣无关呢？你想做什么？这件事情和大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自作主张，大小姐完全不知情。你安静一会吧。陈长安直接将屠伯的灵魂封印，让他陷入到沉睡之中。这个人还有用，现在杀了有点可惜。曹锦绣还是忍不住了，可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么做百害无一利啊！或许他只是不想让我活着吧。至于后面会怎么样，他并没有真的考虑周全。陈兄，你打算如何处置此人？交给青云宗吗？不急，你们难道就不想要看看明天叶知秋出现在擂台之上，那曹锦绣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吗？啊，这倒是有点意思。怎么了？没睡好吗？就是有些不舒服。今天没什么事情吧？今天能有什么事情？不还是会武的事情吗？难道说屠伯并没有被抓到，得手之后屠伯跑了吗？如果是这样，反而是好事一件。
突然，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曹九星的视线之内。没死，叶知秋果然没死。他为什么会没死？屠伯失手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屠伯可是东虚境的修为，杀一个叶知秋怎么可能会失手？难道是蒋云峰的手足发现了屠伯，救了叶知秋？曹锦绣此时的脸色十分难看。锦绣，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没，可能我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好，我送你。不用，你还是先留在这里吧，我一个人就可以。看到对方落荒而逃，陈长安几人都是会心一笑。师兄，你的任务就是好好的参加会武，其他的事情就不要想了。是，师父。星儿，在。你去一趟吧。是，公子。陈兄，星儿姑娘这是做什么去了？等会儿你就知道了。这，好吧。对了，怎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没有见过皇兄了？你怎么这么多疑问啊？等着，会有你知道的时候。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的比拼，能够进入到这一轮的选手实力都不算弱，但是面对叶知秋，没有人是一合之敌。这个叶知秋的实力深不可测，张师兄，你觉得你有把握吗？说实话，我的把握并不是很大。我虽然已经突破到了神通境9重，但是实力上还无法做到碾压秒杀孙鹤年，恐怕未必是此人的对手。连你都不行？看到这9人的表现，星云宗宗主以及4位首座的脸色并不好看。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希望诸位不要介意。9位能否一起出手？叶知秋这是想以一己之力对战青云宗这9位天才弟子。叶知秋，你少瞧不起人！我知道你实力不弱，可是你这么做，有没有将我们放在眼里？我并没有瞧不起任何人的意思。既然是会武，当然要起到切磋的效果。可目前为止，我不认为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有这不情之请。若是诸位不愿，我也不会勉强。我同意，你们几个就一起上吧。多谢陆宗主成全。无妨，毕竟是会武，自然要认真对待。叶知秋，我也想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强。说来也奇怪啊，曹锦绣今天怎么没有参加会武？他直接放弃了吗？叶知秋这强势崛起，最难受的恐怕就是曹锦绣了。嘘，还是别说了。不管怎么样，曹锦绣也是少宗主的未婚妻，谁咱们也惹不起。还是看看叶知秋如何迎战这青云宗9位天才弟子吧。面对9人围攻，叶知秋非但不慌，反而激动了起来，眼神之中是充满了斗志。剑意冲天，手中长剑一挥，一道恐怖的剑气直奔着9人飞了过去。一道巨大的剑光从天而降，轰的一声巨响，仿佛是在众人的脑海之中炸裂了一般。输了，就这么输了。只要叶知秋认真起来，这些人竟然连一剑都抵挡不住。恐怖，这个叶知秋简直太恐怖了。妖孽，这绝对是一位妖孽之才，这样的妖孽绝对不能错过，一定要让他加入到青云宗才行。好，叶知秋，你果然是妖孽之才，这一次的会武你就是第1名。叶知秋，你可愿意加入我青云宗？对不起，陆宗主，我已经有了师承，不能够加入到青云宗。拒绝了？这是多少人做梦都无法得到的东西，他怎么会拒绝？为什么要拒绝？不懂，不理解。难道他这个师傅就当真这么好？叶知秋，你难道真的不考虑一下吗？我们青云宗并不介意你之前就有师承，这并不影响到你加入我青云宗。多谢陆宗主的好意，不过我真的有了师承，而且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加入到青云宗，所以只能够说声抱歉了。我倒真的很好奇，你的师傅究竟是何人，能够让你一而再的拒绝我青云宗？难不成我们青云宗还比不过你的师傅？陆宗主此言差矣，难道因为我师尊不如青云宗，我就要转投他人门下？这样的事情我叶知秋做不出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实力，亦多半都靠师父所授。叶知秋绝非忘恩负义之辈，况且我当真不认为我师父就真的不如你青云宗。叶知秋，你不仅仅天赋出众，实力惊人，人品方面更是无可挑剔。不知你师父是哪一位，在不在此？若是他在的话，可以让他出来，我们好生商量一番。若他愿意，大可成为我青云宗客卿长老。宗主，你觉得这个办法如何？不错，这确实是一个办法。身为青云宗宗主，这样的权利我还是有的，不需要和长老们汇报。叶知秋，你觉得如何？让陈长安成为客卿长老？呵呵，要是这些人知道，连你们祖师爷陆青云都入不了陈长安的眼，
你们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叶知秋也没有想到青云宗会如此锲而不舍，无奈之下，只能够将目光投向陈长安所在的位置。啊，方家？难道方家的人是他的师傅？师傅，这件事情还是您来做主吧。这个年轻人才是叶知秋的师傅啊！在看到陈长安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谁又能够想到叶知秋的师傅这么年轻，而且修为还不如叶知秋？懵了，所有人都彻底的懵了。就为了这么一个人，叶知秋就拒绝了青云宗？他脑子有病吧？也就是叶知秋的师傅。不错，刚才的事情你应该都已经听到了，所以你的选择是克星长老吗？我还真的没有任何的兴趣，况且你们青云宗还真的不配。你他妈倒是把话说明白了，况且什么？这也太他妈让人浮想联翩了吧！最关键的是，他他妈也拒绝了。叶知秋拒绝，人家是有真的本事，你算什么东西？没有叶知秋，谁在乎你加不加入？你是不是不知道我们青云宗的实力？还是说你不知道我们青云宗的地位？你之前没听说过青云宗吗？听到陆梦然的话，陈长安也没忍住笑了。小子，你是在无视我青云宗吗？我并没有要无视你们的意思，不管是我还是我弟子叶知秋，都不会加入到你们青云宗。至于原因，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不过我现在倒是有一件其他的事情想要问一问你们青云宗。昨天夜里，有人上了小云峰，准备暗杀我徒弟叶知秋。这件事情，你们青云宗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吧？此话一出，陆梦然等人都是心头一震。暗杀叶知秋，这怎么可能？说到这里，所有人都向着陆云看了过去。父亲，不是我自己的儿子，我当然知道不是你。曹锦绣呢？他人在哪里？锦绣？父亲，你难道怀疑锦绣？他绝对不可能会……我问你，他人呢？他先前来过，不过身体有些不舒服，回去休息了。不舒服？神通境的修为，偏偏今天不舒服。去，把他叫过来。这……不用了，他已经来了。顾仙儿直接将两人扔在了擂台之上。好快的速度！此女子是何人呢？在陈长安的身边，怎么全是妖孽？唯独他自己普普通通啊！这样的天赋，绝对不会是默默无名之辈，人榜之上的。人榜之上女人并不多，难道是古凤瑶？不对，古凤瑶年龄应该比他大，那又会是谁呢？陆爷，救我！锦绣，屠伯，如今究竟是什么情况？别怕，这里是青云宗，若你是无辜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到你。完了，陆云果然没有办法为了我不顾一切。若是如此，我还有脱身的机会吗？手间轻轻一点，原本昏迷不醒的屠伯慢慢的睁开了眼睛。完了，我怎么到了青云峰了？屠伯，你这是怎么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老奴也不知道，本来休息的好好的，可不知为何就出现在了这里。我乃是青云宗少宗主陆云的未婚妻，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然被人绑至此处。我也想要问问，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叶知秋，这一切都是你做的，对吗？这就是你对我的报复，对吗？曹锦绣主打的就是一个恶人先告状，先在众人的心中埋下一个怀疑的种子。你来的时候，我们有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没说过吧。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说是叶知秋报复你？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一来到此处，便要向着陆云求救呢？我今天可不是想要听你废话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屠伯，夜上小云峰刺杀叶知秋，究竟是谁受益？相信我不说，大家也都很清楚。在这里，大家也为我做一个见证：动我徒弟者，死！屠伯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便被陈长安秒杀。屠伯，你为何要杀了屠伯？众目睽睽之下，你居然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杀了他，你是没有将整个青云宗放在眼里吗？别急，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呢。不多时，当大黄的身影出现，陈长安嘴角浮起了一抹微笑。大黄跑到陈长安的身边，扔下来了一堆的东西。当看到大黄带过来的东西，曹锦绣整个人都愣住了。玉牌，满地的玉牌，这是曹家人特有的玉牌。你去了曹家，你把我家里人怎么样了？曹家教子无方，那便灭了吧。就是不知道这个礼物你喜欢吗？陈长安从来都不是一个纯善之人，面对敌人他出手从来都不会留情。没了，什么都没了。陈长安竟然不管不问，直接出手，
遇到了整个曹家，他怎么敢？他怎么会有这样的胆量？好大的胆子！你当真以为我青云宗是个摆设不成吗？不分青红皂白，竟然杀了这么多人！曹锦绣是我未婚妻，曹家和我们青云宗也是联姻关系。况且此事还无法确定就是锦绣所为，你这是在滥杀无辜。陆云，你要为我做主，要为我曹家做主啊！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我什么都不知道。锦绣，你放心，此等弑杀之人，我青云宗绝对不会放过他。知秋，要杀你的主谋是他，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叶知秋听到师傅的话，微微的点了点头。曹锦绣还没反应过来，只见一道剑光从眼前闪过，下一刻眼前一黑，失去了所有的意识。锦绣，父亲，我知道，我青云宗绝对不允许有你们这等弑杀之人存在，留着你们还不知要造成多少杀戮。当着众人的面，我且问你们，你们可有悔改之意？悔改之意？无错，为何要改？好，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不客气，别说是你们，就算是陆青云在这里，又如何？好，青云宗多少年没有遇见过如此狂妄之人，是否当真以为我青云宗与人为善，便真的没有了火气？陆青云，可还记得我的声音？滚出来见我！陈长安的话让众人都是一愣，但下一刻突然之间风云变幻，一股恐怖的气息将整个青云宗笼罩起来。老祖的气息，老祖出关了！前辈，真的是您吗？当看到陈长安的那一刻，陆青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5000多年过去了，他怎么也想不到陈长安居然会主动来到这青云宗。这么多年来，陆青云一直都在努力的修炼，努力的壮大青云宗的实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完成当年陈长安给自己提出来的条件。多年不见，如今的你已经是半步大帝境界了，不错。多谢前辈夸赞，青云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个陈长安究竟是何许人也？陆青云居然都要叫前辈，并且对他毕恭毕敬。前辈，老祖竟然叫陈长安前辈，那陈长安岂不是大帝境界的强者？前辈，您怎么会来我这青云宗啊？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我青云宗弟子冒犯了前辈，若当真如此，我绝对饶不了他们。前辈，如今我有这番成就，不知道能不能有资格成为您的仆人？你已经是半步大帝，又是青云宗的老祖，这样的身份，无需给任何人当仆人，做你自己不好吗？前辈，难道是我还不够资格吗？难道我当真那么差？够资格，但我不会收你做我的仆人，当个朋友也好，不是吗？这不敢，晚辈怎么敢和前辈成为朋友？我不用如此拘谨，人与人之间交往讲究的是一颗心，而非实力高低、地位高低。如果我想，哪怕是一个乞丐，我也会和他做朋友；如果不想，哪怕对方是大帝巅峰强者，我也会不屑一顾。当年之所以提出来这样的要求，只不过觉得你这个人天赋和品行都还不错，你当一个仆人可惜了，并非真的让你完成这些事情，你才有这个资格。前辈，我算了，你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吧，你开心就好。但是仆人这个事情就此作罢，你没意见吧？没有意见，听前辈吩咐。其实我这一次也是路过此地，听闻了青云宗，所以过来看你一眼罢了。没想到前辈竟然还知道我，还想着来看看我，值了！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起码前辈的心中还记得我。不知道接下来前辈有何打算？会在此地停留一阵子吗？不会，应该很快就要离开了。这就要走了吗？陆青云，记住，你不比任何人差，你我能够相识，这本就是一种缘分，不是一定要追随左右。你有你的路，明白吗？多谢前辈教诲，青云记住了。好，没什么事情，我就先走了。日后有缘，自会相见。陈长安这一次过来，另外一个目的也是如此，消除陆青云心中的执念，否则的话，陆青云恐怕很难会再有突破。要说起这执念，你这些年可是祸害了不少人。长孙吸血我就不说了，这执念已经根深蒂固了。咱们就说近一点的，2000多年前那个叫什么来着？哦，对，邝中堂。你还记得这小子不？邝中堂？那一次你出来一共3年，那小子追着你挑战了3年，不管他的修为如何突破，实力如何增长，都无法动你分毫。最后你突然消失，
我估计这小子会疯的。也不知道这小子如今怎么样了，这执拗的性格还挺有意思。要不然去看看他？看个屁！你知道他家在哪儿？知道他的来历吗？师傅，我想要独自出去历练，可以吗？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你能够有独自闯荡的心，这是好事。这里有一枚仙灵果，就算是为师送你的一个礼物。去吧，去追求你自己的道。多谢师傅大恩，弟子必定不会让师傅失望。若是弟子想要寻找师傅，可有何办法？无需寻找，有缘自会相见。是，师傅。我说你这仙灵果还剩了多少啊？你小子没给你师傅留啊？留了，但师傅会不会要，我不知道。毕竟以师傅的实力来讲，恐怕真的看不上这东西。猎战狂、大黄、顾仙儿、陈云轩、慕容轻柔两姐妹，无名刀、叶知秋以及陈长安自己，还剩下6枚仙灵果。原本以为很多，现在看来是有点少啊。算了，咱们先……天机阁的人，望天机怎么没来？不好意思见我。阁主就知道前辈会如此说。不过这一次过来是阁主吩咐的，有些事情想通知前辈。都什么事情？说吧。是，前辈，阁主让我带过来几个消息。第一，陈明轩如今已经开始在中天域游历，修为突破到了化神境2重。第二个消息是关于前辈您的，阁主说您想要找的东西或许在丹师联盟。丹师联盟？这个范围可就有点大了。丹师联盟那么多的炼丹师，那么多分部，这要怎么找啊？没有具体一点的消息吗？有，阁主怀疑前辈要找的东西在不死丹帝要逆命的手上。不死丹帝，太玄界唯一一个突破到大帝境界的炼丹师，怎么会在此人手中？望天机为什么会觉得在他手上？阁主打听到不死丹帝很久之前曾经获得一件宝贝，视为珍宝，但是以他的实力足足炼化了上千年，却依然无法炼化此物。据传是一颗不知来历的珠子，所以阁主才有此猜测。好了，我知道了，帮我谢谢望天机。是，晚辈定会传达。如果真的是在要逆命的手上，这一趟或许会容易很多。公子，您认识这位不死丹帝？认识。既然公子与此人相识，想来公子要寻得的东西必定会容易一些。可是这不死丹帝的名字为何有些奇怪呢？要逆命，这爹妈是怎么想的，会取这样一个名字？逆命，逆天改命。他出生之后身体不好，更是被断定活不过20岁，所以父母便给他取了这么一个名字。可是要逆命念得快了，就变成要你命了。所以当年要逆命没少被人嘲笑，一个炼丹师叫要你命，谁敢找他炼丹呢？他大帝的称号叫做不死丹帝，其实就是因为他逆天改命，摆脱了原本活不过20岁的命运。公子，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去找这位不死丹帝吗？既然有了消息，那就走一趟，正好可以见见老友。出发，丹帝城。你们准备去看热闹吗？当然要看了，这种热闹可并不多见。要不然结伴而降？好，正有此意。他们两个刚刚说的是什么？你不会不知道吧？邝中堂要挑战周万鹏这件事情，你居然没有听说？原来是2位不死境级别的强者对战，那确实值得一看。大黄，咱们提起邝中堂，他就真的出现了，故意的吧？是不是安排好的？我哪里知道啊？或许是缘分吧。不过这小子脾气还真是一点都没改，都不死境了，还到处挑战呢。有点意思。去丹帝城之前还能碰到他，或许真的是缘分吧。走，咱们也去看看热闹。邝中堂，我听过你的事情，但你这一次居然挑战到我的头上，不得不说，你的胆子很大。我邝中堂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没有架，让我痛快的打一场。既然想要不断变强，战斗才是最好的修炼。我倒是很好奇，我约战的消息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知道？我让人传出来的，怎么怕说了丢人吗？我只是要让其他人知道，我周万鹏不是谁都能够挑衅的。既然如此，那就战吧。两人在天空之中打的是有来有往。陈长安此时静静地看着天空之中的战斗，很显然，邝中堂已经占据了上风。不愧是战斗狂人啊！邝中堂的战斗经验实在是太丰富了。这个周万鹏修为虽然比邝中堂高，但战斗经验差点，实战能力完全不是邝中堂的对手。公子，这两人的修为究竟达到了什么境界？邝中堂不死境7重，这个周万鹏不死境8重。突然，天空之中传来了一声轰隆的巨响。周万鹏，你败了！我还以为你有多强，
看来也不过如此。是不是你们这里没有真正的强者呀？周万鹏这一次可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邝中堂，你少得意，这次是我准备不周，若有下一次，你绝对无法这么轻易的胜过我。下一次，抱歉，对于输给我的人，我是没有兴趣挑战第二次的。唯一能够让我不断重复挑战的人只有一个，只可惜，真是没想到，这邝中堂对你真是念念不忘，这就是爱情吧？滚！而陈长安的一个滚字，让邝中堂浑身一震。陈长安，居然真的是你！你看看这眼神复杂的，不是爱情是什么？估计他这辈子看女人都没那么复杂的眼神。信不信我让你拥有一次爱情？堂堂麒麟，宠幸路边野狗，你说这算不算是一段佳话？陈长安的话让大黄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多年未见，邝兄别来无恙。废话少说，接我一掌！好家伙，什么深仇大恨啊，竟然比刚才和我交手的时候还要狠！大黄速度极快，在邝中堂动手的时候，便已经将顾仙儿带到了一旁。轰的一声巨响，一股恐怖的余威瞬间扩散数十公里。我操，这太恐怖了吧！我已经距离那么远了，一个余威，我竟然差点没了半条命。你才没了半条命，你看看那边，那些人的命都没了。纹丝不动，对方竟然纹丝不动，此人究竟是谁？实力竟然如此强横！果然，我就知道，当年不行，现在也不行。不管我怎么努力，为什么就是不行？你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你这又是何必呢？我当年不就跟你说过吗？你伤不了我，不管你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又何必执着呢？不，我一定要战胜你！不论如何，我要让你输一次，堂堂正正的击败你！我就不信，我就真的无法伤你分毫！你跟他比啥呀？大帝都上不了他，你说你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大帝都上不了陈长安吗？你败过吗？陈长安摇了摇头，确实没败过，毕竟这身体条件在这儿摆着呢，想要被打败很难。也就是说，败给你的人不止我一个，大帝也是如此。好，这样我心里就舒服多了。但是我依然不会放弃的，其他人不行，不代表我邝中堂也不行。陈长安，早晚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受伤的，哪怕只是一点点伤害，我一定要做到。其实想要伤害他还是挺简单的。陈长安皱着眉头向着大黄看过去，总感觉这王八蛋没憋好屁呢。好，要如何做到？你亲他一口，他内心的伤害一定是巨大的。我操，这他妈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神奇主意？不过竟然还有些道理。陈长安瞪了大黄一眼，随后发现邝中堂竟然盯着自己在思考。邝中堂，你最好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都给我忘掉，否则的话，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下一次挑战的机会。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邝中堂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怎么会做如此苟且之事？这传出去岂不是贻笑大发了？再说了，我还没亲过别人呢，也不能把这第一次送给你啊！懒得跟你废话，我还有事，先走了。这就走了？干嘛去？丹地城见见老朋友。我也要去丹地城，这不巧了吗？你跑去丹地城找人打架，你疯了吧？那都是一群炼丹的疯子，你碰他们一下，信不信一堆人找你麻烦？你真以为我是个傻逼吗？我去丹地城不是为了打架，那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啊，你不知道？我说了，我是去看朋友。会知道什么？不死丹地前段时间突然广要有实力的炼丹师齐聚丹地城，据说好像是为了某种宝物。能让不死丹地如此重视的宝物，我自然也想去看看。况且这么多炼丹师齐聚一堂，要是运气好结交一两位顶级炼丹师，那也是一件好事，不是？为了某种宝物？我操，这王八蛋不会要对我的胎叔动手了吧？上千年了，你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仍然毫无变化？难不成并非此界之物，来自于上界，所以我才无法炼化吗？究竟是你的来历过于不凡，还是我的实力不够呢？师傅，如今丹地城之中已经来了不少的炼丹师，而且还有很多看热闹的人，要不要我们用人将这些看热闹的赶走？算了，反正他们也只是在城中看个热闹，也来不了咱们这丹地府。对了，那个叫云霄的人来了吗？云霄最近一段时间冒出来的一个天才炼丹师，风头正盛，而且这一次也是要逆命主动点名要通知的人，这份殊荣就连药源都有些羡慕。
师傅，目前还没有发现此人，应该是路途太远，耽搁了吧？若是此人入城，通知我一声。师傅，您很看好这个云霄吗？没见到此人之前还不好确定，我需要好好的考察一下，不然将来这丹地城怕是没有人继承了。药元，你心中是否有怨恨？师傅，我的命是您给的，你要做什么事情，药元怎敢有怨恨？是我天赋不够，无法继承师傅的衣钵。药元，如果我收了云霄为徒，你就是大师兄，日后要和他好好相处。这丹药城早晚都要交给你们2个人。云霄年纪还小，不可能长久的留在这里，所以丹地城还需要你来负责，你的责任很重。师傅放心，我知道应该怎么做，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不过，师傅，您是大帝境界，正值壮年，为何突然会有这样的打算呢？以您的实力，再活上数万年，应该不难吧？难不成，师傅还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吗？有些事情你以后就知道了，先下去吧。等到云霄来了之后，你再过来叫我。是，师傅，弟子先行告退。见过丹帝。姚宁命对着众人点了点头，却在人群之中寻找着什么。没来吗？师傅，确实没有云霄进城的消息，要不我再让人去打听一下？不用了，这一次叫诸位前来，你们也都知道是什么事情。2000多年前，我在偶然之间获得了一颗珠子，一颗我完全看不懂的珠子。回来之后，我便一直想要将其炼化，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珠子却毫无变化。所以此番将诸位叫来，便是想要和众人之力，看看能不能将此物炼化。事成之后，我自然也不会亏待了大家的。丹帝客气了，能够参与进来，已经是我们的荣幸了。没错，承蒙丹帝看得起，有幸能和丹帝一起共事，这已经是3生有幸了。姚宁命也不废话，直接伸手一挥，一座炼丹炉凭空出现在面前的空地上。这便是丹帝所用的7转乾坤炉吗？这珠子晶莹剔透，却感受不到任何的气息，好像也并没有任何的能量波动。不错，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珠子了。越是如此，越说明此物的不凡，因为我等根本就看不透啊！莫非想要炼化此物，需要什么特殊的火焰才行？丹帝的火焰乃是不灭灵火，这都不行，还需要什么样的特殊火焰？这会不会是不灭灵火和这东西不相克，所以无法炼化？换成别的火焰试试呢？好，那就让我来试试。我正好前段时间收服了青莲灵火，看看能不能炼化此物。当青莲灵火进入到炼丹炉之后，对方便使出了全力想要炼化胎珠。可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这胎珠依然是毫无变化。看来我这青莲灵火不行啊。那我来试试。我也来。每个人都进行了一番尝试，但最后的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全军覆没。师傅，云霄来了。云霄还是来了吗？虽然晚了一点儿，但也并没有晚太久。听闻这云霄好像也不过只有22岁，看他现在的修为，居然达到了神通境7重。这小子的修炼天赋也这么好啊！太玄界炼丹师的等级和功法的等级几乎一致，分别是黄阶、玄阶、地阶、天阶、王阶、黄阶、地阶。晚辈云霄见过丹帝，路途遥远，实力受限，所以来得晚了一些。无妨，能来就好。姚宁命笑着点了点头，并没有在意云霄的迟到，最后将情况又和他说了一遍。不是吧？丹帝对这云霄居然另眼相看，这是什么情况吧？云霄的天赋和能力也确实有这样的资格，不是吗？这倒也是，毕竟是丹帝啊。云霄就算是有天纵之才，终究还是一个年轻人罢了。总感觉丹帝似乎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难不成收徒吗？敢问前辈，我能够将此物拿在手中观看一二？可以。云霄直接将珠子拿在了手上，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地观察了片刻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前辈，此物应该就是普通的珠子，无非就是坚硬一些罢了。不如让我来试试吧。这小子竟然同时收服了2种天地灵火。这小子才神通境，怎么可能收服2种天地灵火？而且我要是没看错的话，其中一个是鬼冥灵火，另外一个应该是怒佛灵火。这2种灵火居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此子年纪轻轻便能够拥有如此多的手段，其背后恐怕已经有了一个了不起的师傅。
可为什么从未听闻这云霄的师傅为何人？难不成这云霄身上还有其他秘密不成？从前默默无闻，近1年之内突然崛起，恐怕是得到了什么大机缘。机缘巧合之下，我将这2种灵火融为一体，威力巨大，但也只能够勉强控制。诸位，还请退后一些，以免一会儿出现意外伤到你们。丹地府之内，众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炼丹炉。云霄控制着火焰，不断地想要炼化珠子。就算是云霄融合了2种不同的灵火，最后还是奈何不了这珠子呀。丹弟，看样子这世上恐怕真的没有人能够炼化此物了。是啊，不知道丹帝打算如何处置这珠子呢？要我说，干脆扔了得了，眼不见为净。妖逆命听到这个人的话后，也是微微一笑，正要开口，突然心头一动。陈长安，你居然跑到了我这丹地城！师傅，陈长安是谁啊？不可无礼，你得称呼为前辈，好朋友，为师唯一的一个朋友。此时就在我丹地府的门外。那我现在就去迎接陈长安前辈。不用，我亲自去。什么？亲自去？堂堂不死丹帝，竟然要亲自去迎接一个人？不用了，我已经进来了。可一个神通境1种，竟然是不死丹帝唯一的好朋友。明明是大帝境界，居然还把自己打扮得跟个老头一样，这让陈长安很不理解。年轻一点不好吗？看着也有朝气有活力，现在这模样竟然……陈长安突然眉头一皱，怎么感觉耀逆命的身上似乎隐隐带着一丝死气呢？一位大地境界的强者，这般年纪最多也就是算个壮年，竟然会有这样的状态出现。你怎么会来这里？为了那颗珠子。你有办法炼化这珠子？当然有办法，而且这整个太玄界除了我，其他人还真是无法炼化这珠子。不过炼化之后，这珠子嘛，可就消失不见归我了。你不心疼？这有何心疼的？你我之间还需要说这些吗？开个玩笑。虽然过去了那么多年，但妖逆命依然是没有变，始终将陈长安当成了自己这一生当中最要好的朋友。妖逆命将珠子取出来之后，毫不犹豫地直接递给了陈长安。陈长安接过来一看，果然是自己的胎珠。如今这应该是自己得到的第5枚胎珠了。只见陈长安意念一动，胎珠直接融入到自己的身体之中。这一幕让在场众人都是目瞪口呆。这是什么炼化方法？竟然和身体融合了！陈长安能够自己将此物和自身融合，难不成这东西本就是他的？当陈长安融合了胎珠的那一刻，不过顷刻之间，众人感觉到四周的灵气突然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如此恐怖的灵气，竟然只是在瞬间就出现了。这吞噬灵气的速度未免太变态了一些了。这究竟是什么情况？陈长安这吸收灵气的速度太恐怖了一些，不过一个瞬间，方圆数10公里的灵气全部聚集于此。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争吵不断的时候，天空之中的灵气漩涡已经慢慢的开始出现了异变。这是灵气化形，这需要多么庞大的灵气才能达到这种程度啊？要不要这么变态？是我想要胜过陈长安，岂不是这辈子都没机会了？怎么总感觉陈长安是在突破修为呢？可陈长安这样的人物，再突破会是什么境界？神通境2重，神通境3重，神通境4重，修为一路飙升到了化神境1重，这才停了下来。啊，不对，化神境1重，他先前的修为竟然真的只是神通境1重，这怎么可能啊？如果说先前陈长安的修为真的是神通境1重，那我连个神通境1重的人都打不过，我操，这还让不让人活了？神清气爽啊，那种原本属于自己却缺失的感觉正在一点点的补全。你先前真的是神通境？为什么你神通境我也打不过？这也太逆天了吧！神通境战胜不死境，这开玩笑的吧？对，一定是开玩笑的。我就是没修为，你一样无法伤我分毫。别纠结了，累不累？变态，你就是个变态，你就不是个人。陈兄，我也很好奇，按理说你我8000年前就相识了，你的修为怎会如此？你不是大地巅峰境界吗？没什么，闲着无聊，重新修炼一下。陈兄行事向来如此随意，可真是令人叹服啊。对了，这珠子原本就是你的东西吧？所以你才能够炼化。不错，这本就是我的东西，不过因为一些原因流落在外了。这么说来倒也是缘分，想不到偶然之间获得的东西竟然是挚友之物。
如今这珠子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倒也是成全了我一件心事。要逆命的话让陈长安眉头微皱，总觉得这小子似乎有些不对劲。云霄，你天资聪慧，在炼丹上有很高的天赋，我想要收你为徒，让你继承我的衣钵，不知你可愿意？这小子的运气真不错呀，居然能够得到丹帝的赏识啊！抱歉，我并没有拜师的打算。你当真不考虑一下吗？多谢丹帝好意，我还是不想拜师。也罢，不强求。要逆命笑了笑，随后向着陈长安看了过去。能够在人生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见到挚友，也算是无憾了。其他的事情就一切随缘吧。师父，这不是真的，对不对？您可是大帝境界，怎么可能会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啊？这一定不是真的，对吗？难怪师父最近有些反常，难怪想要找人传承自己的衣钵。难道真的是因为师父运不久矣了吗？傻孩子，人哪有不死的？我能活到现在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儿了。可师父您是大帝境界，为什么会这样？你的身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其实我早就该死了。我这一生第一次的生命是父母给的，他们生我养我，穷其一生都在想办法让我活得更久一些。而第二次生命，陈长安是你给我的。当年我少不更事，闯进了禁忌森林，如果不是你，我早就死了。所以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而我的第三次生命是我自己给的。我不信天，不信命，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逆天改命。我成功了，但也失败了。当年我以为只要自己突破到大帝境界，便能够改命成功，可我却大错特错。逆天而行，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别人突破是天劫，而我的是天罚。当年突破不死境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我的行为触怒了天道，好在我成功了。可我知道，天罚不会因此而消失。为此，当我快要突破到大帝境界的时候，我做足了准备。天罚降临，凶险万分，我施展了所有手段，终于从天罚之中活了下来。可我的身体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天罚所带给我的伤害无法自愈，随着时间的流逝，身体也在不断的衰败。如今我大限将至，而且我感觉得到天罚又要再次降临了。听到要逆命的话，众人都是唏嘘不已。怎么会糟糕到如此程度？要逆命的五脏六腑几乎可以说是处于衰死的状态之中，体内的七经八脉更是乱七八糟，甚至还有断裂的情况出现。我的身体乃是受了天罚重创，根本就无法恢复。我也尝试过，但无论我用什么办法都没有用。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身体一点点的衰败。这位前辈，你有办法吗？不确定，但可以试试。可以试试。听到这话，在场众人都是一愣。你有办法？陈长安看着要逆命笑了笑，下一刻，要逆命感受到了一股充满了生机的能量冲进了自己的身体中。要逆命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发生了变化。这小子到底还瞒着我多少事情？他怎么有那么多我不知道的手段？完了，没有爱了，现在开始跟我藏心眼了。行，陈长安，你好样的啊！曾经以为两人都是彼此之间没有秘密的好朋友，可是如今呢，变了，一切都变了。大黄前辈，你怎么了？我想静静。静静？哪个青楼的姑娘？大黄有些郁闷的看了顾仙儿一眼。我在这丫头的心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吗？青楼，神他妈的青楼姑娘！仙儿姑娘，你觉得我就那么喜欢青楼吗？是啊。大黄无奈的叹了一口气，随后趴在一旁不再说话，心中更是充满了感慨。我如今的能力有限，恐怕只能够做到这一步了。已经很不错了，我的身体舒服了很多，这样的状态，我感觉我还能再活上100年不成问题。只是身体虽然得到了很好的修复，但天罚的到来却不是他能够承受得住的。陈兄，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这股能量蕴含着恐怖的生命力，可我却从未见过。陈长安其实也说不太好，这些能力是在他融合了胎珠之后偶然之间发现的。左手拥有了一种充满生机勃勃的生命之力，但右手却拥有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死亡之力。左手生，右手死，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一些小手段而已，刚好能够修复你身体的伤势。
不过如今这般能量我掌控的并不是很好，想要痊愈，恐怕需要一些时间。陈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身体的伤势得到了修复，但天罚不日便会降临，恐怕我是没有时间等你了。没事，不过就是一个天罚而已，我试试。不可，此事万万不可。陈兄，虽然你实力逆天，但这天罚可绝对不简单。我经历过，所以我懂得天罚的可怕，而且我感觉得到，这一次的天罚远比我突破大地境界时的还要猛烈。若是你有什么闪失，你让我如何瞑目？放心吧，我心中有数，就这么定了。大黄前辈这是怎么了？为何心情不佳？前辈，大黄前辈是想去……没什么，就是看你现在这样子，心有不忍。哦，对，心有不忍。大黄虽然不要脸，可也不想当着要你命的面丢人呢。陈兄，这两位是？顾仙儿，我的侍女；这一位邝中堂，一个朋友。朋友？能和陈长安成为朋友，想来也不会差。邝中堂是吗？既然你和陈兄是朋友，想必也是一位性情中人，以后便也是我要你命的朋友。此话一出，邝中堂差点是没有一口唾沫把自己呛死啊！这就和不死丹帝成为朋友了？这他妈说出去有人会信吗？你这个徒弟不错，既然你想要传承衣钵，直接传给他不就好了吗？这几天药园的所作所为，陈长安也都看在眼中。这是一个知恩图报，而且是实心实意对待要你命的人。陈长安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云霄这小子，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不瞒你说，我确实想过，但药园的天赋有限，无法真正的继承衣钵。但我这丹帝城丹帝府将来是要留给他的，否则我走了之后，他就真的无依无靠了。没有天赋怎么了？谁规定没有天赋就不能传承衣钵？这几天我观察过，药园此人心思细腻，做事一丝不苟。虽然他本人未必能将你的传承发扬光大，可他难道不能够收徒吗？他难道就不能够指导其他人吗？就凭借着他的细心和耐心，调教出来的人也不会太差。你就是太死脑筋了，你也不想想，如果你真的没了，他一个人守得住这偌大的丹帝城，守得住这藏有你传承的丹帝府吗？只有他本人掌握了你所有的传承，他才是真的安全，别人才不会轻视于他。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药园或许不是一个很好的徒弟，但绝对是一个很好的继承人。他会一心一意、认认真真的将我的衣钵传承下去，而且这样一来，他的地位也会提升，安全也会得到保障。多谢陈兄开导，我悟了。行了，咱们之间就别弄这么肉麻了。你要真想谢我的话，多准备点好酒好菜。这当然没问题，我现在就……话还没有说完，要你命的脸色突然一变，抬头向着空中看了过去。难道这就来吗？天罚恐怕真的要来了。药园，师父，快通知府中其他人赶紧离开此地，另外让丹帝城的人离开丹帝府附近，越远越好。师父，是天罚要来了吗？还愣着做什么？快去！师父，我……等等，药园，从现在开始，我的衣钵传承就交给你了。只可惜时间来不及了，不然的话，我会亲手指导你。不过，罢了，能够传承多少就全看你了。从今以后，你就是丹帝府的主人了。听闻此话，药园心头一震，师父竟然将传承衣钵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了我，这是遗言，这是师父的临终遗言呐！师父，您不会有事的，您去吧，让大家离开此处，避免伤及无辜。是。陈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走吧，我的事情自己承担。我不希望在这最后一刻看到唯一的挚友因为我受到任何的伤害。大黄，你先带他们两个出去吧。陈兄，你这是何苦呢？见陈长安不走，姚宁明心中感动，但更多的是气愤和焦急。他是真的不想要让陈长安为了自己冒险。我并不完全是为了你，也是为了证实一下我的身体是否真的无坚不摧。无坚不摧。就在此时，原本的晴空万里突然之间乌云密布，天罚竟然这么快就要来了。而此时云霄看到药园的举动，不由得一愣。你要做什么？就算是死，我也要和师父死在一起。糊涂！先不说丹帝是否真的无法撑过这天罚，就算真的撑不过，你去了又有什么用？你死了，不死丹帝的传承，那又有谁来传承？
我死了，师傅的传承怎么办？可是，啊，你怎么知道师傅将传承交给了我？我又没有主动提起过，他是如何得知的？刚巧听到而已。刚巧听到，药逆命居住的地方和他们这些宾客居住的地方可是有着一段距离的。如果说他真的是刚巧听到的，只有一个可能，那便是他在偷听。此时这种环境，他也不可能继续追问，就当相信了云霄的说辞。真是一群傻子！这可是天罚，留在丹地城和留在丹地府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死的时候，身边陪葬的人多一些罢了。我先说好了啊，如果一会儿天罚下来了，威力太大，都别拦着我。陈长安死不了，我还没活够呢。陈长安真的没事？这么恐怖的天罚都伤不了他分毫？我觉得应该伤不了。这天罚都不行，我还挑战个屁啊！给我添堵吗？大黄前辈，我就问一句，陈长安是人类吗？当然是人类了，也就是强的有点不太像人而已。我究竟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为何老天要如此对待我？我只是想要活着，这难道也是十恶不赦之罪吗？这天地之间有罪之人不计其数，何曾降下天罚？可笑，可笑！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公道可言？真理靠的是拳头，只要拳头够硬，没理也是理。你看，还在继续，我都已经开始怀疑是否真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儿。天空之中的天罚迟迟没有降下，而是在不断的蓄力积攒能量。他还在等什么？差不多得了。当陈长安这句话说完之后，天罚竟然真的安静了下来。什么情况？他听你的话？不过就是一句调侃，怎么还真的停下来了？要是真听话，我就让他直接滚蛋不就好了？陈长安一直盯着天空之中的天罚，当天罚停止聚集能量之后，紧随其后的便是天罚降临了。好，我给我老实在这待着。与此同时，施展灵魂禁锢，将要一命的灵魂禁锢。陈长安，你到底要干什么？你放开我！休息一会儿吧。你这副破身体，真以为我不知道？空有大地境界，现在一个不死境，都足以杀了你。你会死的。我死不了。陈长安微微一笑，随后冲天而起，直接飞到了天空。轰的一声巨响，天雷结结实实的打在了陈长安的身上，瞬间形成了一个恐怖的能量爆炸。跑，快退！这余威都如此恐怖，陈长安竟然毫发无伤。你们注意到了吧？刚才死了多少人？不知道，但是我感觉丹地城那些修为一般的人，还有普通人，恐怕……此时，陈长安抬头向着空中的天罚看过去。你欺人太甚，给我滚！啊？什么情况？陈长安在骂天罚，那不就等于是在骂天道啊？谁都没有想到，前面还在吐槽，可下一秒天罚居然真的消失了，而且消失的速度非常快。这也太变态了吧！天罚被他骂跑了？啊，真这么听话？我不会真是天道他亲爹吧？那天道亲妈是谁？回到了丹地府之后，陈长安解除了要逆命的灵魂禁锢。我感觉得到天罚真的消失了，而且似乎不会再出现。你既然真的能把天罚骂跑，我说我也不清楚怎么回事，你信吗？我就是看他有点不顺眼，放个狠话而已。谁知道他这么不经骂？不经骂？这可是天罚天道的惩罚，他不经骂，你在开什么玩笑？不论如何，陈兄，你又救了我一次，如果没有你，今日便是我的死期。你我之间无需多言。师父，你没事了，这真是太好了！多谢前辈大恩大德，药元发誓，有生之年一定会好好的报答你。只要前辈差遣，晚辈一定竭尽所能。起来吧，我救你师父，是因为我们之间的交情，你不需要这样。不，这对我而言并不一样。师父对我而言，便是我的父亲，如此大恩，怎能不报？你的身体还有很大的问题，所以绝对不能够和任何人动手。不如……陈长安想了想，随后向着矿中堂看了过去。你不如留在这里吧，留在丹地府，当个看家护院也好。你觉得如何？我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丹地……既然是陈兄的好意，我怎么会拒绝？你以后就留在这里吧。对了，师父，我怀疑云霄此人心思不纯，他似乎一直都在偷听我们的谈话。你确定？不错，师父将传承交给我，也不过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但云霄却知晓。如果不是偷听，他不可能知道。而且天罚结束之后，云霄失踪了，他并没有回来，
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偷听呢？我明明要将衣钵传给他。这小子身上有秘密。既然人都已经走了，就算了吧。这小子如今的实力，还闹不出什么事情。没错，此人或许有秘密，但应该对我并没有什么恶意。要员，去准备好酒好菜，我要和陈兄大醉一场。是，师傅。这就是丹地城，真是够远的，浪费小爷我数月时间。你，快去通报那不死丹帝，就说本少爷来了。这是哪里来的毛头小子，居然敢自称本少爷？你他妈是谁少爷？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丹地府，脑子有坑跑这里装逼来了？邝中堂并没有搭理这个无法无天的小子，而是向着他身后的几个随从看了过去。清一色的不死将，好家伙，这看来来头确实不小。你们家这位少爷脑子是不是有病啊？放肆！你这是在侮辱我们少主吗？你们是不是有病？来到这丹地府还敢摆架子？再说了，有你们这么他妈上门拜访的吗？本少爷来了，你他妈谁叫少爷啊？谁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不是脑子有病是什么？妈的，哪个大傻逼生了你这么一个小傻逼啊？身后的随从更是毫不犹豫，直接对着邝中堂出手。一交手，三个人便知道大事不好，这一次碰到硬茬子了。三人合力居然无法战胜邝中堂。给我狠狠的打！居然敢侮辱我，侮辱我父亲，给我弄死他！你这里以前也是这样吗？从未有过。虽然我这个人不喜欢摆架子，可来到我这里的人哪一个不是客客气气的？就算是一些大地境界的人过来，也十分的和善。这么狂妄的，我也是第一次见。邝中堂以1敌3获得了完胜。就你们这样还敢来这闹事，真是个笑话！你好大的胆子！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爹是谁吗？你他妈又没自报家门，老子上哪知道你是谁啊？我说你是不是没长脑子啊？你吃屎长大的吗？我爹是血屠大帝，现在知道了吧？血屠大帝？我操，大帝的儿子！只是这血屠大帝年纪可是不小了，万年前就已经成就了大帝之境，实力在大帝境界之中也排得上号，怎么会有这么小的一个儿子？原来是血屠大帝的公子，你是叫冷无情吧？此人为何知道我的名字？难道我的名气就这么大，都已经传播到这丹地城了？算你有些见识，竟然知道本少爷的名讳。你是何人？我要你命，不知道你听没听过我的名字？要你命？这是什么名字？放屁！哪有人会叫要你命这样的名字？你是在诓骗本大爷吗？少主，此人便是不死丹帝，名字是要你命，不是要你命。啊，此人便是不死丹帝，这不就是个普通老头吗？冷无情的表现让众人在心中已经下了诊断书。这纯是个脑残呐！血屠大帝也是有病，这样的儿子不好好关在家里面看病，放出来干嘛呀？小子，你来到这儿是不是为了治病的？不过脑残这种病好像无药可救，不如你还是老老实实回家吧。外面的世界是很危险的，不适合你。本少爷在跟丹帝说话，你什么身份啊？况且我不是来治病的，我身体健康的很，外面危不危险关你屁事。不，你身体健康不代表就没病，脑子是个好东西，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就生了呢？我操，你他妈骂我！我爹是血屠大帝，血屠大帝是谁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知道。那你们竟然还欺负人！你们欺负人！你们男子汉大丈夫，咋说哭就哭啊？太丢人了！老姚，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啊？我长话短说，到了大帝境界之后，不知是什么原因，小生子有些困难，更何况是血屠大帝。他这个人一生杀戮无数，身上业障过多，加上他所修炼的功法又有些残忍霸道，所以几乎可以说，想要有个后人难上加难。在我这足足待了3年，最后这不就有了冷无情这么唯一的一个儿子？或许正因为如此，才被娇生惯养到了如此地步吧。这么说的话，血屠大帝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居然还让这小子跑到你这来耀武扬威，他也是吃粑粑长大的。我不许你侮辱我父亲，我杀了你！少主不可鲁莽，还请丹帝见谅，少主并无恶意，不过是从小性格如此，地主对他也是十分疼爱，所以才会如此。我们这一次过来，目的就是想要求得丹药，帮助少主有机会登上人榜。我能不能问一句，你们这位少主这些年都是如何修炼的？大帝之子，资源不缺吧？怎么修炼成了这个德行？听到陈长安的话，那随从也是略显尴尬。看得出来，他也知道自家少主是个废物，不过是借助着血屠大帝的名号，天天狂妄嚣张。这个
这要怎么说呀？少主就在后面，说出来，就少主这脾气，我还有好果子吃吗？你竟然小瞧于我！我冷无情乃是大帝之子，拥有大帝之资，将来必定可以问鼎大帝境界，超越我父亲，成为大帝巅峰强者。你们这等人有什么资格在此说三道四？我如今不过是潜龙入渊，还未发力罢了。多好的一个孩子，多么纯洁单纯的灵魂！你们竟然让他在外面随意走动，你们这是在犯罪，就应该让他好好的待在家里。你们玷污了他。他的话让众人都是一愣，唯独大黄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大黄前辈，你笑什么？这傻批都没能明白陈长安说的什么意思，就在这得意。公子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很简单，这小子是个傻批，脑残白痴，就应该好好待在家里，别出来丢人现眼了。现在明白了吗？误解，这都是世俗之人对我的误解。他们有眼无珠，看不出我的天才。没错，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我不和你们这群无知的人一般见识，我是大帝之子，有身份的人。哼，丹帝是吧？我爹说了，一定有办法能够让我在3年之期的时候登上人榜。反正我不管你怎么做，我只看重结果，你自己看着办吧。回去告诉血屠大帝，好好管教一下自己的儿子。好走，不送。当年血屠大帝来了，都得求着要你命，现在一个小辈居然敢如此狂妄。你就不怕我让我父亲灭了你这丹帝城吗？少主，不可胡言。哦，灭了我这丹帝城？好啊，我倒要看看血屠大帝究竟有没有这个本事，能够灭了我丹帝城。我等着。好，那你就给我等着，我非要灭你这丹帝城。师父，这血屠大帝人品可不怎么样，他会不会为了自己的儿子，真的对付我们丹帝城啊？以血屠大帝对儿子的宠爱程度，恐怕真的会这么做。不过，我丹帝城也未必就真怕了他血屠大帝。为师这么多年，多少还是有些人脉的。这个血屠大帝到底是什么人？说起来，我还真没听说过。这血屠大帝成就大帝之境已经万年，算得上是一位老牌大帝强者了。原本的血屠大帝喜欢独来独往，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破到大帝境界之后，成立了血屠殿，大肆扩张招揽。血屠殿的左右护法实力都是半步大帝境界，还设立了一个战堂，全部都是不死境级别的强者，怕是有100人之多。最后就是血屠殿的血屠大军了，共计5万人。血屠大军其中设有统领100人，全部都是至尊境级别，剩下的修为都不低于洞玄境，实力很强啊！我的乖乖，这么强！我只听说过血屠大帝这个人，没想到他有一个如此强大的血屠殿。那咱们丹帝城真的守得住吗？先看看情况再说吧。以血屠大帝的脾气秉性，如果真要对丹帝城动手，他会先通知一声的，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我还是好奇，冷无情身为大帝之子，就算真的不学无术，修为也不会如此才对吧？如果我猜的没错，应该是这个冷无情的身体有问题。毕竟这孩子的出现过程比较困难，所以导致了他的体质很差。血屠大帝让他来找你，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血屠大帝很不满意，想退货？啊，退货？这东西还能退货吗？倒也不无可能。或许血屠大帝认为是我的问题，才会让他儿子这么废物吧。不过半个月的时间，血屠大帝便派人送来了血屠帖，意料之中，情理之外。血屠大帝是当真一点不念及曾经要你命的帮助，对儿子的溺爱可见一斑。1年？什么意思？血屠大帝给要逆命1年的时间，若是能够改善冷无情的体质问题，便会收回这血屠帖。如果要逆命拒绝的话，1年之后，血屠大帝便会率领血屠殿血洗丹帝城。看得出来，血屠大帝虽然不是那知恩图报之人，但他对你也有忌惮。毕竟是太玄界唯一的一名丹帝，他也不想完全的得罪你。你什么打算？我都已经这个样子了，难道还要委屈自己不成？别说是1年时间，就算是只给我1天的时间，我也绝对不会考虑。大不了一死而已。况且1年时间足够我联系一些帮手了。既然如此，那我就先走了。1年之后，我会回来丹帝城，我倒要看看这血屠大帝想要怎么血洗。打算去哪里？去奉天皇朝吧。好，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多留你了。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随时派人过来给我传信。放心，我不会跟你客气的。这就对了。
陈长安走了，要你命也要为1年之后的事情开始做准备。2个月后，奉天皇朝，当陈长安和顾仙儿两人出现在奉天皇朝地界的那一刻，天空之中突然出现了异样。原来距离上一次人榜开启已经足足过去了1年的时间。人榜更新，公子，人榜更新了，紧张吗？有一些。我操，什么情况？人榜更新，第1名陈云轩，年龄17岁，修为化神境4重。第2名叶知秋，年龄19岁，修为化神境3重。第3名顾仙儿，年龄21岁，修为化神境3重。第4名聂昊天，年龄30岁，修为化神境3重。第5名叶北明，年龄30岁，修为化神境3重。沸腾了，整个太玄界都因为人榜的更新沸腾了。陈云轩3人在这一次的人榜更新之中，可以说是名扬太玄界，但随之而来的同样是危险。如今是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除掉这3个人就可以空出来3个最好的位置啊。前3名都和陈长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前10之中还有一个人，便是无名刀。小白，是公子。站住！什么情况？只见领头的那个年轻人毫不掩饰自己贪婪的目光，在顾仙儿的身上来回打量。这位姑娘，刚才失礼了。刚才见到姑娘，简直惊为天人，所以这才出言阻拦。还希望姑娘不要怪罪。我滚！好久没有人敢这么大声的跟我说话了。好，非常好，本世子看好你，看你气质不凡，修为也不弱，不如来给我当世子妃吧。我不管你是谁，别来招惹我，我没兴趣当你的什么世子妃。好，好，好，你果然和其他人都不一样。若是旁人，恐怕听到我的话，已经激动的泪流满面。而你不同，你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你简直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世子妃。就你了。抱歉公子，我马上解决此事。没事，不急。小子，你是谁？他凭什么叫你公子？我告诉你，如今他就是我镇北王府的世子妃，记住了，以后见了，你得恭恭敬敬的叫他一声世子妃，记住了吗？镇北王府，原来是镇北王世子，难怪如此嚣张跋扈。原来是镇北王府的世子，没听过，不认识。好，非常好，那我今天就让你认识认识。一个小小的化神境1重，竟然也敢在我面前装模作样，真以为我镇北王府是好欺负的不成？你们几个去给我好好的教训一顿。此人挟持世子妃，我们要拯救世子妃于水深火热之中。顾仙儿差点是没被这镇北王世子给气死，你他妈才是一个火坑吧？是世子。还未等这3个人冲到陈长安的面前，顾仙儿已经出手，速度之快，威力之猛，让这3个人都是心头一震。还没等这3人反应过来，身体已经是如同断了线的风筝，直接倒飞而出。世子妃神功盖世，果然不一般。你家在何处？我现在就去你家提亲。提亲？你配吗？二话不说，直接出手，仅仅一掌便将这镇北王世子给击飞了出去。世子，你们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打伤世子！要是世子有什么3长2短，镇北王府是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给我等着，等着！众人知道不是顾仙儿的对手，只能够是连忙带着世子先返回到府中再做商议。顾仙儿谨记着陈长安曾经的教导，斩草除根，刚要动手，却被陈长安给拦了下来。公子，您这是？先让他们回去吧，正好带个路，直接去镇北王府。何事如此惊慌啊？回禀王爷，大事不好了！世子被人打伤了，伤势十分严重。啊！被人打伤了？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在我镇北王的地方伤了我儿子！对方是谁？你们还不赶紧把人给我抓过来！王爷，来了！慌什么？什么来了？打伤世子的人找上门来了！哼，我倒真的想看看，究竟是谁敢如此狂妄。那你就好好看看吧，机会不多。你是何人？陈长安。奇怪，倒真是奇怪。这两人的组合，明显看着以陈长安为主，可是为何陈长安的修为更弱一些？隐藏了修为不成？可是他才多大的年龄，在我的面前不可能隐藏得住修为。唯一的解释就是，此人来历身份不简单。可就算如此，在我的地盘打伤了我儿子，也绝对不能够草草了事。你胆子可真不小啊！居然连我儿子都敢动，甚至还敢来到这镇北王府，你就不怕走不出此地吗？
怕我就不来了。好，好，好，果然好胆量。究竟是因为什么，世子才和他们起了冲突？手下不敢隐瞒，于是将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解释不错，就是出手狠了一点，但这不要紧，以后加入我镇北王府，再慢慢调教吧。什么意思？生了我儿子，真的就以为可以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吗？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既然我儿子看中了你，不管你同不同意，你都必须嫁给他，否则的话，我保证让你们无法活着走出这镇北王府。我能不能问你几个问题？好，你问。你是镇北王，是奉天皇朝皇室封的，对吧？这是自然。你和皇室的关系怎么样？陛下待我亲如手足。好，也就是说，如果奉天皇朝有事，你绝对不会坐视不理，对吗？这是自然。莫非你有何怀疑不成？很好，既然如此，那我也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你究竟是何人？问这些做什么？你到底什么意思？想知道我是谁？一日之内，带着你的镇北军，城外50里处，我给你答案。王爷，就这么让他走了？此人来历不明，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耍的是什么把戏。传我军令，镇北军整装待发，明日随我去会会这个陈长安。公子，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没什么，就是不喜欢麻烦，让他帮着我把人都聚集起来，省着我到处去找了。您是打算全灭镇北王和镇北军？如此一来，奉天皇朝应该会有所察觉吧？察觉？我来这里是收债的，这只是第一步而已。我也从来没有打算瞒着奉天皇朝的这些人，我就是要让他们听着看着，这些手下是如何一个个被灭的。星儿，你记住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100倍偿还。殷天子不该杀我的朋友。当初无名刀因自己而死，虽然如今找到了无名刀的转世之身，但是这件事情在陈长安的心中却从来没有放下来过。当他选择报复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是最猛烈最疯狂的。我原本还以为公子您会直接前往奉天皇朝的帝都，看来是我想的太简单了。知道我为什么第一步选择来到镇北王府的封地了吧？就是为了给奉天皇朝先送上一份礼，况且还要等大皇一段时间，直接去奉天皇朝帝都，大皇恐怕赶不回来。大皇前辈需要多久才会赶到？无名刀好找，但是林相柳就比较麻烦了，所以需要耽误一些时间。以大皇的速度，怕也要1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才会赶到帝都。到时候，我们直接在帝都会合。我来了，昨天并未说完的话，可以说了吗？还是说，等你身后的人到了再说？让他出来吧，不用躲躲藏藏。没有其他人，就我一人足矣。你一个人？你当真以为我镇北王是个傻子不成？一个小小的化神境而已，居然如此口出狂言。若不是想要看看你有何目的，身后之人是谁，你以为昨天你走得出王府吗？我叫陈长安，这个名字你不知道，或许奉天皇朝之中很多人都不知道，但在这奉天皇朝，有一人可是记得很清楚，此人叫殷天子。殷天子？他竟然知道殷天子，而且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殷天子也知道他？难道说陈长安是殷天子派来的人？可这怎么可能呢？你是殷天子的人？殷天子的人？殷天子算什么东西？他配吗？大胆！殷天子也是你能够随意侮辱的吗？你究竟是谁？我是谁？不知道你是否听过无名刀这个名字？你要为他报仇？不错。可笑，简直可笑！就凭你，还想要找殷天子报仇？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就凭你也配？别说殷天子，我镇北王这一关，你就过不去。哼！既然敢来，又何必躲躲藏藏？出来吧，让我见识见识，你这位敢来奉天皇朝闹事的人，究竟有什么本事？别喊了，跟殷天子有仇的人就是我。至于你刚才问我为什么来到这里的目的，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是为了给奉天皇朝，给殷天子送一份礼。你镇北王和镇北军的性命，便是我送给他的第一份礼。就凭你一个人？对付你都不需要我亲自出手。镇北军何在？在！杀！怎么都不说话了？一个个都哑巴了不成？
镇北王、平西王接连被灭，现在你们告诉我，就知道对方叫陈长安，还是人家自报姓名才得知的？除此以外，你们连对方的下落在何处都不知道，你们难道都是一群废物不成吗？陛下，此人第一次出现是在镇北城，根据镇北城的人所说，此人实力逆天，而且我们查看过镇北王以及镇北军的尸体，是被一剑秒杀。你的意思是说，镇北王连带着他手下的30万镇北军都是被一剑秒杀的？是的。报！陛下，刚刚传来消息，镇南王被灭了。什么？镇南王也被灭了？可是这才多少时间，对方的速度竟然如此恐怖！报！陛下，远东王被灭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到底有几个陈长安？难不成他还有分身术不成吗？镇南王和远东王的封地之间相隔甚远，怎么会这么快呢？随着一个个噩耗传来，整个帝都、整个皇室都笼罩在了一片阴影之中。哎，你们听说了吗？这个陈长安可当真是够狠的。此人究竟要做什么呀？怎么感觉凡是和皇室有关的都被他一一铲除了？定是奔着皇室而来。听闻皇室如今也是十分惊慌，正在寻找帮手呢。好，皇室正在寻找帮手吗？听传闻，据说这个陈长安可是大地境的强者，否则哪里会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啊？皇室自然是招架不住，所以只能够寻找帮手了。但是具体找的是谁，那我就不知道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秘密的？嗨，东打听点西打听点，这不就有消息了吗？我这人没啥爱好，就是喜欢打听点事儿。不过我看老弟你面生得很，刚来帝都不久吧？我可跟你说啊，你来的真不是时候。这个陈长安没准哪天就到了帝都了，到时候怕是要血流成河。既然如此危险，你们怎么不离开帝都？我们倒是也想，可是毕竟一直生活在这里。再说了，我们就是一群普通人，陈长安这种人物总不会为难我们吧？哦，对了，还不知道老弟你名字呢？我叫周林，你呢？我叫陈长安。陈长安，不会是聊八卦碰到正主了吧？哎，你瞧瞧你们一个个胆小的样子，怕什么呀？这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你们觉得他会是那个陈长安吗？万一我就是那个陈长安呢？啊，你就是？你快算了吧，就凭你，人家陈长安是什么样的人物啊？大帝，你懂什么叫大帝吗？站在中天域顶峰的人物，会跑到这里跟我们闲聊。你要是再这么聊天，那我可就真没话说了。你小子自己不想活了，别连累我们呢。好，那我就先走了，不连累你们。对了，除了皇室要找帮手之外，最近还有什么比较有趣的消息吗？哦，对了，帝都之中有一个拍卖场，听说最近似乎来了不少好东西。你别小看这拍卖场，它可不是奉天皇朝的产业，据说这背后的东家乃是谷家。谷家？谷家和奉天皇朝的关系如何？没有什么关系。谷家是什么样的存在，奉天皇朝可还巴结不上。能够在帝都之中开个拍卖场，皇室都给乐得合不拢嘴了。啊，对了，你问这些干嘛呀？没事，好奇而已。陈长安并没有继续多问，而是转身离开。公子，可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打听到了一些，正好大皇还没有来，先等他几天。我也很想看看，这奉天皇朝会找什么样的帮手。大皇没到，陈长安自然不会提前动手，但并非大皇的速度太慢了，而是如今陈长安的速度太快。在丹帝城的时候，陈长安融合的胎珠能量灌注在了右腿之中。与此同时，陈长安发现自己似乎获得了某种空间能力，能够施展如同瞬移般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接连将分隔不同地方的那些人全部击杀。三长老，为何老祖这一次如此重视奉天皇朝的拍卖场呢？老祖平时都不过问这些事情，甚至还要派我们前来。凤瑶，这是老祖的意思，我们只能够遵从。老祖既然这么做，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切莫耍小孩子的脾气。况且，这并不会影响到你的修炼。可是，我就是不理解啊，家族这么多人，为何是我来这里？既然老祖亲自点名让你来，必然是有他的用意。你难道连老祖的吩咐都要质疑吗？啊，凤瑶不敢。好了，别想那么多，反正明天就要开始拍卖了。等到事情结束，我们就好像还走不了。啊？为什么走不了？这个我也说不好，能不能走就要看看老祖所等待的那个人是否出现了吧。老祖等待的人？三长老，老祖等待的人是谁啊？莫非有什么大人物要来这奉天皇朝不成？我也不清楚，但老祖说了，谁拍到了最后一件东西，谁就是他要等的那个人。明日或许就知道了。
两位面生估计是第一次来这儿吧？想要参加我们这儿的拍卖会，并不需要有任何的身份，但有一点很关键，便是资产。若是资产不够，是不可能参加的。所以两位不要介意，能否证明一下？这些够吗？10万极品灵石虽然也并非很多，可放在这奉天皇朝，能够一次性拿出来这么多极品灵石的，怕也是不多见。更何况陈长安这架势，明摆着还有啊！哎，可以了，这些足够了。两位，请随我来。顾仙儿，你是顾仙儿？顾凤瑶。顾仙儿也不傻，对方不认识自己，却叫出了自己的名字，很显然是一个关注过自己的人，那便是人榜。真是想不到，居然会在这里见到你。我记得人榜现世之时，你连前百都不在，当时你的修为恐怕最多也就是刚入神通境，甚至更弱。为何能够在1年之内接连突破啊？抱歉，我这一次是陪我家公子前来拍卖会的，所以……公子？什么意思啊？你说的公子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他的侍女吗？有问题吗？你难道觉得没有问题吗？你怎能如此自甘堕落呀？你可是人榜第3名，真正的天骄，他凭什么让你当他的侍女啊？他有什么资格？我能够有今天的修为，都是我家公子给的，你说他凭什么？你没有资格在这里说3道4。我和你不熟，更不认识。如果你再敢对我家公子不敬，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全是公子给的，就凭他自己的修为才化神境1重，他能给你什么呀？这姑娘脑子是不是有病啊？这么容易被骗的吗？你家公子这么厉害，那我还真想要打听打听，不知道这位究竟是哪位大人物啊？陈云轩，陈长安。果然不是，我还以为是陈云轩呢，原来是叫陈，你就是陈长安？不对，你不是。当到奉天皇朝的陈长安，修为可绝非如此。反正不论如何，他以后不能够成为你的侍女。你说吧，什么条件才给他自由？不知道你听没听过我顾家的名字？放心，绝对不会亏待你的。顾凤瑶，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需要你来多管闲事。还有，我们是来参加拍卖会的，没时间听你在这里多说。让开！这丫头怎么不知好歹啊？我这可是在帮她，她还来脾气了。走吧，何必和他多说这些？本就不是一路人。不行，今天我非要让你脱离苦海。顾仙儿，我就定你了。陈长安和顾仙儿2个人前脚刚进入到包厢，刚刚落座，顾凤瑶后脚就不请自来，直接走了进来。这怎么还追上来了？喂，他是不是给你下药了，还是下蛊了？要不然你跟我回顾家吧，我让我家老祖给你看看。多谢这位姐姐的好意了，但公子从未给我下药，更不可能下蛊，也从来没有对我施展任何迷惑心神的手段。我跟着公子乃是心甘情愿，就不劳烦你多费心了。这不应该啊，怎么看这顾仙儿都是有着一些傲气和骨气的，为什么偏偏对这个陈长安死心塌地啊？难道他有什么过人之处？想到这里，顾凤瑶不由得向着陈长安的某个部位看了过去。哎呀，我这是在想什么呀？顾仙儿一看就是处子之身，我怎么会想到这里啊？不对，一定不是我的问题，是这里的气场不对。哦不，是陈长安有问题。对，都是陈长安的罪。顾凤瑶这一眼可把陈长安吓了一跳啊！这丫头都特么什么爱好啊？你还不走？啊？走？去哪儿？妈的，这娘们绝对有病！老子没招惹你的，你白了谁呢？这是我们2个人的包厢。这拍卖场都是我家的。行。他就真的这么好，这么有吸引力？嗯。哎呀，不就长得帅一点吗？修为还不如你呢，你这都啥眼光啊？就喜欢长得好看的？哦。顾仙儿就好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点头机器，顾凤瑶说什么，顾仙儿都是点头，然后回复一个字。拍卖什么时候开始？你不是这拍卖场的主人吗？正好跟我说说，这一次都有什么东西拍卖？哼，不许对公子无礼！哎，公子，就轮到你家公子这里，你才有点反应。我可是顾家大小姐，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啊？哦，好。哎呀，我去，那我告诉你，这一次我们顾家带来的东西是什么吧？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东西，不过对于奉天皇朝这种地方的人来说，应该算是不错的了。有
顾凤瑶也不管顾仙儿到底听没听，反正呢就在旁边叽叽喳喳的介绍起来。陈长安听了一会儿，顿时兴趣大减，这些东西还真的对他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你说凤瑶那丫头跑到客人的包厢去了，对方是一男一女2个年轻人，知道因为什么吗？好像是因为……伙计将自己的所见所听都讲了一遍。算了，年轻人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处理吧。莫非这个顾仙儿就是老祖要等的人不成？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老祖让我们拍卖了一样很奇怪的东西，消息，拍卖一个消息，而且啊，这个消息我还不知道，只有同我一起来的3长老知道。老祖说这个消息普天之下只对一个人有用。说起来我还真是有点好奇，这究竟是什么消息呢？古凤瑶口中的老祖必然是古家那位大地巅峰，他居然要拍卖一个消息，而且还是一个普天之下只对一个人有用的消息。难道是胎珠的消息？可对方怎么可能知道胎珠啊？你们老祖还说什么了？啊，你有反应了？不错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距离我拯救这只迷途的羔羊似乎又近了一步。不过，老祖还说了什么？这种事情要不要说出来啊？老祖也没说什么，毕竟我刚才说过了，这个事情3长老最清楚。我也是来了之后才听说最后拍卖的是个消息。下面的拍卖进行的如火如荼，这一次古家带来的东西对很多人来说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就连皇室也不例外。突然，当下一个拍品开始拍卖之时，陈长安发现顾仙儿似乎眼神有了一丝变化。仙儿，这个东西你喜欢？公子，我觉得这个东西或许对我的修炼有帮助，所以无妨，既然喜欢，买下来就是了。此时拍卖场进行拍卖的乃是一件名为七香赤焰果的东西。切，你说买就买啊？你以为下面那些都是死人啊？这东西对其他人来说也很有吸引力，好不好？我是不是得罪你了？你怎么看我这么不顺眼？你要是让他自由，我保证看你顺眼。毕竟你长得确实挺好看。啊，这叫什么话？听起来怎么好像自己是个十恶不赦的，限制了一个良家少女自由，又长得很帅的恶人。55万，好，现在有人出价55万，还有人继续加价吗？这七星赤焰果乃是生长在岩浆之中，拥有着恐怖的能量，对于修炼火焰种类功法的人有着非常不错的效果。此物获取十分难得，错过了这一次，恐怕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遇见。现在价格已经来到了55万上品灵石，是否还有60万？原来是并肩王，听说并肩王修炼的功法就是火焰种类的吧？没错，这东西对于并肩王有大用。70万，是皇室。今天当今陛下亲自到来，难道是陛下要抢这七香赤焰果？可是陛下修炼的并非火焰类的功法，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不清楚，难道是和并肩王不和？坊间早有传闻，皇室是因为忌惮并肩王越来越强，所以才将他留在了帝都之中，也好随时看管，严加防范。既然是陛下想要，那微臣便放弃了。陛下，您这么做是何用意啊？我买下来再送给并肩王，这便是皇室对他的恩典，对他的看重。如今多事之秋，多一个帮手，少一个敌人，总归没有坏处。或许并肩王已经懂了朕的用意。原来如此，还是陛下您想的周到。陛下您出价，想来已是没有人敢继续出价了。此乃是拍卖会，自然是谁都可以出价，朕不会仗着身份去做那不公之事。陛下仁慈，当真是20万，极品灵石。你可注意过那个包厢里面坐着的是谁？陛下，这我不知道。此人绝不是我奉天皇朝的人，否则的话绝不敢这么做。可这里毕竟是古家的拍卖场，他也不敢现在就做些什么，只能够将这口恶气暂时憋在肚子里面。20万极品灵石，请问还有出价的吗？当真没有了吗？20万极品灵石1次，20万极品灵石2次，20万极品灵石3次，成交。哎，你跟着他，不会就是因为他出手大方吧？20万极品灵石，犹豫都不犹豫就花了。哎呀，不得不说，他这大方的样子确实挺帅的。可我还是觉得你的价值更大呀，你可千万不能因为他的出手大方就蒙蔽了双眼啊！古凤瑶是找到机会就苦口婆心的劝告顾仙儿，然而此时的顾仙儿对于古凤瑶说了什么，那是完全一个字也没有听到。没想到公子为了我，居然花费了这么多灵石，公子对我的恩情，这一辈子都无以为报。哎，
完了，他感动了。等古凤瑶劝告之后，看到顾仙儿此时的眼神，心中就感觉完蛋了。这丫头明显是对陈长安有意思。这陈长安就有那么好吗？除了帅一点，零食多了一点，还有什么过人之处啊？对于修炼之人而言，这些都应该是浮云啊。哼，真是个诓骗无知少女的恶徒。呸！下一个是最后一个拍品了吗？不知道，别问我。诸位，接下来将会是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件拍品。这一件拍品，想必大家应该都很好奇。说实话，我主持了这么多年的拍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拍品。好，咱们也不卖关子，这最后一件拍品是一个消息。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这是什么拍品啊？这个时间出现了这样的拍品，难道说这个消息和陈长安有关？有可能，非常有可能。真是没有想到，国家竟然会用这个方式来赚取灵石。不过这个消息确实对我们很有用。诸位，我可以很确定的说，这个消息和陈长安并无关。拍卖师的话让众人又是一愣。不过这个消息乃是古家老祖给的，这个分量，我相信各位应该明白有多重了吧？古家老祖乃是大地巅峰强者，他的一个消息，寻常人可是没有这个机会获知，而且只要成功拍到了这件拍品的人，才有这个机会得知，旁人可就永远失去这个机会了。不管任何代价，一定要拍到这件拍品。如今奉天皇朝太需要强大的助力了，若是当真能和古家攀上关系，一个陈长安算什么？这最后一件拍品的起拍价10万极品灵石，仅仅是一个起拍价，就让不少人直接打了退堂鼓。11万极品灵石，12万，13万。殷公宇此时并没有出价，而是眼神冰冷地听着其他人的叫价。好，非常好。他们是不是忘了，这只是有可能拥有一个攀附上古家的机会，而他们如今仍在这奉天皇朝之中。30万。殷公宇一咬牙，直接将价格提升到了30万。大家此时都在掂量自己手上拥有的资产是否能够继续出价。另外一方面，他们也需要考虑得罪了殷公宇，这到底划算不划算呢？35万。居然是他，我就知道此人必有二心。好，这么多年来，他居然一直在和我藏拙，好一个并肩王！等到拍卖会结束之后，我定然不会放过他。40万，45万，50万。当殷公宇将价格提升到了50万极品灵石的那一刻，并肩王深吸了一口气，最终不得不放弃。毕竟这个价格已经是到了他的极限了。王爷，您这么做就不怕殷公宇对您下手吗？无所谓，他虽是皇帝，可这皇室并非是他的一言堂，他也不能完全做主。就算皇室要对我动手，他也要等到那陈长安现身之后了。50万，现在出价50万极品灵石，还有人要出价吗？100万极品灵石。100万，又是那个包厢。这个包厢的人，这已经是第2次和当今陛下抢夺了吧？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殷公宇此时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你有这么多灵石啊？这是我古家的拍卖场，你要是乱抬价，坏了规矩，我可帮不了你。到时候顾仙儿我可就带走了。放心吧，顾仙儿你带不走。真有这么多？你家产灵石、开矿的？我倒是听说有些家族专门以开采灵石矿为生。你有这么多极品灵石，你家的气运不错啊，看起来开了不少极品灵石矿脉吧？难道你就是传说之中的矿二代？矿二代？这都什么跟什么呀？110万，150万。陈长安的再次出价让所有人都震惊了。150万，这也太有钱了吧！陛下，不能再出价了，再出价，我们恐怕要变卖一些皇室的宝贝了。您应该知道，擅自做主的话，后果会很严重的。您的权限不够啊！用你来多嘴，难道我不清楚吗？160万，200万。妈的，他怎么会有这么多极品灵石啊？210万，250万，没那么多极品灵石，就别在这装大头。陛下，极限了，真的已经极限了。我知道，210万已经是殷公宇最后强行喊出来的价格了。此人是谁？一定要给我调查出来。我倒是要看看对方究竟是什么人。是，陛下。250万一次，250万2次，250万3次，成交。
250万，他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极品灵石啊？哇，为什么在这一刻，陈长安的身上似乎还在闪着光芒？哇塞，好耀眼的光芒！这就是极品灵石的魅力吗？啊？我为什么这看着看着竟然如此顺眼，帅的好像不那么普通了呢？公子这般优秀，顾风瑶不会是对公子有意思了吧？不好，失态了。那个，你们两个跟我走吧。哦，对了，你确定自己真的有那么多极品灵石，对吧？放心，别的没有，灵石我有很多。好，那就好。你们随我去见三长老吧。三长老，我将人带过来了，他就是拍到最后一件拍品的人。哪一个是啊？哦，是他，陈长安。陈长安？难道他就是老祖要等的那个人？有些古怪，修为是化神境一重没错，可为什么我无法具体的看清楚对方的年龄？难道说此人是拥有大气运之人，天机笼罩，所以我无法看透？若当真如此，恐怕此人还真就是老祖要等待之人。不过具体是不是，还要看看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的反应才行。你叫陈长安，和最近在奉天皇朝闹得沸沸扬扬之人是同名同姓，还是说你就是那个人？三长老，这怎么可能呢？他才化神境一重啊，他哪有那个本事？你不是说最近在奉天皇朝大闹一场的陈长安，实力绝对是不如大帝境界了吗？难不成真的不是一个人？这世上竟有如此巧合之事？不管是哪一个陈长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即将要说的这个消息。陈长安，你花费这么大的代价买到这个消息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很简单，我想知道消息是什么。有问题吗？这确实没有问题。这个消息的内容就是关于一颗珠子。珠子？听到这两个字，陈长安眼神一亮，陈长安的反应也被三长老给看在眼中了。果然是他，老祖曾经说过，谁在听到珠子两个字之后有反应，那便是他要等待的人。果然是你，老祖曾经说过，谁对这个消息有反应，谁就是他想要等待的人。如果是一个拍到了消息却听到消息疑惑的人，那他可能就要白白浪费这么多的灵石了。陈长安，我们老祖想要见你。啊，见我？这古家的老祖等我做什么？而且他竟然知道我和胎珠之间有关系。啊，三长老，他真的是老祖要等待的人？不错，就是他。去古家的话也可以，但我现在走不了了。走不了？你还有事情？和奉天皇朝的账还没算清楚。奉天皇朝的账？他还真是那个陈长安。最近在奉天皇朝闹得沸沸扬扬的陈长安，真的是你啊？我有说过不是我吗？可你的修为是低了点，但还行，不影响我发挥。你瞧瞧你看出来的事儿，这是修为低了点吗？差距也太大了吧！化神境的修为发挥出了大帝境界的实力，哎呦，这还是人吗？你没有隐藏修为？我为何要隐藏修为？修为就这么见不得人？妖孽啊！你才是真妖孽！那我就谢谢你的夸奖了，这是刚才的灵石，你收一下吧。不用了，老祖说过，如果真的是他要等的人，灵石就免了。那就多谢了，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就先走了。等到奉天皇朝的事情结束之后，我来找你们。好。三长老，这个陈长安真的没有隐藏修为吗？可化神境，此人身上有很多的秘密，我看不透。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老祖会格外看重他的原因吧。凤瑶，你和他们关系如何？啊？关系？今天才刚认识，能有什么关系啊？之前我还打算将顾仙儿从他身边抢走呢。不过现在看来，顾仙儿这个侍女似乎倒也不是那么的丢人。侍女？人榜第3，只是一个侍女，这要是传出去，恐怕很多人都会暴走。敢问这位前辈是？风无量。风无量？难道是逍遥封地风无量前辈？真是没想到风无量前辈能够伸出援手，殷公羽在此，多谢前辈。不用谢我，我来不是为了帮你。你确定在你们奉天皇朝出手的人叫陈长安？不错，便是陈长安。那就好，我是为了他而来的。
风无量当年初入大地境界，便在陈长安的手上吃了亏，可以说是给他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风无量对自己的实力增长十分的满意，所以当听到陈长安的消息之后，便不请自来，打算重新会会着陈长安。难道前辈和这陈长安有过节？算是吧，给我安排一个住处。陈长安出现之后，我会出手。是，多谢前辈大恩。前辈，我这就让人给您安排住处。凤瑶，你这几日不是总去找顾香儿吗？难道就没打听出来点什么消息？三长老，他们两个总共就跟我说了2句话。第一句，你来了；第二句，再见。你说我能打听到什么消息吗？不过他们虽然没搭理我，但他们说话也没有背着我，感觉陈长安似乎在等什么人。啊？等人？难道他是在等帮手？原来如此，或许陈长安在等着的便是真正出手造成奉天皇朝恐慌的那个人。啊？真正出手的人？三长老，你的意思是陈长安背后另有帮手？难怪，我就觉得他的修为怎么可能会拥有如此逆天的战力呢？哦，我懂了，难怪他不动手，因为他等的人没到，自己动手根本就毫无胜算啊。但陈长安的确很神秘，不过现在我更好奇他这背后之人究竟是谁。或许很快就会知道了吧。终于来了，怎么样？这一路还顺利吗？很顺利，有大黄前辈在，不会有问题。这是林兄送给我的，他说这原本就是我的东西。他说的没错，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穿着吧，对你的安全也是一个保障。既然你们都已经到了，那明天也可以去和奉天皇朝好好的算算账了。算账？明道，明天你什么都不用做，你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静静的看着这奉天皇朝是如何覆灭的。站住！此乃皇城重地，闲杂人等不得靠近。若是再敢靠近，休怪！放肆！你好大的胆子！来人呐，将此人拿下！陈长安微微一笑，随后再次出手。如此巨大的声响，自然是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我陈长安来了！几乎在陈长安声音出现的同一时间，所有皇室宗亲都出现在了他附近。果然是他，我记得他的声音。还请逍遥封地前辈出手，这陈长安实在是太狂妄了。哼，不用你说，我也自然会出手，但是怎么做，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不要在我的面前耍这种小把戏。对不起前辈，晚辈不敢。哼！然而此时，众人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陈长安不断的前行，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拦。怎么可能？是他？也就是说，那个时候陈长安就已经来到了帝都，可他这么多天一直没有任何动作。不对，还有谷家。陈长安拍到了谷家老祖所带来的消息，莫非陈长安和谷家之间也有联系？如果是这样，那皇室又该如何面对？这可是谷家呀，中天域顶级家族，拥有着大地巅峰强者。就算是风无量，看到谷家那也得老老实实听话吧。陈长安，你还记得我吗？原来是你，怎么，你就是他们殷家请来的帮手？你觉得你能赢吗？不确定，但是我想试试。试试？好，那你便试试。大黄前辈，此人当真是大帝级别的强者吗？不错，他就是那逍遥封地风无量。竟然是大帝级别的强者，大黄前辈，那陈兄能是他的对手吗？你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没事的。哦，你对他这么有信心吗？谷家三长老，谷凤瑶。此时，谷家三长老也是越来越好奇，这条大黄狗什么时候出现的？而且看起来这黄狗不简单呢。有没有信心看下去不就知道了？看热闹就好好看，哪有那么多话呀？古怪，当真是古怪，竟然看不透问题。对了，林兄去做了什么？怎么不在啊？啊，林下留有其他事要做，一会儿就知道了。还是先看看陈长安打算如何对付这风无量吧。我猜测，估计还是老办法。老办法？你还不动手吗？不想欺负你，你先出手吧。毕竟，你只是我的一个手下败将而已。手下败将？当年那一战对风无量造成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不过顷刻之间，一股恐怖的气势便将整个帝都笼罩。真是想不到，这逍遥封地如今的实力居然如此强悍，相比较我们古家老祖之外的3位大帝强者，也并不逊色。此时顾仙儿和无名刀2个人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看样子应该是这个大皇子帮助他们抵挡住了大帝强者散发出来的气势，9阶巅峰妖兽吧。陈长安神情自若，根本就没有出手的打算。又是如此，又是这般，和当年一模一样，不过是换了个时间，换了个地点。但陈长安依旧丝毫没有将我放在心上，连防御都不肯吗？陈长安，你少瞧不起人，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轰的一声巨响，强大的威力造成了巨大的波动。风无量的强大让皇室众人都是喜上眉梢。这样一来，陈长安就算不死，怕也会受伤，真是天助殷家呀！不可能，这不可能！全力一击，自己的全力一击，陈长安毫不抵抗，居然都能够安然无恙。当年我就说过，你伤不了我，你怎么就不信呢？我真的没骗你。你是大帝巅峰？不是。那你是大帝之上？也不是。那为什么？不告诉你。风无量此时已经彻底崩溃了，陷入到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他怎么做到的？陈长安竟然真的这么强，面对风无量，居然有胆量毫不防备。可结果却是，陈长安毫发未伤，风无量近乎崩溃。他和风无量商量好的吧？否则怎么会如此呢？这可是大帝强者出手，气势滔天，威力巨大，就算同样是大帝境界，也不敢如此拖大，毫不防备啊！这身体得有多硬啊！陈长安竟然这么硬！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放心了吧？面对陈长安，只有风无量崩溃的份儿。你们2个也是没见过世面。你拜过吗？没有，从无拜祭。好，非常好。看来在你手上吃亏的人可不止我一个，这样我便没有什么好郁闷的了。你忙你的事情吧，我就先告辞了。前辈，你不能走啊！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我欠你人情？当然不欠。你殷家允诺过我什么好处吗？不曾。可既然如此，你们怎么办关我屁事啊？真以为我是为了你们殷家才来的吗？你们算什么东西？风无量的离开预示着什么？所有人的内心都已经有了答案。陈长安，是我殷家殷天正。如果我没有老糊涂记错的话，你和我们殷家之间好像并无冤仇。可你为何要如此？究竟是因为什么，让你对我们殷家如此痛恨？怎么，才几百年而已，你们是真的忘了当年发生过什么事情了吗？几百年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了？无名刀，殷天子亲自下令击杀吴家天才无名刀。可就算要报仇，不也应该是吴家的人吗？这和陈长安有什么关系？不可能，他怎么会认识你这样的强者？若当真如此，当年也不会。就算如此，这也是我们和无名刀之间的恩怨。你，无名刀，他提起了无名刀，是我吗？胡枫瑶看不出来，但三长老却发现了一丝端倪。你的灵魂。三长老看得出来，无名刀的灵魂有些不对劲儿。出现这种情况，大概率便是突破到不死境的强者转世重生了。你能想起来什么吗？不知道，但似乎很模糊。无名刀感觉此时的脑海之中很混乱，似乎想起了什么，但又似乎是什么也没有想起来。你是不是以为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那你知不知道殷天子为何要杀无名刀？为何要杀无名刀？这件事情除了殷天子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难道说此事和陈长安有关？这个该死的疯子，他都做了什么呀？罪人，他就是我殷家的罪人。我就知道他这狂妄的性格早晚都会惹祸。陈长安，招惹你的是殷天子，和我们其他人无关。我可从没打算放过你们任何一个人。等等前辈，我们不是殷家的人，我们可以走吗？对，我们跟殷家没有任何关系，让我们走吧。先前风无量的落败，着实刺激了这些人的神经。你们难道忘了我们殷家曾经对你们的帮助？闭嘴吧你，还奉天皇朝呢？难道你还不知道你们接下来的结局是什么吗？笑话！你们殷家当年对我们确实有帮助，但也不过都是小恩小惠。这么多年来，难道我们还的还不够吗？若不是迫于你们殷家的实力，你以为我们愿意来啊？你们殷家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各种打压，还想要让我们为你们卖命，可笑！你们什么你们？
你还有脸说话？你快闭嘴吧你！对，闭嘴吧！都是你们殷家作恶多端，才会有今天。陈长安前辈，这是在替天行道，是在行善积德，无上功德。你们这种恶人就应该有陈长安这样的前辈来收拾，这乃是上天给你们的惩罚。说着说着，成了陈长安的夸夸大会。这些人太他妈不要脸了，我都听不下去了。他们口中的陈长安和我认识的这个人是同一个人吗？他们是不是对陈长安有什么误解啊？凤瑶，有些时候有人为了活命，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你少在外面走动，还是缺少了这方面的经验。他们夸的是陈长安吗？不，他们是在为自己寻找活路而已。真是想不到，最懂我的竟然是这些陌生人。他们说的简直太正确了。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吗？现在收敛的多了，以前曾经的陈长安简直是一言难尽，猥琐至极。如今能修炼了，有徒弟了，有侍女了，也开始装起来了，无耻和猥琐都收敛了不少。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还是那个陈长安，从始至终本质都没有变过。可为什么我感觉他这个样子好帅啊？啊，帅？哪里帅啊？除了顾仙儿十分赞同之外，其他人看着古凤瑶的眼神仿佛是在说，你啥时候瞎的呀？凤瑶这丫头没见过什么世面，出来的次数不多，理解理解吧。那以后带她多见见世面。什么地方男人多呢？就好像是青楼类似的地方，那里应该可以见见世面。啊，青楼？这两个字从一条狗的口中说出来，怎么感觉如此的违和呢？青楼？这是什么地方？听名字应该是个不错的地方吧？不错，哼，确实不错，你去过就知道了。没错，你说的确实不错，那青楼可当真是一个好地方，下次要不我带你去？真的可以吗？凤瑶，那不是女子该去的地方。不是女子该去的地方，那这不更应该去看看了吗？皇城之中，众人见陈长安如此喜欢被夸赞的感觉，顿时火力全开，一个个说的口干舌燥，嗓子都快喊冒烟了。行了，说的也差不多了，你们可以走了。众人如逃亡一般，各自施展手段，都想要以最快的方式逃离皇城。等潮起了吧？没事，现在就轮到你们了。这小子也太坏了吧！我现在才反应过来，他刚才是故意折磨这殷家人。先前搞不懂陈长安如此磨叽到底是为了什么，当真就是喜欢别人的夸赞。如今看来，陈长安是真的坏，故意晾着殷家的人。这种内心的煎熬和折磨，比直接杀了他们更难受。陈长安，你如此行事，必遭天谴！你心狠毒辣，枉为大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百倍还之。要怪，就怪你们殷家不该招惹我。你说，殷天子要是见到奉天皇朝，你们殷家，因为他变成了现在这般田地，又会作何感想？你好狠的心呐！为了报复殷天子，你就做了这么多事情。不然呢？难道还因为好玩不成？殷天子，给老子滚出来！你难道不想要看看，你殷家如今还剩下多少人活着了吗？何人如此大胆，竟敢打扰本尊闭关？本尊，凭你也配如此称呼？殷天子向着殷天正不远处的陈长安看了过去。你是何人？你他妈不认识他？殷天子，你就是殷家的罪人。如果不是你，殷家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他妈不认识他？我问问你，你当初招惹人家干什么呀？你还舔个脸，好意思问人家是谁？我他妈真想弄死你呀！你在说什么胡话？这事情与我有什么关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闭关。与你无关？好，好，好，他叫陈长安，现在你还说与你无关吗？他叫什么关我屁事儿？我管他什么陈？陈长安，你就是陈长安，这就是让长孙吸血念念不忘的人，就他。殷天子，他叫殷天子，我记得这个名字，我记得。那种灵魂之中的仇恨让吴明刀此时的表情异常凝重。我和他发生过什么，是吗？我应该记得才对，可我为什么想不起来了？你认识他，但不是这一辈子，而是上辈子。上辈子的仇人吗？所以这才是陈兄让我来的原因，对吗？他想让我亲眼看着曾经杀了我的人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不错。怎么样？我送你的礼物，你喜欢吗？这一切都是你做的。
是因为无名刀。不错，好，你够狠。可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伤心难过，甚至是自责痛恨自己吗？陈长安，你想错了。就算殷家的人都死绝了如何？只要我还活着，殷家就还在。你还活着？你他妈还想活着？哼，你牛啊！你是真牛呀！大帝面前，你敢说自己能活？你他妈真是狂到没边了！你这是什么表情？谁允许你这么看我的？殷天子，你他妈就是一个傻叉，纯种大傻叉！你得罪了谁你不知道，得罪的人什么实力你也不知道，你这是装尼玛呢你！人家是大帝，大帝是什么你懂不懂啊？你他妈我去你丫的，老子不陪你了，你自己慢慢等死吧！殷天正怒火攻心，实在是被殷天子气得不行，二话不说，直接选择了自爆而战。你当真是大帝强者？不是，但我能杀你。看来这一次我是在劫难逃了，难怪你能让长孙吸血念念不忘，竟然是大帝强者。我输了，但我不后悔，再让我选一次，我一样会这么做。我不允许自己喜欢的女人心里想着另外一个男人。我这么努力的想要突破大帝境界，便是为了能够配上他长孙吸血。只可惜，陈长安，不要以为你胜了，告诉你，我殷家不会灭，绝不会灭。你是想说，你殷家秘密培养的那些人吗？我来帝都已有多日，为何没动手？你不会觉得我没动手之时，每天真的只是在无所事事吧？不可能，绝不可能，这是一个秘密，知道的人很少，陈长安不可能知道。不，你是在骗我的，骗我的。不对，你既然能够说出来，这说明你已经知道了那些人的存在。为什么？为什么？是谁？是谁告诉你的？是我？是你？你居然背叛了我！萧长林，你别忘了，你有今天都是我栽培的。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叛徒！忘恩负义？殷天子，你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这么一天吧？你说我忘恩负义，你觉得你配说出来这几个字吗？你当真以为你曾经做过什么？我真的一无所知。他知道，不可能，他不可能知道才对。他知道殷家不可能长盛不衰，也知道自己得罪过不少人，为此他想到了一个计划，那就是秘密的将一些有天赋的殷家子弟掩藏起来，暗中培养。但是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殷天子选了很久，最终选择了萧长林。殷天子不选择殷家的人，就是担心时间久了之后，这些人暗藏私心。为此，殷天子杀了萧长林家满门，随后再现身解救萧长林。殷天子，如今整个殷家，除了你再无一个活口，就仿佛当年你灭了我萧家满门，留下我一样，后悔吗？是不是后悔当初没有将我一起杀了？萧长林冷笑着：“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那件事情的？”从你当年救我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殷天子，你是否当真以为我那时候只有8岁，便是什么都不懂？你表现得太刻意，太假了。你天生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阴谋者，因为你不懂得如何伪装。我杀了你！可当他刚要动手的那一刻，却突然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灵魂之力，直接将自己笼罩其中。你杀不了，现在感觉怎么样？你殷家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打造的奉天皇朝，很快就被别人取代，而你殷家，从此以后再无半点血脉留在这个世上，开心吗？听到陈长安的话，殷天子眼神之中充满了愤怒，可他发现自己不管怎么做，似乎都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陈长安，你简直罪无可赦！得罪你的人是我，和殷家人有什么关系？你也知道和殷家人无关，那当年你想要找我，和无名刀又有什么关系？无名刀，过来。无名刀，他还活着，他没死。当看到无名刀的那一刻，殷天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没死？不对，你不是他，你的年纪，你的修为，你是转世，你竟然转世了。在这一刻，殷天子的脑海之中似乎同样有了一个计划，既然他无名刀可以，
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啊？明道，你应该已经明白了吧？上一世，你便是因为此人而死。这一世，轮到你亲手杀了他。好。陈长安，你想要让他亲手报仇，你觉得可能吗？我乃是不死境巅峰，身体历经过天劫的洗礼，他一个神通境还想杀我，做梦！殷天子狂笑不止，对于死亡已经没有了那么多恐惧，毕竟他心中已经有了另一个计划。况且他也并不认为一个神通境的无名刀能够对自己造成任何的伤害。小子，尽管试试，看看你能不能伤我分毫。好，那我便试试。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伤到我？就算我……此刀名为寒龙，乃是黄阶顶级兵器。黄阶顶级兵器？不可能！就算是兵器强大，也要看在什么人手上才能够发挥出它自身的威力。无名道不可能拥有这样的实力。不错，但寒龙自身却拥有一个特殊的能力——无视防御。如果你运功抵挡，寒龙伤不到你。可如今的你，单纯凭借肉身就想要抵挡寒龙，绝无可能。一刀、两刀、三刀，随着无名刀一刀一刀的挥出，殷天子如今已经是变成一个血，浑身上下满是伤口，鲜血淋漓。然而不死境的强大让他根本就无法这么看死，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无名刀折磨自己身体。无名刀，无名小辈，就直接杀了我！不过就是仗着神通印记，算个什么东西？不管殷天子说什么，无名刀都不予理会，而是不断地挥出手中的寒龙刀。看着殷天子的气息越来越微弱，无名刀眼神之中那深藏着的仇恨似乎也慢慢的消失了。直到殷天子再无任何一点气息，下一刻，无名刀发现自己的修为竟然直接突破到了化神境1重。就这么死了吗？当然没有。啊，没死？还没死？下一刻，只见陈长安伸手一挥，突然一个灵魂出现在了他的手心之上。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的小心思？从始至终，你的灵魂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你以为你跑得了吗？这是殷天子的灵魂？不错，他早就做好了舍弃肉身、灵魂遁走的打算了。不过他应该忘了，从一开始我禁锢的可就是他的灵魂，而不是身体。陈长安的灵魂实在是太强了，就算是要你命这种大帝级别的灵魂都会被禁，更何况他一个半步大帝了。再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殷家所有不死境之上的人，灵魂都不复存在。不管你们是灵魂夺舍，还是转世重生，都没有这个机会了。既然是灭门，就要灭得彻底，你说对吧？灭掉了殷天子的灵魂之后，奉天皇朝、殷家都将不复存在。多谢前辈出手相助，才能够让我大仇得报。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我自己，与你无关。虽然如此，但是晚辈能够报仇，完全是前辈的帮助。如此大恩，晚辈必定谨记于心。若是前辈有什么能够用得到的地方，随意吩咐，晚辈绝不推辞。不用，按照当初的约定，从今以后，这奉天皇朝就是你的了。多谢前辈。殷家被灭了，可偌大的奉天皇朝基业还在。至于萧长林能不能够守得住，那就要看他自己的本事了。接下来你们两个有什么打算？我打算继续历练一番。曾经我以为突破到不死境已经很不错了，可如今我才发现，不死境屁也不是。我还是先回混乱之区吧，等到修为强一些了，我再出来闯荡。勋章战场其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试炼场。好，那咱们就在这里就此别过吧。好，告辞。告辞。这一别，想要再相见，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人生轨迹不同，终究会渐行渐远，何必去在意这些呢？人生不就是如此？曾经我们认识的那些人，许多也许久未见，甚至有很多早就已经死去。珍惜在一起相处的时光，剩下的随缘吧。你说的非常对，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走，我们去青楼吧。再不去，那些姑娘们都老了，多可怜呐！哎，我可以一起去吗？我还没去过呢。好，非常好，你这个朋友我大黄交定了，去，必须得去。那个三长老是吧？你去不去啊？这成何体统啊！我乃是古家的三长老，
怎么会去此等肮脏之所？三长老，那青楼很脏吗？凤瑶，你是谷家大小姐，那种地方不能去。啊？为什么？就因为脏吗？没事儿，我可以让他们好好的清理一下，干净点就可以啦。我说的脏和你说的脏不一样。啊？这还有不同之处啊？那我还真得去好好见识一下了。大黄前辈，我们现在就去吗？嗨，走，现在就去。大黄，你觉得这里会有青楼吗？青楼在心中。他要来了，既然他要来，那我也该走了。前辈，你这就要走了？既然是你的徒弟，为何不见见呢？算了，懒得见这臭小子。前辈，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您的实力早就已经达到了无人可敌之境，为何还未飞升上界？曾经和您同一个时代的大人物，飞升的飞升，死的死，您为何还留在太玄界？真的要算起来，古风华的太爷爷才是和慕云瑶同时期的人物。慕云瑶绝世妖孽，封号绝世女帝，冠绝天下，无人可敌。第一次天地人3榜现世，慕云瑶同样是随着榜单走入了大家的视野之中。上界嘛，时机未到。陈长安到了之后，不必和他说起我。前辈这是为何呢？没必要，走了。历时2个月，陈长安一行人终于来到了谷家。我师父来过。师傅？陈长安是师傅？你怎么知道？你闻到味儿了？滚蛋！你就不怕我师父弄死你？我又没说你师父身上有味儿，他弄死我做什么呀？我也很好奇，你是怎么知道的？化神境1种，年龄看不出，古怪，当真古怪。果然，能够成为慕云瑶弟子的人，绝不是一般人。你就是谷家老祖？不错，我是。你还没回答，你怎么知道你师父来过？生活习惯。你看到那个地方了吗？你师父确实经常站在这里，你怎么知道的？你仔细看。突然他心头一震，没想到如此细微的地方都被陈长安给注意到了。原来是这样，恐怕也就你这位亲传弟子才会如此了解你师父了吧？老祖，这到底是什么？古风瑶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公子，我不懂。因为你们实力不够，看不到。实力不够，看不到。是真灵之花，你们的实力还不够，所以看不到。真灵之花，这是什么？公子，真灵之花是什么？当修为达到了大地之后，其实体内的灵气是会发生改变的，从灵气变成了真灵之气。而这所谓的真灵之花，不过是利用这真灵之气凝聚而成的一朵花。如果不注意观察的话，就算是大地强者也发现不了。听到陈长安的话，古风华赞同的点了点头。所以哪怕他已经离开了，但是真灵之花依然还保留着，只不过已经很淡薄了。他们看不到很正常，可你为什么能看到？陈长安看了古风华一眼，却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当年他毫无修为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慕云瑶曾经猜测过，或许是因为陈长安的灵魂过于强大，所以才能够看得到。我师父来找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让我过来，真的是因为珠子吗？你师父过来找我，目的很简单，就是因为你想要的那颗珠子。那东西确实在我谷家，我也不知道你师父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当然，除了珠子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儿。什么事？你师父给你说了门亲事，古风瑶是你的未婚妻。什么？这是不是太突然了？陈长安，你这什么表情啊？我当你未婚妻，你还不愿意啊？你就偷着乐去吧。仙儿，这事我真不知道，你得相信我。不管顾仙儿怎么想，但古凤瑶确实将他当成了朋友，而且看得出来顾仙儿喜欢陈长安。他现在总有一种抢了好朋友男人的负罪感。这事没得商量，我师父不见我，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事？这我不清楚你师父为什么不见你，但你师父说过这事儿没得商量，要么你就是人和珠子两得，要不然你就只能够挑战我，战胜了我，珠子你也可以拿走。我陈长安这辈子从不受人胁迫，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胁迫我。好，我同意了。
你他妈豪情万丈说了这么多，最后你来这一出，你还要不要脸？绝世女帝莫云瑶怎么收了这么一个徒弟？难怪不愿意见，这徒弟谁愿意多见他？还不得被气死？凤瑶，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未婚妻了，开不开心？要不要变脸这么快啊？这一路还不怎么搭理我，现在就笑容满面了，而且我还没同意啊，怎么就未婚妻了？好，不用说，我知道，都懂。女孩子害羞，不好意思承认，这些我都理解，没事，慢慢来。老爷子，我有个事想问你。哦，你问。你和我师父谁辈分大？这当然是你师父辈分大了。很好，那我是我师父的徒弟，咱俩谁辈分大？这很好，看来你知道了。那古凤瑶现在是我的未婚妻，怎么论？这各论各的不行吗？好，以后你叫我大爷，我叫你小古，凤瑶叫你老祖，你叫她大娘，怎么样？怎么样？古风华现在看着陈长安，有一种掐死他的冲动。古风华向着古凤瑶看了过去，脸上的笑容十分的狰狞啊！来，我叫你大娘，你敢答应吗？这我到底是该不该答应啊？小古，古凤瑶慌乱之下，竟然鬼使神差的喊了一句“小古”。当“小古”这两个字出现之后，所有人都注意到古风华的嘴角剧烈的抽动了一下，眼神之中的怒火都快要溢出来了。好，很好。古风瑶，你胆子肥了是吧？小古，你大胆，怎么跟你大娘说话的呢？道歉！无耻、猥琐、不要脸！古风华深吸了一口气，强行将心中的怒火压制了下去。但古风华面对陈长安也没有任何的办法。第一，陈长安辈分确实比自己大；第二，他师父太牛逼了，自己能怎么办呢？行，也是我大爷。大爷，你问。珠子呢？都等半天了，拿出来吧。你看看你这小子，一点眼力见都没有，还得你大爷我主动。你着什么急？还没送回来呢。啊？啥意思？什么叫还没送回来？你们对我的珠子做了些什么？你这叫什么话？我们对一个珠子做什么？不过就是什么？你应该也知道，这珠子有些不凡，我全力出手都没有伤到这珠子分毫，所以呢，我就特别的好奇。然后吧，你他妈能不能说重点？别废话。当看到古风华脸上出现了尴尬的笑容之后，古凤瑶整个人都懵了。这还是我印象之中的自家老祖吗？真的是他吗？这会不会换人了？还是说我以前认识的老祖是假的？被人这么骂，居然还只是尴尬的笑了笑。反倒是陈长安，怎么这无赖的样子这么帅啊？太帅了！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优秀的男人啊？而且以后还会成为我的男人，哇，真的是捡到宝嘞！你认识锤帝吗？锤帝？这是什么称号？抡大锤的？大帝？打铁的大帝？差不多。他原本就是一个普通的打铁匠，突然在50岁那一年偶有奇遇，这才开始了修行之路。一把普通的大铁锤，硬生生被他培养成为了帝兵。和他同时期的人，那可真是太悲惨了，被他这一把大铁锤锤了个遍。突破大帝境界之后，别人就叫他锤帝，他自己也挺开心的。此人战斗力极强，但就是爱好打铁，哪怕成了大帝之后，依然没有改变这个习惯，还弄了一群徒子徒孙，天天带着这群人打铁。你还别说，真让他研究出来点名堂。打铁和炼器虽说都差不多，但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可他另辟蹊径，开辟出了一条新路，锻造出来的兵器十分强悍，比炼器师锻造出来的兵器更甚。送去多久了100年是有了。100年？自己这胎珠被锤帝足足锤了100年，还有多久能送回来？快了，不超过半个月一定就会回来了。好，那这半个月我就先住在这儿。小谷啊，你还不去给我准备个房间？我这就让人去准备。啊？算了，我找别人吧。你们说老祖到底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让凤瑶嫁给这个陈长安呢？不行，凤瑶可是咱们古家新一代的天骄，她不可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许配给了一个来路不明之人。
没错，就算凤瑶真的要嫁给他，咱们也得去试试这小子的斤两，看看他究竟配不配得上咱们凤瑶。古凤瑶在古家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存在。最重要的是，古家虽然人丁兴旺，可是在古凤瑶这一辈就这么一个女孩，上百个哥哥，还不是简直把她捧在手心里啊！陈长安，你在做什么？顾家年轻一辈来到这别院，正好看到顾仙儿将一颗葡萄喂给了陈长安。你瞎啊？看不到我在吃东西，还问我在干嘛？你好大的胆子！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身份？我劝你最好自重，否则我们不会放过你的。没错，你是凤瑶的未婚夫，你就要和其他女人保持距离。你真当我顾家是好欺负的不成吗？这婚事是你们顾家老祖安排的，要不然你们去找他说一声，要是能退了，我也谢谢你们。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是老祖定下来的，就真的可以按着无忧为所欲为了。陈长安，你想要娶凤瑶，得先过我们这关。过你们这关？你们谁呀？你们是古凤瑶他爹？你胡说八道！我们是他哥哥。这么多都是，他爹够能生的呀！你简直不知所谓！陈长安，少说废话，跟我们较量一番，我倒要看看老祖究竟看中了你什么。星儿，您去陪他们玩一玩吧，也好久没动手了。陈长安，你什么意思啊？你自己不动手，让一个女人出手？我出手就有点欺负人了，你们先胜过他再说吧。顾仙儿出手很干脆，同样也很迅猛。看来那七香赤应果还真的有点用处，仙儿的战力提升了很多，尤其是功法自带的武技，威力更强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会这么强？是我强吗？我觉得是你们太弱了。啊，比咱们年轻，修为还是顾仙儿？你是顾仙儿？没错，我是顾仙儿。你可是人榜第3，你为什么要跟着陈长安？因为我是他的侍女，有问题吗？侍女？你是陈长安的侍女？你疯了！你这样的人物怎么可以给别人当侍女？不行，这绝对不行！真不愧是一家人，都有病。凤瑶，加入我们吧。我们知道你也不想要嫁给陈长安，对不对？加入我们反陈联盟，赶走陈长安，夺回顾仙儿，你觉得怎么样？他们这是怎么了？我没说过不想要嫁给陈长安。还有，你们要夺回顾仙儿，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居然想要嫁给那个无耻之徒！你这一路就看不出来，陈长安胁迫顾仙儿成为他的侍女吗？凤瑶，你可不能被他的样貌所骗，人心隔肚皮呀！诸位哥哥，能否听我一言？凤瑶，你可是有什么想说的？首先呢，订婚之事乃是老祖定下来的，你们谁都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一点你们应该很清楚。其次，顾仙儿要做什么，想做什么，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你们没有权利去替他做决定。最后，陈长安的实力，你们加在一起也打不过，甚至你们根本就没有和他交手的资格。凤瑶，你怎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人的威风？前面2点我们暂且算你说的对，可陈长安的修为不过化神1处，才1处，他都不敢动手，只能让顾仙儿出手，还有我们没有资格。逍遥封地，你们听说过吧？逍遥封地，略有耳闻，怎么了？他呢，和陈长安打过一架。陈长安居然和逍遥封地打过一架，这怎么可能啊？凤瑶，你这话说的就有点离谱了吧？逍遥封地怎么可能会和陈长安交手啊？我没骗你们，这件事情三长老也知道。逍遥封地全力一击，陈长安仅凭肉身就能够抵挡得住，并且毫发无伤。你们觉得自己的实力比逍遥封地还厉害？反陈联盟，你们还是努力修炼吧。陈长安，你们真的招惹不起，老祖都得叫大爷，你们还敢反他？陈长安这也就是不跟你们一般见识，要不然你们一个个都没有好果子吃。难道是真的？虽然他们内心十分不愿意相信，可他们同样清楚古凤瑶不会开这样的玩笑啊！仅仅成立了不到2天的反陈联盟，直接土崩瓦解，彻底解散。陈长安从始至终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只是安安静静的等待着台珠的到来。然而台珠没有到来，顾家却迎来了另外的客人。叶家3大家族之一，和顾家地位相同，同样也有着一位大帝巅峰境界的老祖坐镇。虽说都是3大家族，但叶家和顾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熟悉，平时也没有什么联系。如今叶家的人亲自上门，这让顾家的人也有些疑惑呀。不知叶流云前辈来到我顾家是有何事呀？这位便是我叶家的晚辈叶北明，这一次我带他过来，
目的只有一个，想要和你们家的古凤瑶定个亲事。不知道古家主意下如何？定亲？这叶家和古家之间可是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叶家怎么突然想要和古家联姻了呢？而且还选了古凤瑶。可是看到古家家主此时的表情，叶流云也是眉头一皱啊。什么意思？不同意？难不成这古家瞧不起叶家，亦或者说是瞧不起叶伟明？苏爷爷，这古家主，你这是不同意？实在是前辈来晚了。凤瑶这丫头如今已经有了未婚夫了。什么？已经有了未婚夫？这怎么可能？古凤瑶订婚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没有听说过？是和谁订的婚事？什么时候订的婚事？按理说，古凤瑶身为年轻的古家一代天骄，若是订婚，怎么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难道是和聂家？莫非是和聂昊天？这聂家竟然捷足先登了！啊，前辈，恕我直言，咱们两家之间交情并不深，叶北明和凤瑶这丫头也没有什么交集，为何会突然提出联姻呢？那我就直话直说，如今人榜现世和上一次天地人三榜现世的情况十分类似，你们古家应该不会不记得当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吧？如今人榜之上已经出现了3个来历不明之人，而且占据了榜单前3之位，他们都是有大气运傍身之人，想要击杀并不容易，所以我们只有2个选择：第一个，和他们搞好关系，或拉拢，或投靠；第二个，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将这些人扼杀在摇篮之中。但同样，失败了之后，就会成为他们的仇敌，将来等他们成长起来，便会对我们下手。所以，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联合起来。难道你们古家不是这样打算的吗？叶前辈是担心最后叶家会被取而代之吗？以我所见，若想要在这乱世之中安稳的度过，最好的办法便是本分一些。这样一来，就算真的被取代了3大家族的地位又如何呢？这第4、第5也可以吧？你说是不是？倘若3大家族都是如此，传扬出去还有何脸面？况且，若你古家当真是这么想的，为何还要联姻？借口，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借口。既然古家是这样的打算，又为何还要联姻呢？难道和聂家联姻不是为了对抗这乱世吗？啊，聂家？我们古家并非和聂家联姻，和凤瑶有婚约的不是聂家人。不是聂家？古家这样的家族，难不成还真就随随便便找了一个人联姻不成？对象还是古凤瑶？这怎么可能啊？家主，聂家的人来了。啊，聂家的人也来了。请进来吧。如此看来，似乎古家还真的不是和聂家定的亲事，那这事情可就真的有些古怪了。真是想不到，居然会在古家碰见叶兄，真是意外啊！我也没想到你会来，咱们彼此彼此吧。不知道聂鹏举前辈来到我古家是所谓何事呢？我聂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此番前来是为了提亲，为我们聂家的聂昊天和你们古家的古凤瑶提亲，不知你们古家意下如何呀？果然如此啊！既然你们两家都想要联姻，你们之间联姻不好吗？为何都盯上了古家？就因为古家有一个古凤瑶，你们这么大个家族就没有一个女人了？聂鹏举前辈，凤瑶已经有婚约在身了，您来晚了。已经有婚约在身了，是和叶家？并非是叶家，不是叶家。既然如此，不如就退了那婚事吧。我就不相信这世上谁人能比我们家昊天更合适。古家主，你觉得呢？笑话，我们叶家的北冥难道就差吗？聂鹏举，你还真是自大，你居然还敢命令古家的人做事。叶流云，你少在这给我胡搅蛮缠，我什么时候命令古家人了？这是商量。商量？我还真没看出来。怎么着？你是想打一架吗？好，谁怕谁呀？谁赢了，谁有资格提亲？你觉得怎么样？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古家家主此时正感觉到头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幸新爷爷来了。这3人乃是同辈中人，当年也算是相互争斗了许久。为何后来只剩下聂鹏举和叶流云争呢？主要原因就是他们2个打不过古天元。告诉你们，订婚的事情乃是我古家老祖亲自定下来的，你们要不要去跟他谈一谈啊？哦，古家老祖亲自定下来的，这种事儿还需要他亲自过问？
我能不能问一下，和古凤瑶订婚之人是谁？陈长安。陈长安是谁？古天元，你不会是骗我们吧？骗你们？你们觉得有必要吗？两位能够来到我古家提亲，倒是看得起我古家，但是真的来晚了。凤瑶那丫头现在已经有了未婚夫，退婚是不可能的，老祖亲自定下来的，除非你们有本事让老祖提出来婚事作罢。咱们认识这么多年，虽说不算什么好朋友，也没有什么交情，可毕竟相识一场。你跟我说实话，这个陈长安有何过人之处，能让古老祖刮目相看？我也不知道，但这个陈长安就在我们古家，要不然你们自己去问。好，我还真的想要见识一下，这位能够让古老祖另眼相看的究竟是何方神圣？爷爷，这恐怕不太合适吧？陈长安不管怎么说，如今也算是咱们古家的女婿。你怕个屁！这是古家，他们还能把陈长安怎么样不成？这倒也是，可是哪来那么多可是？老实待着。好吧。又来人了，这才消停2天，不过这一次来的人实力不弱呀。难道是垂地来的？不对，人数不对。他就是陈长安。他就是陈长安。样貌确实惊人，可这修为怎么才化神境1重啊？古家老祖难道是瞎了眼不成？这小子也太没礼貌了吧！他只不过是古凤瑶的一个未婚夫罢了，论辈分，他都不知比你低了多少辈儿。你来了，他居然连搭理都不搭理你。你这小子还真是大胆！这么多长辈在此，你还悠然自得的躺着，你还有没有一点规矩？给我站起来！哪来的狗乱叫？大黄，你家亲戚？哎呀，你这人说话可真难听！我家没有狗亲戚，你这是在侮辱我。好，果然够狂妄。不过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狂妄？当真以为你是被国家老祖看中的人，就真可以无法无天了不成？陈长安，你可知道我们是谁吗？告诉你，我们可不是古家的人，会惯着你。古天元，不是你古家的人，你带到我这里做什么？你们古家都什么规矩？让一个外人在这里大吼大叫。古天元，他居然直呼古天元的大名。你还知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你就是人家古凤瑶的一个未婚夫。古凤瑶是谁？那也不过是年轻一辈的天骄，辈分并不高。再看看这古天元呢，除了古家老祖之外，古天元的辈分应该算是最高的了。你居然直呼其名，这到底是谁没规矩啊？陈长安，你还记得自己什么身份吗？当然记得，是你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而已。要不然让古风华过来跟你好好聊聊。我去，疯了！这小子绝对是疯了！古风华的名字你他妈都敢叫？你放肆！陈长安，不要以为老祖看中你，你就当真可以无法无天了。你对我不尊重，我可以当作没听见，但是你直呼老祖名讳，这是大逆不道。古兄，此人绝非良配，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为你古家的女婿啊？没错，此人如此大逆不道，将来恐怕会毁了你古家的清誉呢。现在还没有和古凤瑶成婚，便如此嚣张，若是以后那还了得？听我一句劝，这门亲事不要也罢。你看看我家北冥如何？这孩子守规矩，懂礼貌，为人正直。呸！叶流云，你也真不要脸！他能有我家昊天优秀？我们家昊天知书达理，天赋出众，尊老爱幼，与人为善。你放屁！你才放屁！你们两个吵什么？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是老样子？你就说这婚事退不退？我说了不算，这是老祖定下来的。他都这么不尊重你们家老祖了，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窝囊了？当年你揍我那股劲儿呢？你揍他呀！叶流云在旁边没有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让聂鹏举一脸的鄙夷。你笑个屁！你没被他揍过？聂鹏举，你说自己就说自己，扯上我做什么？小贝还在这儿，你他妈能不能别揭老底啊？你们两个听到什么了吗？没，什么都没听到。没，什么都没听到。好，没听到最好。大黄，你看，口咬口了。你说他们嘴里咋没有口毛呢？没毛狗。哦，原来是没毛狗，果然是个好品种。品种再好，那不也是狗啊？大黄，你说话真是越来越有道理。陈长安的话让聂鹏举几人脸色巨变。古兄，你别拦着我，我今日非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居然敢如此猖狂，当真以为没人能收拾得了他了吗？古兄，你也别拦着我，我早就想他们动手了。你们两个都活了多少年了？什么修为？你们跟一个小辈一般见识，你们就不怕丢人？好，我们动手丢人是吧？昊天，你去；魏明，你也去。古兄，小辈之间切磋一下，这总可以了。切磋一下，可以是可以，但是你们两个不是对手，别闹了。啊，不是对手，这叫什么话？瞧不起人呢？古兄，你这么说可就有失偏颇了。那是你对我们家昊天的实力不了解，他的实力十分强悍。哟，说的好像我们家北冥的实力弱一样。告诉你，同样是强的一批。好，那就看看谁更厉害。他们两个不行，要打不如你们两个一起上。祖爷爷不用动怒，我来教训他一下。放心，我下手有分寸，不会伤了他性命。古前辈，你也放心，不会让你不好交代的。身影一闪，直接向着陈长安冲了过去。可下一刻，聂昊天整个人直接倒飞而出。这女子样貌不比古凤瑶差，而且这天赋、这境界、这实力，顾仙儿，你是人榜第3的顾仙儿，对不对？你的修为竟然又突破了。刚才是我大意了，敢不敢和我再战一场？聂昊天，输了就是输了，你还真好意思？让开，让我来领教一下人榜第3的实力。你不行，可不代表我不行。哼，好，你觉得你行，那你来。你也一样。少瞧不起人。然而结果如何，大家不用想都知道。不可能，这不可能！为何差距会这么大？不愧是人榜第3，顾仙儿的战力已经达到了洞虚境，果然是妖孽。你们两个不是他的对手。越是如此，叶流云心中越是感觉到不安。这样的妖孽成长起来实在是太可怕了。杀还是不杀呀？最重要的是，他和陈长安是什么关系啊？为何看起来顾仙儿好像是一个侍女呢？我说过了，他们两个不行。要是真想动手，得你们两个来。不过，当陈长安停顿的这一刻，大黄就已经明白了，这小子就没安好心眼啊。不过什么？你们刚才的谈话我都听到了，你们是来抢我的未婚妻的吧？既然如此，那咱们可就得好好的聊一聊。若你们赢了，顾家这门婚事我可以退掉；但如果你们输了的话，那又当如何？输了？这怎么可能？如果我们输了，你想要怎样就怎样，你尽管开口。好，别说我欺负你们，我给你们3次机会，你们随意发挥。你们但凡能够碰我一下，都算我输。但如果你们输了，从今以后，你们和别人说话的时候，都要以狗叫声作为开头，再以狗叫声作为结尾，敢吗？陈长安，你是想死吗？原来你也知道不是我的对手。哼，好，我同意。陈长安，这赌注并不公平，你输了也不过就是失去了一个顾家女婿的身份，仅此而已。不如你也加上一个狗叫，如何？好，那就加上一个狗叫。等等，陈长安，你想清楚了没有？他们两人一起出手，你必死无疑。别胡闹。3长老回来之后，没跟你说过什么？3长老，他跟我说什么？我这段时间一直在修炼。难怪。没事，死了我也认了。我陈长安顶天立地，铁血男儿，宁肯站着死，也绝对不会跪着苟活。好一个宁肯站着死，绝不跪着苟活！陈长安，想不到你竟然还有些骨气。放心，看在国家的面子上，我留你一命。就让这一场赌局尽快结束吧。我来，顾兄放心，我出手会有分寸的，只有胜负，没有生死。我说过，你们两个一起出手，不然的话，有些人反悔怎么办？陈长安，你想清楚了，若是我们2人一起出手的话，你会很危险。放心，你们先能够碰到我再说吧。记住了，你们2个人，一个人只有3次机会。小子，你别太狂妄。动手吧。好。随后身影一闪，下一刻已经出现在陈长安的面前。可就在2人的手掌马上要触碰到陈长安的时候，陈长安消失了。什么？人呢？这一下，别说是聂鹏举和叶流云，古天元也懵了。下一刻，
陈长安的气息出现在了两人的身后。一次，难怪陈长安敢如此狂妄，看来是有一些手段在身上的。好，这一次我们可就要认真了，一起。然而，当两个人快要触碰到陈长安的那一刻，陈长安再一次消失不见。两人这一次可是放出了自己的感知，将四周完全覆盖，任何痕迹都逃不过两人的感知。但结果，陈长安就这么消失了，毫无痕迹的再次消失了。不行，绝对不能输！陈长安就算是有这种保命的手段，可我们都是大地境界，速度这么快，他怎么反应得过来？对呀，他不可能反应得过来才对呀。可是，两位还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把握住。陈长安此时出现在自己的椅子上，悠然自得地躺在那里。下一刻，在古天元一脸懵逼的表情之中，他们跑了。陈长安，3次还没结束，我们就不算数。你等着，总有一日我们会过来完成这赌约的，一定会。陈长安活了1万年，打赌的人也算是不少了，还是头一次碰见了比自己还无耻的人呢。这你朋友太无耻了吧？就这还大地，居然落跑了。我跟他们不熟，真的一点也不熟。你们两个不走，等着我请你们吃饭。那个古前辈，我们先告辞了。小古啊，这两个人品行不怎么样，以后还是少来往吧。玩不起，输不起，一点也不厚道。确实应该少来往。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为何连我都察觉不到你是怎么消失的？不过都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小把戏，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小把戏，不值一提。一个连大地强者都无可奈何的手段，这叫小把戏？你不吹牛逼能死吗？吃了吗？啥意思？没吃。没事就回去吃，我这没你的饭。这么大个古家，怎么还跑到我这蹭饭？真抠！古天元气的是直接拂袖而去，那是一眼都不想再看到陈长安了。这王八蛋太他妈气人了！公子，您是着急了吗？还好。公子，有件事情我很好奇，在古家之中，怎么感觉辈分很乱呢？而且似乎有断层。古风华是辈分最高的人，然而下面辈分第2高的人就是古天元，这中间就差了一代，再往下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断层是必然的。古家是很强，但不代表所有的族人都拥有很高的天赋，他们会夭折，也会自然的死去，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将修为提升到不死境之上。古家传承了这么多年，如今你能够看到这些辈分高的人，都是每一代之中的佼佼者，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断层的辈分。古家之中修为低的人也很多，这些人的任务只有一个，传宗接代，保证古家的人丁兴旺。人多了，天才出现的概率就会提升，这也是很多家族为何能够长久不衰的原因。就在陈长安和顾仙儿聊天的时候，原本正趴着睡觉的大黄突然猛地站了起来。好强的气势，又是一位大帝来了古家。难道是锤帝？此时古风华正在自己的小院里面喝茶，感应到锤帝的气息也是一愣。他怎么还亲自跑过来一趟？下一刻，锤帝直接冲到了古风华的面前。你说有人知道怎么应对这珠子，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当然是真的，我骗你作甚？你这是什么情况？人呢？人在哪儿？快带我去见他！不是，你到底什么情况啊？我就想见见这个人。你知道这珠子有多硬吗？从你让人送到我那里之后，我没日没夜的一直锤了足足100年，100年呢，足足100年。这太玄界之中，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耗费这么久的时间。快带我去见他，我太好奇这珠子是什么东西了。一个珠子将一代锤帝折磨成了这个样子。好，我带你去，他如今就在我古家。走，快走，别一会儿跑了。跑了？这叫什么话？他跑不了，他也在等珠子。你是锤帝？是我，就是你有办法对付这珠子？没错，珠子呢？怎么对付？你先把珠子给我。你先告诉我怎么对付。我去，你有病吧？珠子是你的吗？我不管，先告诉我。你解决。见到陈长安还没叫出小谷这2个字，古风华也是松了一口气，心中更是十分的感激。陈长安还是不错的，在外人面前也算是给了我几分薄面。把珠子给他吧，不给他，你怎么看他对付这颗珠子？看着手中的胎珠，感觉十分的亲切。第6颗，这已经是第6颗胎珠了。
只要再找到剩下的3颗，那一切就完美了。深吸了一口气，陈长安手中的胎珠化作了一道能量，直接出入到了陈长安的身体中。珠子没了，他把珠子弄没了。先等等，这东西本来就是他的。什么情况？这小子哪有这么吸收灵气的？陈长安似乎在修炼，只不过他的修炼方式有点奇怪，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吸收灵气的速度这么快，这么狠。他这身体很强很硬，我想锤一下。你给我老实点，你锤他，信不信有人能锤死你？这肉身太横了，这要是锤一下，应该很过瘾吧？完了，他盯上陈长安的身体了。此时场面十分的有趣，锤帝一动不动地盯着陈长安，古风华一动不动地盯着锤帝，一个想要锤人，一个害怕有人要锤人。大黄前辈，为何公子这一次的突破和在丹地城不太一样呢？当初在丹地城，陈长安突破的时候，灵气也多，但灵气并没有直接冲进身体之中，而是在上空形成了一个灵气漩涡，最后达到了灵气化形的程度。但是这一次，灵气并没有任何的停留，直接进入到了陈长安的身体之中。我也不知道，这小子每一次突破都有点不一样，不过这次有点奇怪，怎么还不突破？这么多灵气都冲进身体之中了，也该突破了吧？就在大黄刚说完之后，陈长安的修为终于开始增长了。突破了！他真的是化神境1重的修为？这小子居然真的是化神境！化神境突破，什么时候需要这么多灵气了？这他妈是大地境界突破了！而且这突破的方式，会不会有些太离谱了？化神境1重，直接一路飙升，突破到了洞虚境1重，中间连个停顿都没有。这一次的突破让他的实力直接提升到了洞虚境，而且这一次的融合，陈长安感觉得到，左腿融合了胎珠，又赋予了自己一种能力。我现在也是洞虚境修为了，是不是也算得上是一个强者了？你的修为真的刚刚突破到洞虚境？那你之前是怎么做到的？啊？什么怎么做到的？你之前只有化神境的修为，是如何让那些大地强者束手无策的？这很难吗？我没修炼之前也做得到啊。很难吗？这他妈说的叫人话？难道不难吗？还你没修炼之前也做得到？你妈的变态！咱们是不是该走了？这才待了没几天，这么着急就要走？确实应该走了。陈长安来古家的目的就是为了胎珠，如今胎珠到手了，不走还留在这里干嘛呀？等着过年吗？太着急了一点吧？你和凤瑶这丫头的订婚还没举办呢。订婚？我去，我怎么把这件事情给忘了？那个，你知道订婚不？这自然是知道的。既然如此，那咱们就算是订了婚了，你看怎么样？这就算订婚了吗？不然呢？你知道，我知道，这不就行了吗？都是修炼之人，何必在意那些细节？你说对不对？好像也有些道理。你看，有道理吧？那就这样，我先走，有事咱们再联系。告辞。好家伙，占了便宜就想走，你这是不想负责任呢？你给我站住！陈长安，珠子到手了，你小子拍拍屁股就想走人了？别忘了，珠子、凤瑶你都得要。我有说过不要吗？况且珠子都到手，你还拿什么来牵住我？你就这么忙，非要走？我又不是你们古家的人，天天赖在你们这里干嘛？等着你喊我大爷啊！听到大爷2个字，古风华差点脱口而出，让陈长安马上走。好，你走可以，凤瑶带上，她是你未婚妻，以后你去哪儿，她跟到哪儿。啊，带走？古风瑶也没有想到，自己这是被赶出家门了。凤瑶，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以后好好跟着陈长安，听他的话，记住了吗？那我就这么走了？当然，你都是人家的未婚妻了，当然跟着人家走。哦，好吧。哎，那我还回来吗？想回来了就回来，没啥事儿就尽量别回来了。好，那我知道了。有件事情一直忘了问你，当年这珠子，你们古家是怎么获得的？还有，你们知道什么地方还有这种珠子吗？珠子，这东西也是我们古家的人无意之中获得的，感觉有些奇怪，就带了回来。至于其他的珠子，这玩意儿不止1颗吗？用不用我们古家帮你留意一下这珠子的消息？你的修为突破全靠着珠子。有关系。
那就麻烦你帮我留意一下朱子的消息。以后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长安哥哥，咱们这是要去什么地方啊？哥哥，他都他妈多大年纪了，你还叫哥哥？你叫他太爷爷都显得太年轻。去一趟丹地城吧，这是仙灵果，你先服用了吧。长安哥哥，你还有这样的宝贝啊？这个太珍贵了，我不能要。你拿着吧，这东西我还有，况且仙儿他们都已经服用过了。既然是我的未婚妻了，你要是太弱，我很没有面子。听到陈长安这么说，古风瑶便没有再拒绝，他直接将仙灵果吃进了肚子之中。这磅礴精纯的能量，着实让他有些震惊了。我的修为变成化神境7重了，那我是不是成为了人榜第1啊？暂时是，如果你不努力的话，很可能马上就被人超越了。不说其他人，仙儿是凤凰仙体，只要他认真一点的话，突破的速度会很快的。凤凰仙体，看来我这真灵之体还真的有点弱啊。真灵之体嘛，那就找个机会提升一下你的体质吧，或许仙灵之体会更好一些。哎，听说了吗？多年没有出现的龙帝宫又一次有行动了。什么？龙帝宫现世了？没错，龙帝宫再一次现世了。我操，到底是什么事情让龙帝宫都出现了？不清楚，但好像是龙帝宫的公主亲自下令，好像是追杀一个叫猎战狂的人。猎战狂？没听说过呀，什么人物啊？居然能够让龙帝宫的公主亲自下令？这我也不清楚啊。这小子舍得从天池底下出来了，难道是已经突破到了大地境界？可怎么这么快又被龙帝宫追杀了？龙帝宫公主龙无期修为大地境界巅峰，很少有人知道此人是和慕云瑶同时期的人物。毕竟当年的龙无期在慕云瑶他们这些人面前，最多也就是一个小跟班，上不得台面。这么多年过去了，龙帝宫突然有了行动，不会是猎战狂这小子刚从天池出来，又干了什么事儿吧？不清楚，这恐怕只有猎战狂自己知道。我曾经听老祖说过，这个龙帝宫的实力很强，而且招收的人必须是洞虚境之上的修为才可以。但很奇怪的一点就是，龙帝宫这么多年来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年轻一辈的弟子。就好像龙帝宫的人都不能婚配，也没有子嗣。老祖说龙帝宫和龙无期都过于古怪了，所以啊，如果遇到龙帝宫的人，尽量不要招惹，躲远一些。古怪，当真是古怪的很。咱们和龙帝宫之间也并没有什么交集和恩怨。没事，就是我去，什么情况？要不要这么巧合？猎战狂是他们文正卫追来的吗？完了，他是真狗啊，鼻子那么好使。怎么了？陈兄，我可算是找到你了，走，快跟我走。有病啊！啊，我没病啊。没病你找我干啥？哎呀，你先跟我走，我有大发现，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这种地方你都是怎么找到的？啊？哦，这是我前阵子挖出来的。挖出来的？你他妈一个大帝，没事在这荒野之中挖洞？这下应该安全了。我说你要不要这么谨慎？再说了，你到底干了什么事情？你从天池出来多久了？怎么你一出来，龙帝宫的人就跑出来抓你？而且你都大帝了，你跑个屁啊！跟他们干！祖宗，你是我亲祖宗，你以为我不想啊？我也想报仇呀！可他们我打不过呀！当年我至尊境，他们派出来10个不死境，现在好了，我终于突破大地境界了。哎呦，您猜怎么着？嘿，他们龙帝宫派出来了10位大帝，你告诉我，我怎么打？我拿啥跟人家打呀？10位大帝，龙帝宫之中的大帝强者怎么会这么多？不可能，我家老祖曾经说过，龙帝宫公主龙无期实力很强，但龙帝宫之中真正有潜力、有天赋的人并不多，而且大多数都是半路招揽的人。就算是有人突破到大地境界，也绝对不会太多啊！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派出来了10位？你家老祖？哼，你家老祖知道个屁呀！你家老祖谁啊？他家老祖叫古风华，认识不？古风华？没听过。你等会儿，姓古？你哪位啊？古凤瑶，我家老祖就是古风华。怎么了？我去，古家老祖，那不是大地巅峰吗？我刚才他妈说的啥呀？得罪完了龙帝宫，现在又得罪古家，2位大地巅峰，我去！哥，你杀了我吧，活着太难了。你赶紧给我说正事。我问你，你怎么找到我的？你找我干嘛？陈兄，不瞒你说，我现在是没有家人，没有朋友，
认识的人当中，唯一一个能够救我的就是你了，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呀！陈兄，你是不知道，我这出来还不如不出来，我苦呀！你先别矫情了，你离开天池之后都干了什么？还有，你不是说有大发现吗？发现什么了？这事情说来话长啊，你也知道，我在天池下面憋了几千年，整整几千年，憋得我十分难受，所以你出来之后就去了青楼？对，我就去了。呸，什么青楼呀？我列战狂岂是这种别这么看我，确实去了一次啊，但这不是重点，不要打断我。这么多年，我是真的很想要堂堂正正的大喊一次，龙无期，你就是个丑批！所以我就壮着胆子去了龙帝宫。得，人家大地巅峰，你他妈去人家家门口骂街，你不死谁死？原本只是打算去龙帝宫，好好的给自己讨个公道，可我没想到，陈兄，你是不知道，龙帝宫那地方太他妈邪恶了，压根就不是人待的地方。啊，邪恶？这有秘密啊？行了，别说了，我不想听了。本来跟我没啥事儿，你这秘密一说，老子不也卷进来了吗？你以为我不说，你就卷不进来了？我觉得是。不，谁都逃不掉。我告诉你，这个丑批呀，野心太大了，而且还他妈不当人。我本来还以为当年真的是因为我说他丑，他针对我，可现在啊，我感觉应该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什么意思？他是他妈看上我了。咦，不是你们想的这样，他是看上我的身体。哦，龙无期虽然丑了一点，可还不至于对你的身体有想法吧？不过龙帝宫这么多年了，并没有年轻一辈出现，难不成龙帝宫的人都精通死道？所以，我去，那果然是一个邪恶的地方。你们想歪了，龙无期看中的是我的体质懂不懂？这个丑批，他想要夺舍我，占据我的身体。啊，占据你的身体，什么意思？人家大地巅峰的修为不要了，要你这么一具身体重新修炼，这不是脑子有病吗？你他们到底去龙帝宫都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炼狱。这龙帝宫就是炼狱。我起初听说龙帝宫5000年前全体闭关，还以为他们是在刻苦修炼，可谁知道他们居然是在搞如此残忍的事情。整个天龙岛尸山血海，这些死人都是龙帝宫的人用来修炼的。他们闭关就是为了不让这种事情被别人发现。他们吞噬活人的精血，炼化他们的灵魂，也不知道他们修炼的究竟是什么邪恶的功法。吞噬精血，炼化灵魂，这功法也太狠毒了一些吧？这和龙无期看上你的身体有什么关系？难不成你觉得自己的体质比龙无期的还要强？起初我也不知道，可我发现龙帝宫的秘密之后，我就躲藏了起来，偷听龙帝宫的人聊天。知道龙无期为什么越来越丑吗？就因为他炼化的灵魂太多了，导致面目全非，而且对他的身体产生了极强的损伤。他的灵魂越来越强，但身体快要撑不住了，所以他需要寻找合适的身体，经过不断的融合适应。龙无期的天赋应该是有限，大地巅峰就是他的极限了，这辈子突破无望，所以他去修炼这种邪恶的功法，想要突破到大地之上的境界。这么重要的秘密都被你发现了，你居然还能够活着逃出来，龙无期难道还是没有亲自出手？龙无期压根就没出现。我有一个猜测，龙无期压根就不在龙帝宫。龙无期不在龙帝宫，那他会在什么地方？难不成他一直都在中天域？又或者说他早就已经进行了夺舍，龙无期其实已经不存在了。不存在了。所以你被发现之后，出来了10位大地强者追杀你，并不是龙无期的命令。我怀疑不是，这些人发现我之后就直接冲出来追我了。最可怕的是，我感觉龙帝宫不止这10位大地境界的强者，但有些奇怪，他们的速度慢了点，所以没追上我。会不会因为龙帝宫的这些人是用这种邪恶的方法强行突破的大地，所以实力上面有些弱？很有可能，毕竟这种实力是用手段强行提升上来的。如此看来，龙帝宫招来的恐怕都是一些有野心的家伙。龙无期利用他们想要变强的心理，诱惑他们和自己同流合污。难怪龙帝宫没有年轻一辈。年轻人若是修炼这种功法，很容易被人发现，那他们的秘密也就无法隐藏了。龙无期虽然很强，但他也知道很多人是不会允许他这么做的。若是这些顶天势力联合起来，他也招架不住。唉，现在龙帝宫的人到处找我，我也是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陈兄，我觉得你很危险。很危险？陈长安愣了一下，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猎战狂的意思了。若是龙无期知道自己的话，恐怕会对自己的身体更感兴趣啊。那也得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我就知道你靠谱，要不然我怎么找你呢？嘿嘿嘿，陈兄，亲哥，爹，打住！你他妈好事怎么不想着我？别跟我套近乎，我没有你这么傻的儿子。我问你，龙帝宫有多少人
这些人的实力如何？这，根据我的观察，龙帝宫的人并不多，但也有近1000人，没有一个洞虚境，没有一个至尊境，修为最差的都是不死境1宠，可怕不可怕？还行，但是跟我没啥关系。龙帝宫低调了这么久，这一次找你，为什么闹得这么大动静？这么多人都知道。很奇怪，起初他们确实很低调，大约半个月之前，突然之间就传得人尽皆知了一样。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反正我是他们不敢随便到处跑了，太可怕了。别可怕了，来人了！来人了！我去，这么快就找到了？怎么找到的？他们也太巧合了。别看我真不知道。你们来之前，我真的是没被发现过，真不是我故意把你们带来这里，把他们引过来的。哎，不对呀，你们来了，他们就来了，是你们带过来的吧？对，我带来的，我是龙帝宫的人。这个回答满意吗？别，你是我亲爹还不行吗？10个大帝，我真的搞不定。他妈的，我以前觉得大帝强者少之又少，谁他妈知道现在大帝满地跑呀？咋变得这么不值钱了呢？你站的高度决定了你的视野。你以前接触过几个大帝，你当然觉得大帝强者十分的稀少。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大帝，没听说过大帝，在他们的认知之中，可能化神境就是最强的了。所以这是一个认知错误。大帝强者虽然不多，但也绝对不会如同大家认知的那样少。至于为什么现在突然变多了，可能是盛世要来了吧。你应该知道，盛世之时，天机混沌，此方世界的很多限制都会消失。这个时候，其实整个世界都是混乱不堪的，但最终的结果却只是成全了一部分人而已。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是用整个太玄界的气运去成全那少数的几个人，几个人的盛世，一群人的末日。悲哀吧。哥，咱们这小学堂能不能先不上啊？外面那10个人，你有把握吗？我感觉他们要动手了。等解决这些人之后，我老老实实听你讲课，你说啥我学啥，行不行？咱们先干正事怎么样啊？公子，10位大帝，我们2个恐怕帮不上忙。你们2个的任务是人保，从来都不是和强者抗争。至于这些人，正好我刚刚突破不久，拿他们练练手。大黄，你留在这里，看着点他们，外面交给我就好了。行，那你去吧，反正你也死不了。要是撑不住了，喊声大哥，我去帮你。喊声大哥。曾经大黄可没少用这种办法让陈长安吃亏呀，可如今陈长安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毫无修为的废物。这种机会，你恐怕以后不会再有了。我去就回。我操，姐姐还没……不怕姐姐，真他妈变态！你们就是龙帝宫的人，我有点好奇，你们是怎么找过来的？你是谁？我，列战狂他爹。胡说八道！你和列战狂的气息毫不相似，你真当我们是傻子不成？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吗？确实气息没有相似之处，但他叫我亲爹，你们说我是不是他爹？哼，你是想要拖延时间吗？就凭你！轰的一声巨响，对方的攻击结结实实的打在了陈长安的身上。果然弱了很多，你们这大帝境界也太虚了。你不是洞虚境，现在是在意我修为的时候吗？还是那个问题，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等你死了之后，我们会告诉你的。一起动手！不过一个瞬间，一股强大的气势从陈长安的身体之中迸发而出。陈长安的速度很快，不过眨眼之间便已经解决了9个人。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问你答，听得明白吗？明白。怎么找过来的？发现了猎战狂的气息。当日猎战狂虽然逃走了，但他的气息一直被我们追踪，只不过断断续续，时有时无。就在刚才，突然感受到了他的气息，所以追了过来。原来这小子屁股没擦干净，难怪这么快就被人找到了。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不想说，不能说。你不怕死？说了也是死。看得出来，你还是挺忠诚的。龙无忌应该给你们施展了一些手段，让你们不敢背叛吧。所以，龙无忌并不在龙帝宫，5000年前就不在了，对吗？他那惊讶的目光明显是在说：“你怎么会知道啊？”如果我问，你会告诉我，龙无忌如今的身份是什么吗？不可能，我绝不会。那就去死吧！陈长安并没有废话，直接干掉了这最后一位大帝。走吧，咱们也出去吧。啊，现在就出去啊？人都杀光了，不出去干嘛呀？要我说，你就是一怂货，太他妈怂了。我猎战狂会是怂人？告诉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人都杀光了，这么快啊？我去，陈兄的实力现在竟如此惊人！10位大帝，这才出去多大一会儿，尿个尿的功夫就解决了。希望你一会儿知道了真相，你还能够说出你不怂这3个字。
啥？他们10个杀不死我？你说的是真的？你他妈还有脸笑啊？你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地强者，被10个残次品追着跑，你他妈丢人不丢人啊？啊？啥意思啊？啥意思？你是稳扎稳打突破到的大地境界，他们是通过一些手段强行让自己的修为提升到了大地境界，但这是有本质差距的，你知道吗？他们的真实战力最多也就比半步大地的人强，但无法跟真正的大地强者比拟。别看是10个人，他们杀不死你，最好的结果估计也就是和你打个平手。你倒好，撒丫子就是跑，打都不打。你什么时候这么怂了？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还怕个屁了。龙地宫看起来都是一群废物呀。爽，太爽了！龙无奇这个丑屁，老子要大声的骂，狠狠的骂！来呀，你们这群废物，有种来找我呀！你是不是在天池底下把脑子都给呆傻了？龙地宫毕竟成立这么多年，你不会以为真的没有强者吧？这一次完全是他们对自己的实力认知有错误，所以才跑出来这么10个人追你，不然的话，你他妈跑得掉吗？副公主，先前出去追猎战狂的人都死了。我知道，公主那边传回来什么消息了吗？没有，公主并没有传回来任何的消息。上一次的消息就是让我们将龙地宫现世的消息传播出去，仅此而已。公主如今进展到什么地步了？应该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这一次如果可以成功的话，就是咱们龙地宫正式现世的时候了。好，按照公主的吩咐，继续派人追杀猎战狂。但是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闹得越多人知道越好。至于猎战狂去了什么地方，不需在意，到时会有公主亲自收拾那个可恶的小子。咱们的人尽量不要在他手上折损太多，此人身边应该有帮手，且实力不弱。是，副公主。公主这一次的目标是谁？陈云轩还是叶知秋？这不清楚，但好像这2个人都不是公主的目标。都不是？我知道了，你下去吧。如果公主有消息传回来，第一时间通知我。是，副公主。陈长安等人解决掉龙地宫的人之后，便打算继续出发前往丹地城。突然天空之中一道金光闪过，直奔着陈长安冲了过来。啊，望天机！望天机，他来了。人没来，消息到了。这是望天机的独门秘术，专门用来传递消息的，而且只有在情况危急的时候才会选择用这种秘术。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望天机选择了这样的手段？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不会是天机阁让人灭门了？望天机让你求救吧？不是天机阁的事情，是关于陈云轩的。陈云轩？望天机购下血本了呀！为了陈云轩，居然用了这种秘术。太皇前辈，这秘术有什么问题吗？不是有问题，而是这秘术对身体的损伤很大，除非必要，望天机是不会用的。但是如今为了陈云轩的事情施展，这还不是下血本啊？长安哥哥，这陈云轩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招惹了一些麻烦，可能需要我走一趟。这小子，让他勇往直前，也不能什么事情都往前冲啊，真是不让人省心。那到底发生了啥事儿啊？陈云轩和一个叫做天剑宗的宗门有了点矛盾。天剑宗？没听过，应该不是什么大宗门才对啊。可是能够让望天机重视，这不对劲儿啊。这个天剑宗，我好像听说过一点，低调，但是真的很强。天剑宗的老祖是一位大帝，称号天剑帝，天剑宗便是以他为名。天剑帝，货真价实的剑帝。一个拥有剑帝的宗门，怎么会默默无闻？就连我们都没有听说过。因为这个天剑宗真的是十分的低调，而且中天域这么大，天剑宗所在的地方又比较偏僻，天剑宗的弟子似乎很少离开一个固定的区域，所以知道他们的人并不多。按理说，陈云轩和他们起冲突的可能性非常低啊，除非陈云轩去了天剑宗所在的冥剑州。陈云轩去了冥剑州，倒也不是不可能。凤瑶，这个天剑宗的品行如何？这个不太清楚，但我听说天剑帝这个人是个剑痴，很疯魔的那种，所以天剑宗的人应该都是剑疯子。陈云轩和他们闹得很僵吗？望天机的信息很简短，陈云轩和天剑宗有矛盾有危险，他干预不了，所以这个消息必须告诉我。至于到底是什么矛盾，他并没有说。你打算去天剑宗？从这里到冥剑州有多远啊？从这里到冥剑州很远，大地强者的速度恐怕也要数月才能够赶到。数月才能赶到？那这样的话，
恐怕来不及前往丹地城了吧？数月嘛，应该来得及。大黄，这一次咱们还是分开行动吧。你先带着他们前往丹地城，我去一趟天剑宗。若是其他人恐怕赶不到，但是陈长安可不一样啊，他掌握了空间之力，速度上会比别人快很多。我说大哥，你能不能赶回来？别到时候我们都挂了。那可是血屠大帝，他的实力很强的。你怕个屁呀！你当年的狂剑呢？这些年你的血性都被天池水给泡没了。我这不是担心他们吗？怎么回事？你不把我放在眼里？你的实力比血屠大帝厉害？那倒是不清楚，没打过。没打过你还这么自信啊？不然呢？像你一样，反正都没有打过，我就不能瞧不起他吗？他不是也没有赢过我吗？你说对不对？你这不纯纯的先装插后挨揍吗？喂，你们干嘛去啊？等等我呀！这一次咱们明剑州啊，可真是有好戏看了。人榜第一的陈云轩和天剑宗居然有了冲突，这陈云轩恐怕是危险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他们之间怎么会有冲突啊？陈云轩来到明剑州就是为了历练、挑战各路高手，本来并没有什么，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天剑宗的大小姐似乎看中了陈云轩，但是陈云轩并没有给对方什么好脸色。你猜最后怎么着？怎么着了？陈云轩刚来到明剑州的时候，似乎有伤在身，途经风霞镇的时候，被镇上的一位医女医治了一番，在医女那里住了7、8天才离开的。本来就是萍水相逢，两人甚至可能连朋友都算不上。但是这位天剑宗的大小姐就怀疑陈云轩拒绝自己，一定是因为这个医女，将这个医女全家灭门。那虽然说是萍水相逢，但是好歹帮助过自己。那陈云轩得知了事情之后，岂能善罢甘休啊？陈云轩说了，他这个人呢，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要让天剑宗这位大小姐为那医女陪葬呢。我怎么感觉这两个人都有点问题呢？天剑宗的大小姐就因为陈云轩在医女那里医治过就怀疑人家，还有这陈云轩，他知不知道天剑宗的实力啊？为何一个医女就要让人家大小姐陪葬啊？哼，有病，两个人都有病。你们懂什么呀？对于陈云轩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容忍对自己有帮助的人因自己而死啊？若是置之不理，便会心有郁结，无法达到心境通明。那陈云轩可是人榜第一，未来成就不可限量啊！那就算是为了心境通明也不值啊！你们刚才说的人可是陈云轩？啊，没错，就是陈云轩。这位小哥，我看你这装扮，剑客，你不会是天剑宗的人吧？来对付陈云轩的吧？你们知道陈云轩在什么地方吗？这不清楚，但是陈云轩不是放话了吗？本月初5，也就是3天之后，会亲自前往天剑宗的。你到底是不是天剑宗的人呢？我不是。不是天剑宗的人却关心陈云轩的下落，难道是想要拜入天剑宗的剑客吗？我说这位小哥，这陈云轩可是人榜第一，整个太玄界年轻一辈的第一人，你可得想清楚了，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招惹他的。哦，对了，还不知道这位小哥你名字呢？我的名字叶知秋。爹，为什么要罚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凭什么大家都说我错了？糊涂！我看就是这些年太纵容你了，才让你犯下如此大错。那医女一家并非我们修炼之人，而且他们一家在风霞镇素有善名，都是好人。他们医术高超，帮助了不少贫苦之人。你杀了这样的人，你还有脸说没错？我们修行之人最忌讳的便是对普通人出手，更何况你这一次还是滥杀无辜，难道惩罚你不对吗？他敢勾引陈云轩，我杀了他有错吗？只要他死了，陈云轩就是我的了，是我的。你是想要气死我是不是啊？你觉得想要得到一个男人的心，便是除掉他身边出现的所有女人吗？你知不知道这么做只会让陈云轩对你反感，甚至他还想要亲手杀了你。杀我？他为什么要杀我？我是爱他的，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他凭什么杀我？我不信，我不信！就因为你做的这一切，所以他才要杀了你。陈云轩此人重情重义，知恩图报，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有仇必报的性格。那医女一家因他而死，以陈云轩的性格，就算是刀山火海，都阻挡不了他为这些人报仇。否则的话，陈云轩这一辈子都会内心不安，留下心结。只有杀了你，他才会安心。爹，你要救我，帮我！我要陈云轩，我要成为他的妻子。你一定要想办法帮帮我，你劝劝陈云轩好不好？你出面，陈云轩一定不敢放肆的，求求你了。告诉我，你是真的喜欢陈云轩吗？你为什么如此执着的要嫁给他？因为他真的很有魅力，而且还是人榜第一，整个太玄界年轻一辈第一人。如果我嫁给了他，那我就是第一人的妻子，将来他甚至可以成长为太玄界第一强者，那我就是第一强者的妻子。爹，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超越了太玄界所有的女人，我才是太玄界女人之中最幸福最厉害的那一个。虚荣？就因为这份虚荣，女人也可以为自己撑起一片天。
你要做的应该是不断的让自己变强，而不是想方设法的去应付强大的男人。否则的话，你就是一个玩物，没有任何价值的玩物，随时都可以被人丢弃的那种。你能明白吗？爹，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看在我认错的份上，你能帮帮我吗？用我们天剑宗的实力和地位，让陈云轩娶我，好不好？你简直无可救药！告诉你，嫁给陈云轩这辈子都不可能。父女一场，我能做的便是保住你的命，但从此以后，你不能够留在天剑宗了。我会让人送你离开，找个地方，你就安安稳稳的度过这余生吧。爹，你这是做什么？我不走，这天剑宗就是我的家，我哪里也不去。你要是这样，我便去找老祖帮忙了。谢云飞终于是忍不住了，狠狠地扇了谢云烟一巴掌。爹，你还想要去打扰老祖？若是让老祖知道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以为你还有命活着吗？明天陈云轩就会来到天剑宗，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待着，别给我丢人。爹，他要来了，我要见他，我要问清楚他为什么要杀我。见他？你还真是无药可救。你真的要去天剑宗？这一去，有死无生，你想好了吗？有些事无关生死，若不去，我心难安。不值得，真的不值得。虽然他们一家很惨，但不值得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没有值不值，只有该不该。宗主，陈云轩此时已经开始上山了，要不要再派人将他拦下来？不是已经派人了吗？输了，不过陈云轩并未动杀意，留了他们性命。很显然，陈云轩此次上山，目的只是想要谢雨嫣的命。陈云轩如今什么修为？化神境7重。什么？化神境7重？距离人榜也就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居然提升到化神境7重的修为了。哪有人在化神境修为突破的速度还这么快的？这就是人榜第一的真正潜力吗？宗主，陈云轩的潜力巨大，你看。若非谢雨嫣这丫头，也不会闹到今天这种地步。杀了陈云轩，对咱们天剑宗没有任何的好处。可不杀，先让他上山吧，我跟他好好谈谈。师兄，此事老祖可知晓？还未告知。都怪我这些年将这丫头惯坏了，但毕竟是我亲生女儿，我怎么忍心看着她死在别人的手里？若当真无法挽回，我会亲自动手，将这罪孽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与天剑宗无关。师兄，你这是说的哪里话？你本就是咱们天剑宗的人，怎么……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总要有人负责的。若老祖知晓，也会同意我这么做。不过这一切还要看陈云轩是否真的一意孤行了。陈云轩一路畅通无阻，最终来到了天剑宗的剑台之上。你留在这里等我吧，若是我死了，替我收尸。行，你放心的去死，我给你收尸。陈云轩，我是谢雨嫣的父亲谢云飞，之前的事情是谢雨嫣的过错，我们已经惩罚了他，能否就此收手？不知这谢雨嫣背了数条人命，你们又是如何惩戒的？还是说只是训斥了一番？在你们的眼里，这几条人命或许根本不值一提。修行之人，谁的手上不是鲜血淋淋的？但他不该因为我而去杀了那些人。若是你，你肯收手吗？你觉得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你有机会杀了谢雨嫣吗？陈云轩，你是人榜第一，未来潜力无限，何必将命丢在这里？你当真以为我们不敢杀了你吗？既然来了，没有达到目的，我为何要走？就算这天剑宗是龙潭虎穴，今日我也定要闯一闯。好，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今日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和天剑宗无关。天剑宗的人，谁都不许插手。只有天剑宗宗主心中明白，谢云飞这么做是将天剑宗从这一次的事情之中剥离出去，这样不管日后出现了任何问题，都是他谢云飞一人的事情，和天剑宗无关。师叔，这种事情哪里轮得到您出手？我来灭了他陈云轩。这小子胡闹什么呀？你给我回来，这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师兄，不如就让他去了，他的实力是洞虚境9重巅峰，对付陈云轩足够了。若是陈云轩死在他手上，这事情和天剑宗就脱不开关系了。师兄，他本就是天剑宗的人，你动手还是别人动手，结果都是一样的。你没错，他也没错，错就错在我们如今站在了对立面，仅此而已。只是可惜，一代妖孽就此陨落。洞虚境9重，
有点意思。怎么，你瞧不起我？一个化神境，居然如此狂妄！真以为自己是人榜第一，就真的天下无敌了吗？化神境而已，你还差得远呢。你想拦我，那就要看你拦不拦得住了。身影一闪，直接向着对方冲了过去。轰的一声巨响，陈云轩这一拳直接将对方给轰飞了出去。王八蛋，我杀了你！一道剑气袭来，陈云轩一直躲避了对方的攻击，并非真的不敢正面对抗，而是在等待着一个绝佳的出手时机。好机会！然而这一次，陈云轩没有丝毫的留手，击地上。这死了！陈云轩，你居然下杀手！笑话，他要杀我，难不成我还留着他一条命？好，好，好，看来你是真的不打算活着从天剑宗离开了。陈云轩，机会已经给过你了，既然你自己不要，就别怪我们不客气。来人呐，给我！云轩，云轩是你吗？谢雨嫣，他怎么跑过来了？明明已经将谢雨嫣关了起来，该死，他怎么跑出来了？云轩，你是来接我的，对不对？我就知道你心里一定是有我的，带我走。他们所有人都怪我，骂我，只有你会对我好的，对不对？谢雨嫣，我来接你了。不好！身形一闪，直接向着陈云轩的位置飞了过去，一道剑光直奔着自己冲了过来。放肆！谁敢拦我？然而，就这么如此短暂的时间，场面已经发生了转变。为什么？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要杀我？你爱的是你自己。我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杀了你。你不该对他们出手。谢雨嫣在自己的幻想之中，慢慢的闭上了眼睛。雨嫣，我的女儿！谁？刚才到底是谁在拦我？是不是你？还是你？究竟是谁？此时天剑宗众人都是一脸错愕，他们也没有想到陈云轩居然会如此轻松的就杀掉了谢雨嫣。这时有人注意到，剑台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人，包括陈云轩在内，所有人都向着这个少年看了过去。是你？你为什么要拦我？你和陈云轩是一起的。我，在下叶知秋，不过是喜欢助人为乐罢了。叶知秋，人榜第二，他怎么也在这儿？是你？谢雨嫣是被你放出来的，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他不可能跑过来。是我，他求我让他出来的。我这个人比较热心肠。热心肠？这叫热心肠？若是当真如此，你先前为何要阻拦？等等，你是如何进入天剑宗的？你什么时候来的？陈云轩是从正门上山的，可叶知秋呢？他是怎么偷偷溜进来的，而且没有被任何人发现？我昨天就到了。对了，你们后山那个剑灵不错，挺有趣的。后山剑灵？这小子居然是从剑灵进入的天剑宗。剑灵那是什么地方啊？里面滔天的剑意，就算是天剑宗的人都不会选择从那个地方进山，他却闯进来了。你当真横穿剑灵？很难吗？剑灵之中，并非实力强就能够安然无恙，而是需要对剑意的领悟，对剑道的领悟足够强，才能够待得越久。就算是天剑宗宗主这种级别的剑客，也只是勉强能够横穿，而且不敢长期的待在其中，否则的话，精神和灵魂都会受到极大的损伤。妖孽，果然又是一位妖孽。此子剑道方面的天赋，恐怕不逊色于老祖天剑地，化神境8重。你的修为超过了陈云轩。我谢家和你有仇？无仇无怨。既然如此，那你为何要帮助陈云轩杀了谢雨嫣？叶知秋并没有回答谢云飞的话，而是向着陈云轩看了过去。陈兄，初次见面，这个见面礼还满意吗？你故意将他放出来，送到我面前，你为何这么做？我师承陈长安。陈长安，老祖的弟子，那岂不是我的长辈啊？原来如此，云仙见过。这就不必了啊。师父说过，你我之间要是真的论起来，你算师兄。老祖还好吗？他在什么地方？他也来这里了吗？没有，我和师父分开也有一阵子了。我是打算来到这明千州历练一番，刚来没几天就听到了你的事情，所以我不就赶来了吗？多谢。你我是同辈中人，师父说过，各论各的，你叫我师弟便好。好，这一次多谢师弟了，否则的话，我还真的没有那么顺利能够击杀谢雨嫣。不用客气，都是自家人。我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也不管你们背后是谁，今天你们两个谁也别想从这里活着走出去。人榜第一，人榜第二是吗？从今天开始，你们两个将会彻底从人榜排名上消失。师兄，雨嫣已经死了，叶知秋此人剑道天赋……你闭嘴！我知道他剑道天赋出众，可那又如何？死的不是你的女儿，
也当然无所谓。今天你们谁也别想阻拦我。看样子，今日你我是要并肩作战了。是啊，这一战恐怕凶多吉少。罢了，老祖曾说过，修为突破太快不好，所以我便一直压抑着自己的修为。既然今日一战生死难料，索性便不再压制了吧。就在众人惊讶之际，一股强大的气势从陈云轩的身体之中迸发而出。化神境8重，化神境9重，洞虚境。陈云轩居然直接将修为提升到了洞虚境1重，这样恐怖的速度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今日就让我们和他战个痛快吧。好，哼，不自量力。谢云飞大手一挥，虚空一掌，一股恐怖的气息席卷整个剑台。妈的，这个谢云飞的实力怎么会这么强？陈云轩和叶知秋就算再妖孽，恐怕也不会是他的对手。拼了！陈云轩，老子上辈子就是特么的欠你的，你们两个给我让开！万世通的身影一闪，瞬间气势爆发，硬扛了谢云飞这一击。万兄，不是说好了一直负责出师吗？看着热血沸腾，我也想上来凑个热闹。妈的，这老逼灯实力还真强，我怕是只能帮你到这里了。剑光全影，陈云轩和叶知秋两个人的攻击源源不断的向着谢云飞攻过去。这两个人体内的灵气仿佛源源不断一般，根本就没有尽头。而且虽说修为相差挺大，这两人的实力却都不小。可惜，当真是可惜了。这两人未来必定是大地巅峰境界，而且绝对是顶尖的战力。只是今日怕是要陨落在我们天剑宗了。谢云飞在面对这两个人接连不断的进攻，也是不胜其烦。给我滚！谢云飞怒吼一声，体内强大的气势瞬间爆发。这一刻，他没有任何的顾虑。谢云飞毕竟是不死境的修为，两个人就算实力再逆天，也不是他的对手。居然让你们两个臭小子将我逼到了这个份上，你们就算是死了，也应该无憾了。是我连累你了，你本可以不来。师兄这是说的什么话？知道你在这里，我怎能不来？否则的话，别说师父会看不起我，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无非一死而已，若是没有师父，我当初早就死在了青云宗。今日能够和师兄一起，没什么遗憾的。唉，只是可惜没能再见老祖一面。是啊，希望师父不会因为我们的死伤心太久吧。哼，既然你们如此惦记自己的师父，我会送他下去见你们的。狂妄，就凭你也配是老祖的对手？你这样的实力，给我师父提鞋都不配。那又如何？今天谁也救不了你们，给我死！当真谁也救不了吗？陈云轩见过老祖，叶知秋见过师尊。老祖、师尊，此人是陈云轩的老祖，还是叶知秋的师尊？就他妈洞玄境1重的境界，开什么玩笑？还是说对方隐藏了修为，就喜欢玩这种扮猪吃虎的游戏吗？以大欺小这种事情，我也喜欢做。陈长安冷笑一声，随后一股强大的气势从他的身体之中迸发而出。感受到陈长安的气势，谢云飞脸色一变，身体不受控制的直接跪倒在地。这什么情况？谢长老怎么跪下了？应该是此人用了什么手段。陈长安看着跪在地上苦苦挣扎的谢云飞，怎么样，感觉如何？你不是说谁也救不了他们吗？我现在想问你一句，你觉得谁能救得了你？谢云飞此时心中也是充满了惊恐啊！他发现自己连说话的能力都没有。前辈，还请手下留情，此事乃是事出有因，能否听我解释一番？解释？好，等我杀了他，你慢慢解释。前辈，我知道你是大地强者，但我天剑宗同样也有大地，而且还是剑帝。谢云飞乃是我天剑宗天剑帝的血脉后人，你知道你这么做，你真多。陈长安并没有听天剑宗宗主继续废话，而是直接出手，直接带走了谢云飞的性命。为什么？为什么他这么肆无忌惮？他怎么连解释都不听啊？他要杀我的人，这一点就足够了，其他的解释还有意义吗？好，好，好，真当我天剑宗无人不成？结阵！何人胆敢来我天剑宗放肆？洞虚境的修为，居然就拥有如此剑意，
难怪敢来我这天剑宗闹事。你天赋不错，不要自掘坟墓，肯拜在我门下吗？天剑帝的话让众人都懵了呀。啥意思？老祖这上来就直接想要收徒？你是不是修炼修傻了？人家是来闹事儿的，而且这他妈看着是洞虚境修为，人家实力可强着呢。您能不能先搞清楚状况了？收我为徒，你确定你有这个本事？怎么，你觉得我一个剑帝还不够资格收你这洞虚境的小子为徒不成？既然你的剑意如此强横，但若是真动起手来，你不是我的对手。天剑帝是一位剑痴，也是一个疯子，同时他又对自己的实力十分自信。他认为除了大地巅峰之外，没有人可以是自己的对手，任何人都不行。老祖，此人杀了谢师兄，还要对我们动手，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你是说谢云飞？不错，正是如此。为何杀他？啊？愣着做什么？我问你话呢。这……天剑宗宗主无奈之下，只能够将事情的始末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你说我的后人谢雨嫣居然对着普通人出手，而且对方还是一家善人，杀得好！天剑帝的反应让众人又一次懵逼了。这可是你的后人呢，杀得好！您是真的一点血脉亲情都不讲吗？但天剑帝的反应让陈长安有些难办着，所以并没有着急出手，而是想要看看他的决定是什么。他还有脸报仇？还有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居然只是训斥了一番。我有没有说过，天剑宗的弟子绝对不允许和普通人发生冲突。若是大奸大恶之徒，你们出手我不会怪罪。可对方却是一个善良的医女，还灭了人家全家，这样的行为你们居然还包庇他，就因为他是我的后人。这是您的后代，谁敢杀了他？老祖可毕竟是您的。天剑宗之内只有规矩，就算是我的后人又如何？犯了错一视同仁。天剑帝冷哼一声，随后向着陈云轩和叶知秋看了过去。你们谁是陈云轩？我是。好，有魄力，洞虚境1重的修为就敢跑到我天剑宗来讨回一个公道，你很不错。至于你修炼的是剑道，只是你的体质好像有些古怪。你愿意拜我为师吗？天剑帝这完全不走寻常路的脑回路，让所有人都感觉到有些头疼。这怎么东一头西一头，看谁都想收徒呢？算了。陈长安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这天剑帝脑子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太正常了。行了，你别看谁都想要收徒，那是我徒弟，你别打他的主意了。你的徒弟？你洞虚境1重，他化神境8重，你居然还当人家的师傅？不过陈长安这剑道成就确实不错，剑意惊人，但还是不太合适。不行，你们2个都太弱了，都当我徒弟，我知道你们修炼，保证你们可以突破大地境界。啊，弱？你确定我弱？陈长安微微一笑，随后直接开启剑道领域，将天剑帝笼罩其中。你这是领域？领域？居然是剑道领域！天剑帝之所以成功突破到剑帝境界，便是因为领悟了领域。然而他只是触碰到了领域的皮毛。这么多年来，领域寸步未进，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一个预计。难不成此人的剑道领域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你的剑道领域这么强，是不是已经到达了巅峰之境？不错，你应该也领悟到了领域吧？我感觉得到你体内有领域的力量，但你的领域太弱了，根本无法和我的领域之力抗衡。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他这举动，别说其他人，陈长安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啊！这他妈什么玩意儿？刚才要收我为徒，现在又要拜我为师了，你这脑子里面到底都装的是什么东西？天剑帝的拜师让天剑宗的人都是措手不及啊！你都已经大地境界了，拜师有些不合适，先起来吧。不，你不答应我，那我就不起来。我一定要拜师，他都行，我为什么不行啊？天剑帝一直不远处的叶知秋，那表情似乎还有些不服气。那么弱的你都收了，老子那么强，你居然敢嫌弃我？行，拜师是吧？好，那你叫他师兄，叫吧。好。天剑帝不愧是剑痴啊，真的是犹豫都不犹豫，直接看着叶知秋，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礼，随后叫了一声：“师兄。”我要不要答应啊？愣着看什么？没看到你师弟跟你打招呼啊？师弟好。这就算是入了师门吧，真好。这个你也得叫师兄。
啊，这个也是。师傅，这位师兄不是剑修啊？谁说我教的徒弟都是剑修啊？管那么多，让你叫就叫。是师傅，师兄好。师弟好。两位师兄，我是天剑帝，剑帝知道吧？我很强，非常强。以后要是有人找你们麻烦，随时找我。大家都是一个师门的兄弟，我一定罩着你们。哦，对了，我看两位如此年轻，便有了这样的修为，恐怕也是天才之辈吧？其实你门下这些人知道我们天赋如何？不信您问问。啊，他们知道，此话何意啊？老祖，这两位，一个叫陈云轩，一个叫叶知秋，他们一个17岁，一个19岁。17岁、19岁，没搞错吧？这么年轻？你们没开玩笑？17岁的洞虚1重，19岁的化神境8重，这怎么可能啊？老祖，您一直闭关，所以并不知晓天地人3榜现世。您这两位师兄是人榜第1和第2。天地人3榜现世了！我操，我这师门真牛逼啊！人榜第1、第2是我师兄，那这也忒有面子了吧？虽然说现在修为不高，可是他们年轻，潜力无限呢，日后必定都是超级大佬级别的存在。好，非常好，你们记住了啊！以后他们两个在天剑宗地位与我相同。小老祖，啥？老祖，刚才不他们还是敌人吗？现在怎么之间变成老祖了？您老是认真的吗？天剑宗宗主等人此时面面相觑，一个个都彻底的凌乱了。可转念一想，死的都是你谢家人，你都不介意，我们介意个屁啊！谨遵老祖吩咐，见过陈云轩老祖，见过叶知秋老祖。这位我师傅，这得叫啥呀？他们叫我叫老祖，那我的师尊他们要怎么叫啊？老祖师尊不太对，师尊老祖好像也不太对啊。叫什么无所谓，我想问你，谢雨嫣死在了陈云轩的手上，谢云飞死在了我手上，你真的不在乎啊？谢雨嫣行为恶劣，当杀。至于这谢云飞，生死有命，没事，我谢家应该还有人，死1个2个倒也无伤大雅。你这话说的倒也对，反正人有的是，死1、2个倒也无所谓。老祖说的不会是我吧？不会，一定不会，要不然老祖怎么会亲自跑一趟呢？老祖一定还是在乎我的。对，就是这样。师傅，那咱们这剑道领域是不是？你先等等，给我安排一个地方，我要给他们2个上课。轮到你们2个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勇？还有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讲义气？你们2个脑子里是不是里面都是屎啊？今天我不来会有什么后果？你们2个想过吗？这条命就这么贱，说不要就不要了。你们挺专一，挺节俭的呀，这点天赋全部用在修炼上了，其他地方是一点也不用，是不是？你们2个给我站好了！陈长安这一嗓子吓得天剑地也是一嘚瑟呀！妈呀，这啥情况啊？这就是上课？这他妈也太吓人了吧！师傅这脾气这么大，这上课的不是我，真好。老祖，可是这种事情你说过，修行之人当勇往直前啊。我是让你修炼上面勇往直前，但你想过没有，命没了你还怎么勇往直前？遇到这种事情，你内心不解或者理解，可你想过没有，你真正要做的选择是什么？是变强，等到自身强大了之后，才有机会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匹夫之勇，逞一时之勇，那都是愚蠢的行为。打不过就跑，跑不过就飞。出来行走江湖，第一要义是什么？是活命。你要进退有度，该有的时候有，该苟的时候你要比任何人都苟。记住了吗？你一个洞虚境，跑到一个有大地强者坐镇的宗门闹事，陈云轩，你脑子让屁股夹了，是不是人榜第1这身份让你飘了？陈长安这一顿连环输出，让陈云轩恨不得直接找个地缝钻进去。他脑子被屁股夹了，你脑子让门挤了，你挺仗义的，听到这种事情还主动跑过来帮忙，你这跟送死有什么两样？你知道你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吗？不是跑到这跟他一起闹，而是劝他离开，劝不了就打，打不了就骗。你只要说一句我的吩咐，他就会乖乖的跟你走，也不会有今天的危险。你不是很聪明吗？你的聪明劲儿呢？你不是很冷静吗？你的冷静呢？都在青云宗了。黑瞎子掰苞米，你是掰1岁丢1岁是吧？他飘了，你比他还飘。你真以为自己实力逆天了是不是？打算从天而降耍威风是吧？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帅？